那么我们这个系列一直给大家在讲明朝朝廷里边的明争暗斗。那么说的事儿呢，就离不开这皇帝了。其实皇帝这个职业呀，不怎么样，他是中国历史上风险最高的职业。你把中国历史上皇帝，咱们从头数到尾，平均年龄不超过39岁。咱们今天说这位呢，死的皇帝呢，正好压在这线上，38岁死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提到的太昌皇帝朱常洛，明光宗。他38岁登基，当太子当了好些年，可登基以后呢，没1个月就死了。他万历48年8月初1登基，万历48年9月初1死，正好当1个月。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登基皇帝里头最短命的一个。有人说他怎么死的这么快？这事儿呢，咱们得从他登基时候开始说起。这两天节目要有的观众朋友看了都知道，他挺能熬。20岁的时候立为太子，熬了18年，38岁，总算他爸爸万历皇帝在位48年，一命归西，多年媳妇熬成婆。照理说这么能忍的一个主，他的生命力应该很旺盛，怎么能登基以后1个月就死了呢？而且他刚登基的时候，这个历史书上明确记载说皇帝玉履安和，就走道你看着有劲儿，脸上呢没有病容，就跟我们现在说这属于很健康的人。这是。那么他登基之后呢，有人说是不是有人害他呢？1个月就死了，这么健康一人死了，谁害他呢？他登基坐殿以后呢，这个太昌皇帝还干了几件好事。你比方原先欠部队的这个兵饷欠的挺多，他一上来跟这个户部商量，财政部你得赶紧给补上。他有几个地方呢，开凿煤矿什么之类的呢，收税收的比较高，他一上来把这个税给免了，上上下下还都满意。那看来这也不像他杀谁琢磨的，实际上真有仇敌，那只有一个。看了我们这两天节目也都猜到，他有个一生的敌人，就这个郑贵妃。虽然自个儿子福王朱常洵去了洛阳了，但是郑贵妃跟朱常洛的仇恨没有化解。为什么没化解呢？这事儿不赖郑贵妃了，赖朱常洛了。因为万历皇帝朱常洛他爸爸临死前在病榻之上嘱咐朱常洛，我死之后有一件事你必须办，要把那郑贵妃封为皇后。意思是什么？追认她是皇后，皇上死了嘛，她是贵妃嘛。那么也就是说，太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之后，郑贵妃就是皇太后。为什么万历皇帝这么琢磨呢？知道他俩有仇，就怕我一死你小子秋后算账。你封她为皇太后，这是你母亲，你敢拿你母亲怎么样？你要动了天底下人也不答应你。所以万历皇帝明白这事儿，可惜的是呢，他吩咐的晚了，咽气的早了。他把这话吩咐去的时候呢，这已经是朱常洛说了算的时代了。所以说完以后，万历皇帝咽气了。咽气之前，朱常洛在自己父亲病榻之前，那可是拍胸脯的，你放心爹，你死之后我就办这事儿，我利利索索的把他封为皇太后，当亲娘供养着，胸脯拍的山响，向自己这个父亲表示忠心。可是万历皇帝一死，朱常洛登基，他可就不认真办了。大伙儿注意，这历史一个常识。你像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大家注意，就是这个部的部长。侍郎是什么呢？这部的副部长。他把这事交给礼部侍郎孙如游，就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办这事。按道理来讲呢，封皇太后这个事儿，那是最高阶层决定的。你礼部侍郎是干嘛？就我让你干啥，你跑腿儿干这个事儿。
结果这礼部侍郎孙如游一反常态，上了一个奏章。奏章什么意思呢？从历朝历代的典故，从本朝以往皇帝的规矩，一直到现在天下形势，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写这干嘛呢？就一个结论，把郑贵妃封为皇太后不行，没这规矩。其实这看出来两个人唱了个双簧。朱常洛压根就不打算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所以把这奏章一压，就当这事儿没有了。你琢磨琢磨，郑贵妃也不傻，他就想了，这什么意思啊？先皇要把我追认为皇太后，你这不办，这是皇上刚死，你怕天下人议论啊，你先把这事搁下来。有朝一日你羽翼已丰，势力壮大了，你非拿我开刀不可呀。咱作为正常人，郑贵妃又不傻，他能想明白，他知道下一个朱常洛要对自己动手，他也不能这么等死啊。他就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我呀想法把你耗死。怎么耗死呢？这个朱常洛呀特别好色，你要说好色也不是说是多大个罪过，也不是说先天的毛病。这个朱常洛咱们过去说过，他小的时候就不受待见，凄凄惶惶战战兢兢，太子之位也不稳。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下总担惊受怕，他难以心情舒畅的干点什么事儿，他憋屈，他一憋屈，他就得想法在情绪上找一个宣泄通道。所以比方说有近臣说了，这个太子这有个女孩挺漂亮，我给你送过来，他高兴。为啥？这也算是个情绪发泄的渠道。而且你注意，人这个脑袋越发木的时候，他别的欲望就越强烈。如果他整天脑子琢磨事儿的话，他没多少心思扯这个蛋。所以朱常洛在惊恐的环境当中沉湎于女色，他也是为了逃避，为了发泄。而这个郑贵妃在那时候就看到这小子好色，所以他一登基，郑贵妃先干了一件事，命令手底下贴身太监选了8个大美人，那都是在民间千挑万选的，会伺候人，千娇百媚的，皇上送到朱常洛跟前了。所以这朱常洛说：“哎呀，这不大合适吧？再说这个今年过节不收礼呀。”他旁边太监不收礼呀，不收礼。人这郑贵妃贴身太监，大王不是收礼，只收大美人，大美人，收下来，借坡下驴，把这8个美人收下来。这一收下来，他能不高兴吗？连夜检查指导工作，那个他就晚上跟这几个美人混到一块儿去了。史书上有记载，不是我胡说八道，叫夜间啊连性数人，就是连着跟好多女同志上床了。最后有4个字：圣容顿减。你看前面说是圣履安和，脸上无病容，这一晚上一忙活，圣容顿减，就看出来憔悴来了。所以这一点大伙可以想象，这皇帝刚登基，你白天得忙活各种公务，这个奏本那个什么的，这地方有事那地方有事，他能不忙活吗？你白天这么忙活，晚上不好好休息，这麻烦就很大。白天晚上折腾，这体力跟不上了，跟不上怎么办呢？吃春药，硬挺着。所以这个时候朱常洛就开始进了大量的春药。这个春药过去不这么叫，都统一叫补药，就给皇上进补，壮阳之物都为进补之物。你想这一吃多了，这补药吃多了，这也是病。而且这个春药本身呢，竭泽而渔，分鳞而裂，就是超常的透支你自身的生理功能。所以这皇上这身体眼见着一天不如一天。那么有病得看呢，说太医给看吗？不是。宫里头有一位呢，叫这个太监，名字叫崔文生，是干嘛的呢？叫秉笔太监。
说白了，皇上说我呀有什么什么事儿，你给我起草奏章。这秉笔太监拿起笔来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何如何。这为秉笔太监。秉笔太监一般都是皇上身边贴身的，往往呢琴棋书画得会，像什么医道也得会点。因为皇上这突然头痛脑热，来不及叫太医，他得给看看。这崔文生呢也得皇上信任，就给这个太上皇的把脉。哎呦，我药吃多了，给开个方子，说您放心，吃我这方子一剂下去，明早准好。他给皇上开了什么药呢？不是好药，是泻药。因为中药大伙琢磨琢磨，其实就两样，一个补药，一个泻药。就你要虚，我就给你补，你补多了火旺，我就给你往下泻。照理说这补药吃多了，泻药也对，可你得看是什么身子骨。你要这人体格很壮，泻药下去是管用的。他体格本来就虚，你再服泻药啊。这崔文生呢，有人说是二把刀，还有人说他原先根上就服侍过郑贵妃，很可能郑贵妃跟他串通一气。朝臣都说这人有企图，把撵走，有的要把他抓了办罪。但皇上这病不能耽误，得治啊。又冒出一个二把刀来，有个鸿胪寺丞叫李可灼。鸿胪寺丞是干嘛的呢？也是文化部个官儿。他这时候找到首辅大臣方从哲，说方大人，我呀忠心耿耿，我当年呢有位神仙，我帮他点小忙，他呢给我留仙丹。哎呀，这个丹百病都能治，我愿意献给皇上。方子哲一听，你给我滚！什么玩意儿仙丹？把给撵走了。要不说这皇上倒霉催的吗？照理说这事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太上皇的身边有人告诉他，说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仙丹了。谁告诉他的呢？他身边有个近人，叫李选志。李选志是什么？就说白了，由宫女拔上来的，觉得你伺候皇帝伺候不错，搁到皇上身边。他当时呢抚养后来的明神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所以这会儿一听有仙丹，这个李选志就信这玩意儿。平常整个丹药干个什么的，信个神仙鬼怪迷信的事儿。一听说有这事儿，告诉太上皇帝了，我可听说了，鸿胪寺丞李可灼忠心耿耿，进献仙丹，可是被首辅方从哲喝退。什么喝退？你玩去，滚，给撵走了。这时候这朱常洛也是病急乱投医，就这么的把这李可灼叫来，献上红丸一粒。朱常洛一吃了这类药丸，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回光返照，这个东西一吃还真好使，就跟你这上大烟瘾，人就要死了，抽两口大烟活蹦乱跳了。朱常洛马上就精神了。史书上有4个字叫思进饮善，就开始琢磨我要吃点喝点了。待会儿一看皇上见好啊，这鸿胪寺丞李可灼果真献的是仙丹妙药。就这么这皇上活蹦乱跳一天。过了一个晚上，皇上又说再给我来一粒，再来一粒。李可灼又献上一粒。哎呀，这粒吃也可真见好。没过几个小时，皇上两腿一蹬死了。第二粒红丸要了不进。这其实我们要搁现代医学解释来说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就是你第一粒它春药透支你的力量，你吃完之后就跟回光返照似的，到第二粒再猛催，你的身体功能支撑不住了，本来它就虚弱。所以后来人呢管这个事情叫红丸案。出了事以后，满朝大臣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呢这个李可灼忠心耿耿，献上这红丸确实管用，第二粒红丸上去必有奸人陷害他这样。还有人认为鸿胪寺丞李可灼和这个郑贵妃之间有联系，等于这第二丸丹药就是毒药，跟前面郑贵妃献8个美人，崔文生开泻药，你只有进献红丸，这叫产供销一条龙，把皇上最后给弄死。所以这时候整个朝廷上山雨欲来。可是这阵儿呢顾不上惩办这些人，皇上死了，
8月初1继位，9月初1就没了，没了得赶紧立新的皇上。那不用问，他的太子朱由校就是天启皇帝明神宗，可是立他出现问题了，皇上这儿驾崩了，这些大臣你得见着皇上失手发丧啊，也得见着太子，赶紧立他为新的皇上。一找不着了，在哪儿呢？我们刚才说那个李选侍，这时候是贵妃了啊，皇贵妃，她把皇上的尸体和这太子都挪在他住的乾清宫里边去了，他给控制住了。意思你想要这皇上没有？对我说话，我说了算。这架势不就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差不多了？而这个时候呢，有几个人不干了。其中领头这位呢，是个从七品官，官都不大，叫兵科给事中杨炼。给事中是个什么位置呢？就在兵部里头呢，帮助皇上处理一些军机大事，批个奏章啊。说白了，级别不高，但是能接触到一些核心的军事机密。这个杨炼是大明后来有名的忠臣，在明神宗年间是受奸相奸宦魏忠贤的陷害，死到狱中了。那么这时候这杨炼呢，是皇上死了之后13位顾命大臣之一。他领头得找啊，这太子在哪儿呢？朱由校在乾清宫里待着呢，他领这些顾命大臣13大臣跑到乾清宫喊：“给我出来！”他喊那个李选侍出来，半天没动静，太监不让进。这几人真急了，有拿宝剑的，有拿棍子的，反正你赶紧给我滚开！冲到宫里边去，一下看到皇上朱常洛的尸体，可是再找太子没有。李选侍不说啊，你们得通过我，你们凭什么把太子抢走？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大臣把太子抢走了，回头登基了，没他什么事儿。这时候有个太监叫王安，很有正义感，直接就找这杨炼：“杨大人，我知道太子在哪儿，在暖阁。那时候东暖阁西暖阁，太子被藏在东暖阁。”就这么着带着杨炼这些人去了，把太子找出来。他们随身带着轿子呢，赶紧空出一乘轿子，把太子塞进去，然后抬轿子，有礼部尚书，有英国公，反正这是历史上最豪华的轿夫阵容，平均算起来正3品往上，4个人抬着他往这飞开，跑到了文华殿。文华殿是什么地方？太子登基之前必到这儿有道程序。到了文华殿，百官在这儿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磕头正式登基，就等于粉碎了李选侍挟持皇帝和太子的阴谋。那么接下来李选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提出来你们这样也行，皇上登基了，但是所有奏章得先拿到我这看，我再给皇上看。皇上年纪又小，不能亲政，我要亲政。结果满朝文武气坏了，你有什么名分你就亲政？满朝大臣激起公愤，一致上书，你呀赶紧给我滚蛋！这李选侍手里没兵权呢，抱着自个儿的女儿仓皇的从乾清宫挪出去了。所以前一个案子我们叫红板案，后边这个叫移宫案，跟我们前2天说的妖书案、停机案，这就是明朝时候的4大奇案。那么经过一阵乱乎呢，那年的9月初6，天启皇帝正式登基。可是这天启皇帝上来呢也不怎么地，这皇上呢倒不怎么好色，好干什么呢？干木匠。你看这皇帝好什么都有，天启皇帝没事在宫里做木匠活，有太监偷着把他做那小箱子小棍拿到市场去卖，的价非常高。老百姓一看真是个好木匠，所以有人说嘛，不想当木匠的丞相不是好皇帝。就是这天启皇帝好上木匠了，旁边有个宦官叫魏忠贤，逮住这机会了，他专权怎么办？有什么事儿想让皇帝同意，就专赶这皇帝在干木匠活的时候，他走在身边，皇上陈有本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您看怎么办？你看着办吧，都他说了算。所以后来奸相奸宦魏忠贤执政的时候，把整个明神宗年间搞的是乱七八糟，
大明朝由此积重难返。所以到了明神宗乃至后来崇祯皇帝的时候，内有魏忠贤这么祸乱朝纲，外有努尔哈赤虎视眈眈，所以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经4个奇案之后，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个民国奇案，发生在1939年12月21号，抗日战争期间。这个事儿呢，地点是在上海的南京路。南京路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卖皮衣的地方，叫西伯利亚皮草行。12月2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这皮草行门口啊，人来人往，南京路嘛，繁华地段。突然间，从这皮草行的大门里头冲出来一个中年人，疯了似的就往前跑。就见这个中年男人腾身跃起，人跟箭似的就射到车里面，接着车门子啪啪就关上了，然后这车发动。正这时候，两边冲出来能有那么6、7个人，手里拿着枪，噼啪噼啪，子弹跟不要钱似的，冲这车就打过去了。可是没想到这个车是个防弹车，车里的人毫发无损，不一会儿功夫，一溜烟这车开的没影。那么执行刺杀这6、7个人一看没达到目的，迅速的消失在人海当中。那么这车里头这个中年男人，也就是说这6、7个杀手要刺杀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丁默村，他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控制的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的主任，大特务头子丁默村。那么在西伯利亚皮草行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才促使这个事件最后形成我刚才说这个局面呢？咱们有个电影曾经描述了这个过程，还很细致。当然他说的不是在这个皮草行，而是在个卖珠宝的地方，策划好了要杀他，可是里边作为内线的这个女人，在最后下决定要出暗号杀掉这特务头的时候，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你走吧。”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是李安导演拍那个《色戒》。没错，《色戒》里那个故事是现实当中真实发生过的。那里边那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村，电影里那个女人叫王佳芝，汤唯演的。真实的这个女人叫郑平如，就是丁默村的情妇，上海滩的名媛。那么说这个事儿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和电影大不相同。你要拿电影当正史看，那你就上当了。咱们今天就说说丁默村被刺杀这个案件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所谓的这个美女间谍郑平如是何许人也？咱们看《色戒》里边说那王佳芝说受进步思想影响，他母亲去世早，他爹也不要他，舅妈收留他了，把他当丫鬟使唤，家境很凄惨。那真实的郑平如不是这样。为什么郑平如能跟丁默村好到一块儿，能够充当这个间谍呢？因为郑平如的家世非常显赫，他爸爸名字叫郑岳，早年间呢到日本留学，他母亲叫木村花子，他是个中日混血。你别看他母亲是日本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非常抵触。你看郑平如在这个家庭出身，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一半日本血统，所以他这个条件作为充当抗日的间谍，应该说再合适不过的。而郑平如打小呢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家住在上海万一路88号，住在一个高档小区里。他爸爸本身是上海法院的大法官，地位是相当的高。所以郑平如到15、16岁的时候呢，上海滩好多人都认识他。她是郑岳的二女儿，到15、16岁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长得是如花似玉。后来她19岁的时候呢，还上了这个上海滩有名的画报叫《良友画报》，成为画报的封面女郎。
当时盯上郑平如这个人呢，名字叫陈宝华，就是一个中统特务。陈宝华就觉得这个人要能成为地下组织的工作者，那太合适不过了。那么这陈宝华是谁呢？他亲叔叔就是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头子陈果夫。我们都说讲究天下陈家党吧，陈立夫、陈果夫是国民党的党魁，这个人是陈果夫的侄子。就这么经陈宝华发展的，把郑平如给弄到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当中，充当了国民党这边中统的间谍。他有这条件，你这会说日语，还有一半日本血统，跟日本人打交道都没有任何障碍。就这么的，他不断的跟上海的日本的一些特务头子打交道，刺探了很多有用的情报。但是后来中统勒令他不要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开始跟汪伪政权、跟中国人这边打交道。为什么呢？差点出事。这个郑平如不是经常跟日本人往来吗？有一年，日本的这个首相当时近尾文麿的儿子叫近尾文龙，到上海来玩了，跟郑平如一见面，一见钟情，看上郑平如了，两个人打得火热。郑平如这阵想的什么？他毕竟才20岁，有点虚荣心，再一个想建功立业。我这要是把日本首相的儿子拿下了，或者绑架，或者什么的，或者从他那儿刺探出来消息，这还了得吗？所以当时呢，他就加快了跟近尾文龙接触的频率。结果出了什么事呢？这个近尾文龙少年心性，也是好玩，就想在上海周围溜达溜达。郑平如就以我是你女朋友啊，我带你玩吧。结果领他出去玩了2天，事实上等于消失在日本人眼界以内1天1夜。首相的儿子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居然在安保人员眼前消失1天1夜，这得多大事儿？这事儿可不得了。所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特务组织急坏了，首相的儿子他干嘛去了？后来两个人回来时啊，跟这小女子走了。这个时候，上海的特务组织人家不是吃干饭的，就琢磨这个女人干嘛呀？认识这么短时间就带我们这那的，这不对呀！这个就开始派人跟踪郑平如，调查郑平如。好在郑平如的出身呢，搁现在来讲叫根红苗正，日本人查半天也没查出什么来。可是他警觉了之后，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被人盯上了就不好办了。所以这时候中统的特务组织决定，你呀别跟日本人打交道了，你琢磨汪精卫、汪伪政权、汪伪政府里这些，从他们这边刺探消息。就这么的呢，郑平如呢，从主要琢磨日本人，改到琢磨汪伪政权这边。那么他跟这个丁默村是怎么认识的呢？咱们得再说说这个丁默村大特务头子，就色戒里的易先生。这个丁默村本来是共产党，后来干了几年，发现呢，跟着共产党干升官发财很难，转投国民党。这个人很聪明，业务能力很强，干的还真不错。到国民党这边呢，没几年功夫，国民党成立个调查统计局。这个调查统计局啊，就是军统的前身。他为了制衡陈立夫、陈果夫的中统，当时调查统计局呢有3个处长，其中一个处长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丁默村是另外一个处长。你看丁默村资历很老，跟戴笠可以平起平坐。结果后来他们内部派系斗争，戴笠到蒋介石那告状，说丁默村贪污，有没有这事呢？确实有，丁默村也贪财。结果呢，蒋介石就把丁默村的处长给撸了。丁默村一气之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还不干来了，我有胃病，我到香港治病去，就到了香港。到香港，经过老部下叫李士群的牵线，这李士群那时候就是汉奸了，跟日本人打上交道，就说你丁默村这方面作为特务组织头子有一套，你能不能到汪伪政权、汪精卫的政府去给日本人效力去？就这么着，丁默村一看有奶就是粮啊，谁重用我，我就听谁的。他这个人不讲什么民族利益啊、民族气节啊，我个人利益合适就行。就这么着，丁默村来到上海，
出任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主任，就说白了，第一特务头子。他在上海基斯菲尔德路76号设立个据点，这个据点呢，后来被称为76号魔窟。为什么叫魔窟呢？大批的抗日志士被他弄到这儿来，给暗杀了，给收拾了。所以当时呢，抗日战争时期过程当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这个丁默村恨之入骨，坚决要把这钉子拔掉。所以当时总统呢，策划了多次针对丁默村的暗杀。可是丁默村这老狐狸他不简单，他做了这么多作孽的事儿，他也怕别人收拾他，所以整天他防着，防到什么程度呢？他在这睡觉，他从来不在床上睡，临时在厕所里搭床，就在厕所里睡，早上起来再把这床再拆了。你就说是他造这么些孽，他得下多大心思保护自己，进出啊各个方面那都是特别小心谨慎，所以要想刺杀他非常不容易。总统这边就下功夫了，这时候就想到了郑平如这招，色诱大特务。因为他们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丁默村呢有弱点。什么弱点呢？好色，还不是一般的好色，搁现在话说那是大色狼。所以想来想去就觉得要启动郑平如这个棋子。那么设计好了要启动郑平如，郑平如怎么能跟这丁默村靠上呢？因为这个挺难的。你说你突然间就直接去勾引丁默村去了，丁默村一想无情无故的，什么事没有，他来干嘛来？也得怀疑，就得设计一个过程。哎，就硬往上凑上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当时国民党有个游击队的队长叫熊建东，被这丁默村给抓起来了。这个熊建东啊，跟郑平如家恰好都是浙江的老乡。这回熊建东呢，他的老婆出面来求郑平如干嘛呢？你找丁默村把我们这个老头子给放出来吧，求求。为啥让郑平如求呢？说一个郑平如跟日本人熟，第二个呢，郑平如上学的时候呢，丁默村当过郑平如的校长。其实这个很牵强，因为那时候丁默村是个荣誉校长、名誉校长，而郑平如呢，在丁默村当校长的时候呢，还正休学呢。反正就找个理由硬靠，总得有个事儿吧。就是我受老乡之托，我来求你了。就以这个为理由呢，经一个日本人介绍，郑平如去见丁默村。哎呀，丁主任呐，有这么个事儿啊，就说熊建东这个事儿。一边说这事儿，那你肯定啊，那就风情万种的，就是个使背影之类的嘛。丁默村一看受不了了，哎呀，这太漂亮了！再一调查，这个女人怎么回事？不可能跟这个我的敌对势力有关系。这时候丁默村神魂颠倒，就喜欢上郑平如了。没说几句话，行，就把熊建东给放。这一放，郑平如有理由了，我得感谢丁主任呢，感谢丁校长，我当初的老师啊。就这么的一来二去，跟丁默村两人往来越来越密切。在前后大概2个多月时间之内，俩人约会了5、60次。所以这时候就设计几个暗杀行动，尽量隐蔽。但头一次就失败了，怎么着？郑平如跟着丁默村要求，吃完饭喝完酒了，送我回家吧。哎，开着这防弹车送他回家。到了郑平如家门口，郑平如下来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到我家里坐坐？”其实这个时候，刺杀丁默村的这些杀手已经在胡同口埋伏好了，一进来就开枪。你想想，这个时候送到家了，一回身，美人冲你抛个媚眼，跟我进家坐会儿吧，一般男人能受了吗？丁默村了不起就在这儿，他这根弦时刻绷紧了，这个地方我不熟悉，我不能去。所以丁默村不仅不跟他进去，连下车都不下，这没办法。所以第一次暗杀行动失败。后来郑平如跟这个中统特务组织就说了，说丁默村太难弄在哪儿，不是陌生地方他就不去，
而是在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都不会待超过半个小时。所以这个人如此谨慎，怎么办？后来经过一而再再而三来设计，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这不我说刚才发生刺杀丁默村的事是在39年12月21号，没几天到圣诞节了。赶这一天呢，中午的时候，丁默村又约郑平如俩人吃饭，就设了这么一个扣。吃完饭以后呢，送郑平如回家。郑平如在车上就跟丁默村撒娇：“你看过2天圣诞节了，我要件礼物，说吧，你想要什么呀？我呀缺件皮大衣，你给我买件皮大衣吧。”正好送郑平如回家，经过南京路，南京路正好有这么最大的一家西伯利亚草行，所以丁默村就没有怀疑，就这么着跟郑平如俩人进了西伯利亚皮草行。而这个时候，中统的这些杀手已经埋伏在皮草行外面。说这就几乎等于天落地网了。照理说这丁默村跑不了了，他怎么最后又跑了呢？这里有一些细节。在屋里边挑皮衣服，开始呢，丁默村陪着他挑，总挑也挑不中，一会儿又是不行，一会儿是那也不行。丁默村就有点不耐烦，他就站在旁边啊，等着这个郑平如对着穿衣镜来试。这个时候，借着这个试衣镜，突然间丁默村发现一个事儿，因为这个人他特别警觉，好几次看镜子反射出来啊，窗外有那么俩人总在窗外溜达。干这行的人有个特点，这会儿从我眼前经过吧，过去了，隔一会儿他要再经过，我马上就能意识到刚才这俩人来过。丁默村就通过这个穿衣镜反射窗外，怎么那俩人又回来了？他自己觉得不对，这一瞬间他就感觉不好，他当机立断，用什么方法？从兜里掏出一沓美金，老板买单，歘，把这美金在屋里散开了。然后他踢倒2个凳子，往外就闯。这屋里这美金一散开，再有动静不就乱了吗？一脚他把门踹开，直接就奔对面路那车。他上车时候已经告诉司机，无论什么时候我这车不能熄火，你都给我开着火打着。所以他冲出来直接奔对面去。对面他司机看，赶紧把车门打开，唰，他人跟箭似的射到车里，关上门就。这时候旁边那些杀手没反应过来都以为这瓮中捉鳖他跑得了吗？没想到他突然出来了，这时候再围上再开枪已经晚了。丁默村一骑绝尘逃了。这个事儿是过去了。照理说丁默村每一次被暗杀啊，如果不成功，丁默村回头就会在上海滩展开搜捕。可这一次之后3天以内毫无动静，静得有点吓人。郑平如回到家，开始是心跳不止，后来过了3天没动静，突然间3天以后，丁默村给他打电话：“我要见你，我得搞清楚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我依然很喜欢你，但是这个事儿我必须搞清楚，你必须来，你要不来，你家人有生命危险。”郑平如没办法，也很震惊，揣这个小勃朗宁手枪来见这个丁默村。果不其然，丁默村来了，没跟他见面，直接把他关在监狱里。一开始给他好吃好喝，准许他往家里打电话报平安。郑平如一看自己可能还有活命的希望，但是郑平如也很聪明，他知道刺杀这个事儿他抵赖不掉，但是他变一种说法：我是要刺杀你，我雇杀手杀你，可是不是说我是受谁之托，我最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勾搭上了，你想甩了我，我因为感情世界醋海生波，我才要杀你。一口咬定这个，隔不长时间就决定，反正这个事儿他也看出来了，这确实是背后有事儿，就把郑平如给枪毙了。这一枪毙，上海滩震动，都得出个结论：这郑平如啊是丁默村情妇，
不定因为什么事俩人成仇了。当时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就说郑平如是地下党，是间谍，是为了抗日去杀这个丁默村。后来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把日本鬼子连跑了，郑家的人坚决上诉告丁默村。到47年7月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把丁默村逮捕，追查这些事实，最后把丁默村处决，也等于还郑平如一个清白。他不是大汉奸的情妇，他是地下工作者，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去刺杀丁默村。因为我们说《色戒》这个书的原著张爱玲说，张爱玲为什么有意颠倒黑白这么写呢？其实不是张爱玲多糊涂啊，多特别有用心，而是张爱玲把自己的体会渗透到里面。因为当时张爱玲的丈夫叫胡兰成，胡兰成何许人也呢？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长，大才子，可是个大汉奸。他那时候是宣传部长，对于丁默村被刺杀这事内幕，他了解的很清楚。这个事儿就是胡兰成告诉张爱玲的，张爱玲根据这事儿写的小说。可能张爱玲这时候会想到，人都说胡兰成是个汉奸，我跟他结婚，44年结婚，47年离婚。可是张爱玲确实爱过胡兰成，等于刻骨铭心的爱过这个汉奸。那么这个时候张爱玲呢，就把自己一些体会揉到里头。尽管他是个汉奸，可是他对我好，我们俩情投意合，我就喜欢他，所以他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明明刺杀最后都要成功了，王佳芝说你走吧，感觉这易先生是真爱他，把这汉奸放跑，最后结果是个悲剧。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张爱玲写的也没有错，因为文学呢也是准许人虚构的。只是呢，如果有人无限的把王佳芝和易先生这个关系挪到郑平如和丁默村之间，那恐怕对当年甚至付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的生命23岁的青春年龄就死去的这样的郑平如，应该说是不大公平。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爆炸事件，其中伤害程度很高、影响力极大的大伙熟悉的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一件事儿，就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件不逊于通古斯大爆炸的爆炸事件。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1626年。这是大明天启年间，北京发生了一场古今未有的离奇大爆炸。那么这次大爆炸呢，比通古斯爆炸呢要更传奇。为什么呢？就是通古斯爆炸里头的所有现象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呢发现都可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可是天启大爆炸里发生的种种怪异现象是很难在科学上得到解释的。那么这次大爆炸由于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北京，爆炸造成了2万多人的死伤。爆炸的威力呢，相当于1万到2万吨的 TNT 炸药，比扔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呢还要厉害。当时处于明朝的天启年间，所以这次爆炸呢被称为天启大爆炸。到现在为止呢，科学界和史学界呢都没有对这起爆炸的原因做出定论。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其他的怪异事件不同的是呢，这次天启大爆炸在史书里记载非常详细，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有根有据，所以它才引起了诸多后来的这个科学家对天启大爆炸孜孜以求的这种研究，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那么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给大伙说说这个天启大爆炸。爆炸发生的时间呢是公元1626年的5月30号，是天启6年的5月初6。就说它的头一天呢是端午节5月初5。当时呢北京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不头一天是端午节吗？所以第二天呢5月初6这天呢，街道两旁的小贩呢还在卖昨天没卖出去的节日商品，你像粽子香包纸葫芦什么的，搁现代话说那就挥泪大甩卖了。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呢也愿意买打折货，也图便宜，所以一群一群扎堆在那占便宜。
这大街上人特别特别多，买的卖的熙熙攘攘。那么到了上午9点的时候呢，大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就在大家有买有卖有说有笑的时候呢，突然间天空传来一声闷雷似的轰响，咔啦！大家被这个响声给惊呆了，齐刷刷扭头看天，只见天上有个巨大的火球在空中翻滚，一边翻滚一边你能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而且连闪电带冒火。紧接着这个火球在空中唰就解体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再次响起。随后呢，能看着一朵又大又黑的蘑菇云笔直的竖在北京城的上空。也就是挺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北京城突然间天昏地暗，天崩地陷。东起阜成门，北到刑部街，在长大概2公里、宽6.5公里的范围之内，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什么木材石块铁屑还有人的残肢、鸟的尸体像雨点一样不断从空中落下来。这其中还有人头，挺吓人，有的没眼睛了，有的没下巴壳了，有的没鼻子了，看着是非常非常恐怖。那么在史书里呢，关于这次大爆炸的恐怖之处有不少记载。说在遇难的人当中呢，有个叫周继宇的，当天上午呢，他到北京这菜市口买东西，走着走着呢，迎面过来6个人，仔细一看呢，这是他搬家以前的邻居，挺久没见了，所以打算叙叙旧唠唠嗑。你看电视剧里我们都看过，古代人在讲话之前呢，都双手抱拳做个揖。这周继宇呢，就向这6个人行礼，6个人也跟他回礼。就在6个人回礼的时候，这不鞠躬吗？突然间一声炸响，这6位一抬头，这一抬头不要紧，就眼看着周继宇的脑袋从脖子上嗖就飞出去了，一下子飞出10米开外。随后他这身子这不就剩个枪子了吗？啪倒在地上。而这6个人呢，毫发无伤。这6位被眼前景象可给吓坏了，转身就跑。跑的过程当中空中不断有着残肢断臂落下来，路上的尸体一个摞一个都摞起来了。那街上是死的死，伤的伤。说大内皇宫如何呢？皇宫也没好哪儿去。当时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他哥哥。这朱由校呢，正在乾清宫里用早膳吃早饭呢，吃的正美着呢，突然发现大殿的顶棚疯狂震动起来了，那就跟地震似的。随后噼里啪啦往下掉东西，朱由校吓得扔下饭碗起身就跑。因为他跑的速度太快，很多扶持他的太监护卫都没反应过来，只有一个贴身侍卫跟着他跑出来了。这侍卫扶着朱由校呢，跑到建基殿门口，两人本想进店里躲避一下，结果脚还没踏进门呢，屋里房顶就开始往下掉东西。这个侍卫真是挺忠心护主，一下扑到皇帝身上了。正这时候呢，房上瓦片噼里啪啦掉下来，整砸在侍卫头顶上。这个侍卫头骨瞬间爆裂，脑浆都沾了皇帝一身。朱由校被这一幕吓坏了，也顾不上皇帝体统了，鬼哭狼嚎的边跑边喊。最后呢，跑到交泰殿的一张桌子底下缩成一团，幸免于难了。那灾难发生时呢，皇上起身就跑，那边乾清宫里的内侍都不知发生什么，等反应过来呢，也跑不了了，无一幸免，都被砸死在乾清宫里了。这宫殿都塌了，把这人都闷里边了。那么殿里边的被砸死，殿外的也跑不了。当时紫禁城呢，正在对宫殿外部进行修缮，其中大概有2000多名工匠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呢。一声巨响之后这些工匠就被震落到地上。那说胳膊腿断了那是轻的，有的大头朝下，直接头骨爆裂就死了。那么最可怜的呢，得说是皇上他儿子。当时的皇太子朱慈炯呢，还不满周岁，虽然没被砸死呢，却因为爆炸受到惊吓，第2天就被夭折了，就1生日不到就死了。那除此之外呢，当朝大臣也是死的死，伤的伤。这个当朝御史叫何谦书、潘云逸这2位在爆炸当中遇难了。工部尚书就说白了，现在的这个水利部部长董可威双臂折断了。御史王爷浩呢，没什么损伤，但是给震晕了。劫后余生他是心有余悸，都有点神经了。
他绘声绘色的跟皇帝说起这段恐怖经历。他说：“皇上，当时我正在衙门里办公，突然一声震响，顷刻之间天崩地裂，火光四射。哎呦，这房梁啊、瓦片啊、窗户就跟落叶一样往下飘啊！我当时就被震晕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被救出去。后来我让人呢搀扶着进了这个院里的天井，一看这也不安全呢，赶紧骑马出了衙门。哎呦，我一看街上啊，妇女儿童啊，这哭的哭，喊的喊呐，哎呦，马路上死尸成堆。那皇宫仪仗队里边有那个天竺那边供过来的大象，哎呦，受到这个受惊了。这大象呢从象房里跑出来，满街乱窜，那么大的庞然大物践踏百姓，也造成死伤无数。我是赶紧快马加鞭回到朝房，这才躲过一劫。到现在为止我都吓得惊魂未定，一闭眼就这个，我这人都神经了。就说当朝大臣呢，像他这样经历的不少，就在这次爆炸当中给吓坏了。那么我们从这些大臣留下来的话和记载当中可以得知，当时确实死伤惨重。那死伤的具体状况呢，明朝大臣杨涟在所著的《碧血录》里有一段生动的描绘。他说呀，前门外有家棺材店，就是鲜鱼口打马场那一带有家棺材店。这家棺材店呢买卖很大，在这个受灾后的第二天呢，有人去买14口棺材，正商量着怎么卖的时候呢，转眼间又来人说要买52口，这俩人加一块儿就66口棺材了。这店老板很为难，说我店里没这么多。完来的人说那么的吧，你把店里棺材不论大小你都拿出来，完了我们哥俩商量，你要多少我要多少。你就说光是一家就买52口棺材，你可见当时的伤亡得多惨重。后来这官方统计呢，这次爆炸呢造成2万多人死伤，1万多间房屋倒塌。说到这儿，这你可能觉得你刚才描述这情况，这不就普通的地震加爆炸吗？也说不上多离奇，你怎么说比通古斯爆炸还离奇呢？你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次爆炸里边发生的特别离奇的事儿。咱首先一个离奇的事儿是什么呢？死伤者呀，基本上都赤身裸体。你看，这是有证据的。明朝天启皇帝的司礼太监叫刘若愚，他是这次大爆炸的目击者之一。他写了一本书叫《民工史》，这书里面呢详尽记述了爆炸中发生的离奇事件。他就说，凡是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未死者一节振翅其衣帽也。意思是死的人呢大多是折胳膊断腿，而且不论男女都一丝不挂裸体，没死的人呢也被把衣服给扒下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伤者就证实这个说法，说爆炸发生后这个伤者的帽子、衣裤、鞋袜一瞬间都不见了。他因为腿受伤了，躺在地上动不了，就看街上这些人都和他一样赤身裸体，男的好说，女的害臊女的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裹脚布缠在胸前，有的披了半条褥子，有的呢披了一副被单。一会儿功夫在他身边过去好几十人，这些人呢都赤身裸体，当然逃命的时候也顾不得害臊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他有个当朝御史何廷书在爆炸中遇难了。当时他正要出门拜客，没想到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就塌了，全家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何廷书的手下赶到之后呢，站在瓦砾上大喊，底下有人吗？这时候有人回应，救我救我。这是何廷书的小妾，人称小二姐，手下赶紧把他刨出来。结果他呢身无寸缕，以手遮阴，羞赧无措，就浑身上下一个布丝都没有，搁手遮着下身还臊的不得了。这时候一个手下赶忙拖着大褂给他盖上，扶他离开废墟。当时大街上呢还有很多有钱小姐太太坐的轿子。结果是发生个大爆炸之后，有人为救他们掀个轿子一看呢，人没事，在轿子里边赤身裸体的，这衣服都给弄没了。你看，就是死伤的人呢都没了衣服，一丝不挂，这个确实够离奇的。可是衣服没了事儿小，这人要没了事儿可就大了。当时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为这场大爆炸发布了一篇号外文章，叫《天变底钞》，其中呢就有爆炸发生后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么其中就说呢，当时在粤西会馆路口有个血馆，
其中呢有32个学童。爆炸发生之后呢，教书的先生和学生一个没剩，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个新上任的宣抚总兵，带着7个手下呢，到别的官员家拜访，还没等到地方呢，爆炸就发生了。结果这一行7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没了踪影了。这位总兵骑着一匹宝马呢，也没了，不知哪去了。那刚才我说当时街上有很多小姐太太坐的轿子，有的轿子还在，这人没了衣服了，可是有的轿子还在，人都不见了。就打开轿子里边空空荡荡，没有人了。当时的承恩寺街呢，有8辆女轿子经过，结果爆炸发生之后呢，轿夫跟小姐全没了，就剩个轿子在那搁着。你看这够离奇吧？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这2点呢，这次爆炸呢还有一点特别离奇，那就是很多东西被瞬间就给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石驸马街上呢，有一个重5000斤的石狮子，有2.5吨，爆炸后呢，居然飞到了顺城门外。石驸马街就是现在北京的新文化街，顺城门呢是现在的西单北大街。大家想想新文化街到西单北大街2个地方的直线距离超过1公里，这么沉东西能飞1公里远，你怎么解释？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的密云地区，就北京北边，凭空飞了10几棵大树，大树根朝上，叶朝下，显然呢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但是呢是被连根拔起的。要说最离奇的呢，那得属北京的西山和昌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死伤的人呢都一丝不挂，衣服哪儿去了？当时有的人报告官府，说这些衣服都飘到北京的西山和昌平去了。户部的官员接到汇报之后呢，去昌平西山实地查验，发现当地树上挂满了衣服，除了衣服还有鞋袜，还有首饰，还有器皿散落一地。户部官员把这个事儿呢写成奏折向皇帝汇报，皇帝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吃一惊。怎么把这些衣服扒下来，能把衣服送那么远，送到西山，送到昌平去了，这多远？你看说这么多事儿，是不是这次爆炸很离奇？有人可能不相信，说这不是后人附会编的吗？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这个《明熹宗实录》这个《国诀》着中志北京的地方志著作《地经景物略》等等等等都有记载，尤其是明朝的官方报纸底报记录的最详细。就你要说一本书记录，这是瞎编的，那么多资料从不同的角度都记录这次大爆炸，这可以说是有文字有真相。那么说了这么多呢，究竟这次大爆炸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单纯的爆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怪现象呢？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科学界跟史学界没有对这起爆炸原因做出定论。虽然没做出定论呢，但也不耽误我们对这个事儿进行探讨。现在关于大爆炸的成因呢，有那么4种说法，每种说法都难以解释全部现象，但是呢，每种说法呢都解释了一部分现象。为什么这么离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地震。说从地震的史料看呢，1620年以后，北京地区的地震频率激增。从这个1600年呢到1637年，北京周围地区4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71次。所以大明王朝在那个时候灭亡，可以说不光是人祸，也有天灾。北京城又是地震又是鼠疫的，把明末这个明朝朝廷给折腾够呛。所以清军入关呢，加里的城造反，大明已经没有力量再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山之将倾。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这个地处北京东北的密云县发生地震的时间呢，正好和爆炸的时间吻合。而且在北京城内呢，也出现了地震发生前的先兆。你比方说奇特的云彩有火光有荧光有一些奇特的响声这些奇异现象出现。那么根据底报里边那篇文章《天变底钞》里记载，就天启6年的4月27，爆炸不是5月初6发生的吗？就爆炸前的前8天，北京东北方的天空上呢出现了旗帜型的云朵，有的呢就像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似的，先是白色，后来变成红紫色。5月初3呢，爆炸的前3天，北京城东北方天空出现长条状的暗红色云彩。爆炸前第2天出现了暗黑色的云彩。
你看这都是很奇异的云彩。除此之外呢，这个文中还记录爆炸前4天，有人看到前门角楼上有火光，有好几个青色的萤火滚来滚去，最后合并到一块儿。那个火球呢，有车轮那么大。那么明史呢，正史里边也记录了这一段。另外明史还记载说呢，爆炸前4小时，天安门守门的侍卫啊，突然听到演奏乐器的声音，而且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挺奇怪。这侍卫就去找，发现这声音呢来自天安门的火神庙。这侍卫就想推开店门看看这里边谁奏乐呢，就看有一个红色火球从店里边滚出，然后腾空而上。那么这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大爆炸发生前夕啊，北京确实发生了一场地震，只不过因为爆炸威力太大，所以人们对相对微弱的震感呢没怎么留意。那是不是这地震导致爆炸呢？这很难说。就虽然地震呢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你对蘑菇状的烟云，不论男女尽皆裸体，5000斤大狮子飞到其他地方1公里开外，人马凭空消失，这些现象地震是解释不了的。所以地震说呢只能是一种说法，很多人不承认这事。第二种说法呢是陨石说，就说呀陨石撞到地球上了。那么陨石呢是地球以外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流星，很多人见过流星，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呢美丽又浪漫，所以流星一划过，大伙都许愿，所以美梦就得以实现。这当然呢这是老百姓赋予给他的美好的意义。那真正的流星坠落可没那么美丽。这个陨石啊冲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啊，它前方空气会因为受到强压和摩擦导致温度上升，达到几千度甚至上万度。那高温呢使陨石表面的物质融化和气化，并且跟大气分子撞击的时候发光发热，形成火花火球。那么火花和火球爆裂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听到霹雷声啊、雷鸣声、爆炸声。这个跟史料中记载的天空中出现火球随后出现爆炸这个情况基本是吻合的。另外呢，这陨石跟地面撞击的时候呢，会发出巨大的震动和响声，而且伴随着无数的小石块飞溅。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天降石块和铁屑这现象，因为陨石的主要成分就是铁。但尽管如此呢，依然不能下定论，因为它跟地震一样，有太多的现象它也解释不了。那么第三种说法呢，说呀这是龙卷风。龙卷风呢具有突发性和毁灭性特点，突然爆发的瞬间呢也会伴有跟地震相似的轰鸣声，导致啊跟霹雷一样，大伙感到都害怕。那么巨大的风团呢它顶天立地，这个就跟目击者眼中高耸的蘑菇云很相似，说有个蘑菇云在北京上空，那龙卷风卷起来之后，你看那整个风的形状确实挺像蘑菇云。那么因为风力大，所以才有可能把5000斤的大狮子啪从这儿卷到城外，卷到1公里开外，也有可能呢把死伤者的衣服卷走。这就可以解释那些衣服鞋袜呀、首饰器皿呢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北京城区很远的西山和昌平。还有那些消失的人和马，那极有可能啊被龙卷风给卷走了，那就不知道卷哪去了。那么龙卷风可以解释诸多的现象，但是还不能下定论，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现象它解释不了。你比方说这龙卷风把人卷走正常，要说光把人脑袋卷走身子还留那儿，没听说过。而且把人的胳膊腿啊给刮断了飞到空中不知吹多远，这个以前也没听说过。你龙卷风再大，整个人都卷走了，它不会把你脑袋胳膊单给撕下来卷跑了，这个可能性没有。再比如说天上滚动的火球和巨大的爆炸，这在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从来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龙卷风呢也是解释了 A 解释不了 B， 地震的陨石解释了 B 解释不了 A。 那么最后一种说法是什么呢？火药焚爆说，说这是由于火药焚烧造成的爆炸。这个呢历史上有点根据，就说爆炸发生之后呢，朝廷马上派人调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那经过排查后发现呢，位于北京西南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有2个10几丈深的大坑。有人就确定说这么大的坑，这么深的坑，不是爆炸根本形成不了，所以有人就确认爆炸的中心就是王工厂的火药库。那明朝的火药库呢确实发生过很多次爆炸，史书记载呢万历21年、万历33年、崇祯2年、3年、7年都发生过。
那么崇祯11年的4月、6月、8月，更是连续发生了3次爆炸，弄得很多北京城里头迷信的人说大明江山要完了，这么频繁的爆炸，当时连西直门城墙都给炸塌了。那么好端端的火药厂为什么会炸呢？咱就拿万历33年火药厂爆炸为例，事故的原因呢，是由于年头久了，火药受潮结成块了，然后有个工作人员呢想用斧子把火药劈碎，结果这一摩擦出火星了，把炸药点燃了。所以那次爆炸以后，就有人说王工厂不戒自焚，致都城之扰，意思说王工厂的火药库监管不严，等于炸药呢导致了爆炸，造成整个都城的困扰，就是你管理的问题。那么王工厂火药库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王工厂确实是个巨大的火药库，根据史料记载呢，王工厂火药库日产火药大概是2吨，日常储备量呢在1000吨以上。那这么多火药一旦发生焚烧爆炸，那就可以在瞬间形成了高温高压气流，并迅速向四周扩散。那四周凡是能挡住气流的基本都被它给推倒了，往上呢就可以把东西携带着飞上半空，向下冲的这股气流能够使地面形成深坑。那么尽管炸药的威力很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炸药还不足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天体大爆炸后果。为什么呢？根据史书记载呢，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万到2万吨 TNT 炸药。那王工厂火药库最多时候也储存了1000吨的火药，它和2万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何况当时火药库生产的是黑火药，跟后来诺贝尔发明那个 TNT 炸药那个威力相差10万8千里。所以说单纯的火药爆炸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呢，王工厂火药库极有可能是爆炸的受害者，就别的地方发生爆炸，把他这个火药库给点燃了，所以他不是罪魁祸首，他也是受害者。那么罪魁祸首是谁呢？有人根据这个又解释了，说可能是地下的可燃气体。刚才咱们说了，爆炸过后呢，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出现2大坑。根据记载呢，这2个大坑当中不断有噼里啪啦的火光出现。有人就推测了，他为什么炸完了炸出坑来，这坑里还有火光出现呢？说里面可能有可燃气体泄漏，就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地表出现裂缝了，导致地下的沼气、天然气这些可燃气体泄露出来了。那么地表是怎么出现裂缝呢？那就不得不提到第一点所说的地震了。这么一来这几种说法能串一块了，就能形成个完整链条了。你看说当天由于地震呢，地表被震出个裂缝，蕴藏在地底下的沼气、天然气呢，随着裂缝就出来了，和空气混合呢，形成了一个可燃的气团。然后这气团随风飘到王工厂附近，遇到明火后发生爆炸，爆炸产生巨大蘑菇云，同时呢还产生了巨大热能，把王工厂的火药库给点燃了。这不就拴成串了吗？但是这个说法呢很有道理，但依然呢有些现象不能解释。你比方说飞到西山和昌平的衣服，飞到城外大石狮子，凭空消失的人或死伤者都赤身裸体，这些他解释不了。那爆炸是巨大冲击波呢，能够使衣服损坏，但是把人的衣服给脱下来了，人还没咋地儿，这个恐怕不可能。那么说这脱衣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科学研究者就提出一个高真空负压环境理论。怎么回事呢？他说在爆炸发生的极短瞬间内产生了高真空负压环境，处在这种条件下呢，人的肉体和衣服之间的空气会猛烈膨胀，这种膨胀会导致衣服鞋帽呢向各个方向尽可能的撑开甚至破裂，这些衣服就离开人体了。再加上当时正是5月末，是干旱炎热的天气，人就穿着单衣单裤，所以很容易被膨胀的气体撑开，它不像棉衣线衣贴身穿着。当然这些呢都是后人的推测，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爆炸的原因呢也没有定论。以上的4种说法呢也只能是仅供参考。那因为不能解释所有的离奇现象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人们开始转移方向，怀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其中有演绎成分。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多史料同时演绎，目的又会是什么呢？有人说最大可能如果说是所有的
见到这些材料都在撒谎的话，那就一种可能，可能是政治因素。就中国古人呢，认为天人合一，说人间的这个政治混乱会导致老天爷的不安，所以奸人当政的时候，一旦发生地震火灾，都能被代表正义一方大臣们演绎成天象示警，就老天爷在警告你。所以当时就有大臣说这次爆炸呀，是由于奸臣贼子、阉党宦官横行霸道、腐败成风招致的天谴。还有大臣说这是上天警示皇帝，让他好好当皇帝，别宠信奸臣，别不务正业。当然这些方向都指着当时的奸党魏忠贤太监嘛。那么这些大臣上书呢，要求天启皇帝朱由校好好反省。所以灾后第3天，天启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把自己骂了一通。罪己诏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皇帝在面对君臣错位天灾政权危难的时候用来自省的诏书。说白了就是皇上的检讨书。除了做检讨呢，皇上还要亲自赶到太庙祭拜，要求所有的这个臣工都要穿朴素的衣服尽心竭力的虔诚的这个给皇上办事，痛加反省，以求王朝长治久安，把这些灾祸都躲开。那么尽管当时的天启皇帝下了罪己诏，但是这次爆炸给大明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朝廷内部比较混乱，宦官横行，外边呢又有这个努尔哈赤带领的后金虎视眈眈，正是风雨交加的时候，结果来了这么场大爆炸，使得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雪上加霜。加上之后几年北京城又来一次鼠疫，这2次大灾难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明朝的衰亡。那么天启大爆炸呢，距今呢已经将近400年了。时至今日呢，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它的成因进行推测考证。除了前面咱们说那个4个原因地震说、陨石说、龙卷风说等等等等，后期呢又出现了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暴动力说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这些都弄得很专业。更有甚者呢，认为是外星人入侵、UFO 降临等等。你听着挺科学，但每个观点呢都没有摆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让人没办法彻底信服。那么这个千古之谜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恐怕得咱们人类的科技再发展发展。好在现在呢，史书的那些史料呢都在那白纸黑字的搁着。什么时候我们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再根据这些史料记载的东西往回推，也许这个北京城亘古未有的天启大爆炸的谜团就能够解开了。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晚清4大奇案之一太原奇案。这个太原奇案呢，在晚清诸多案子当中呢，是最为扑朔迷离、最为曲折复杂的一个案子。那它是如何曲折、如何离奇的呢？咱们从头给大家说。这个太原奇案发生在大清道光20年，就是公元1840年。地点呢是在山西太原下边有个阳曲县，这阳曲县现在还有这行政区划。这是1840年一个春天的早上，大家排着队呢，在古井边打水，把这水打上来，回家洗脸呢，做饭呢。那么早一波做早饭呢，水打过去了，那时候天还没怎么亮呢。到了5、6点钟的时候，这时候太阳将要上来了，天已经亮了，就是日头没全出来的时候，大家在这排队打水。突然间前边有个打水的大叫一声，哎呀，把水桶扔地上，哗，水洒了一地。大伙纳闷，他一惊一乍干什么呢？就见这人说，这不是水，这是血。有好奇的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是吗？桶里洒出来的水是红颜色的。有那胆大的呢，趴在井口往下看，影影绰绰就看这个井面上借着朦胧的这种光线，一深一沉，有什么东西。到时候得把这东西拉上来，这是什么玩意儿？说这血便是什么牲口掉里头了。就有人呢把那扁担钩之类的拿来了，往底下顺，上面拴着绳，可好像勾住什么衣服之类的，往上拽，一拽，这时候上面看见了，先上来个人头，是个光头，
然后后边连着身子再使劲爬，小的井外一看是具尸，打水这胆小下来都不敢看了，胆大的走到跟前一看，这具尸首呢是个光头，身上穿着什么呢？青灰色的夹袍。那会儿在这个晚清时候啊，普通老百姓穿着青灰色夹袍多见，特别常见，普普通通的衣服，但是是个光头，这怎么回事啊？有那胆大的把这个尸首翻过来一看，哎呦，后脖子这儿啊有一个伤口，看着像刀给攮。要搁咱们现在说，死于什么呢？划破颈动脉，失血过多。这出了人命啊，赶紧报官呐，报到阳曲县县衙门。那会儿破案不是说公安局讲那个，都在一个衙门里边。阳曲县的县令，这个七品芝麻官姓罗，罗知县一听这事儿，赶紧来看来，哎，带着人来了，也跟现在是现场戒严，拉几道绳进里边检查这尸首，带着仵作来的。这仵作的判断呢，就我刚才说这个，有人在这个他背后捅了一刀，把这个颈动脉整个划破，失血过多，这个人死的。这明显是弄死之后把尸首扔井里，试图毁尸灭迹。那么这个情景还原了之后，要想破这案怎么办呢？首先得还原死者身份，他干嘛呢？死的人是谁呀？剃成光头当时只有一种人，谁？咱们大伙都知道。先根据这线索查吧，这个也不难查。打发下边3班衙役呢，这罗县令呢就让他们到这个太原周边呢各个寺庙里给我查有没有走失的和尚。哎，用了大概1、2天功夫，真查出线索来。在这个太原有一座挺大的寺庙，叫崇善寺。咱们现在有的朋友到太原去旅游去，这崇善寺还是个景点呢，香火很旺。这个崇善寺的方丈说：“哎呀，我们这儿啊有一个挂单的和尚，不是我们这儿正式的，河南来的。几天前呢，他已经来半年了。几天前呢，他说出去化缘去，再就没回来。说那你跟我走一趟，走一趟，你再认认。”就这么的方丈呢，派庙里头其他的和尚跟着衙役就一看，没错，就他，这怎么死了？这是，哎，身份确定了，确实是崇善寺的和尚。可是你光有这个不行啊，他怎么不穿僧衣？他走时候穿什么了？这和尚说他走时候就穿着僧袍，没穿别的，就僧袍。哎，那奇了怪了，怎么改成青灰夹袍了呢？这时候这罗县令满腹狐疑，怎么断呢？哎，这罗县令有些生活体会，过去断案也确实有些经验，他就仔仔细细的把这具尸首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看个遍。哎，发现线索，什么线索呢？这个和尚脚上穿这双鞋呀，哦对，要搁现代话说呢，这和尚这脚也就是最多就是39号、40号，脚不大。可这双鞋看着得有43号，穿到他脚上光能，肯定不是他自个儿的鞋。哎，把这鞋从尸体身上脱下来再看，这罗县令发现疑团。这个鞋你看鞋面啊没啥磨损，那过去那个手纳的长这个鞋面普普通通的青布面，看这青布面这鞋得有8、9成新的。可是你再看底儿，哎呦，这2方磨的这会儿都溜光了，就鞋底磨损的特别厉害。你要是光这2面分开看，你不会认为这是一双鞋上的，哪有鞋面8、9成新，鞋底磨成那样的？哎，这是一大疑点，这怎么回事呢？再把这身衣服扒下来搜，发现在这个青灰夹袍的上衣口袋里找到几粒黄豆，兜里有黄豆吗？他再看着鞋，这罗县令明白了，怎么回事？这身衣服确实来自豆坊，为啥？鞋底磨损这么厉害，鞋面是新的，什么地方能有啊？豆坊里干嘛？为了做豆腐，得把黄豆磨碎了吧，得推磨吧，推磨在这地上来回转圈，那鞋底磨的能不厉害吗？可是呢，
他只是在屋里这么来回走，他不出去，所以鞋面倒没有多大磨损。这么一比，这事儿就清楚了。这身衣服啊，不是这个和尚原来的衣服，但这身衣服从哪儿来的呢？从豆腐房来的，后换上的，不合身，兜里有黄豆，鞋一看摸豆腐摸出来的。既然有这条线索了，罗县令心里边有底了，又打回衙役，给我把整个阳曲县的豆腐房给我调查一遍，谁家有这衣服，怎么回事？全阳曲的豆腐房不过那么十几家，一缩小目标好调查了，把这事弄明白了。这身衣服谁的呢？阳曲县县城东边有个豆腐房，这个豆腐房呢里头就个老60多岁，姓莫，莫老汉，人特别老实，起外号人管他叫莫老实。这老头一人老跑腿子，自己过日子，开个小豆腐房，起5更爬半夜的，以卖豆腐为生。这身衣服是他的，那赶紧把这莫老实就带到县里。罗县令说：“偷你衣服？你这鞋破成这样了，你那衣服一股豆腥子味儿，谁宣的偷你这玩意儿？你到底怎么回事？”哎，确实我这衣服被偷的。好，不被偷的吗？来呀，左右伺候，我上大刑。老头一见，这时候害怕了，大爷别，我说实话，怎么回事呢？大前天晚上，我这个把豆子捋好了，小睡了一会儿，干我们这个的早晨呢，得2更天就起来，把豆子都磨好了，然后3、4更天就得开始做豆腐，4更天以后就得卖了，大伙好吃个热乎。3、4更天我把这豆腐也要做好的时候，4更天生分，有人敲门，敲的特别急。我打开门一看，吓我一跳，门口站了个新娘子。说你怎么知道新娘子？凤冠霞帔呀，就大户人家结婚的穿那身特漂亮，红的，这上头头冠什么的，凤冠霞帔，描着眉毛，涂红嘴唇，一个新娘子。新娘大清早上我这干嘛呀？莫老师说，我心里也纳闷了。我刚一问，这新娘一张嘴，吓我一跳。老大呀，我的妈，这嗓子这个粗，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人是男扮女装，进到屋里来，先给我跪下。哎，您得救救我！我说你起来，怎么回事啊？我呀不是新娘子，我是个和尚啊！这个人把凤冠霞帔一摘，果然是个光头。说我晚上在庙里头念经，我就睡着了，忽悠悠就醒了发现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有人给我涂红嘴唇啊，涂红脸蛋，我还穿上这身衣服了，给我吓得起来我就跑，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我跑这么半天，天也要亮了，人见着我这身不得打死我呀？所以我一看你这亮着灯呢，我来求求大爷，你救救我，我还得回庙里，穿这身我怎么走啊？这么着吧，您把您的衣服借给我，我回去换上圣衣就还给您。这样你也别犹豫，我这凤冠霞帔，您看这都值钱的东西，我就搁您这算给您了。这莫老师呢，是一个厚道人，就把这东西留下了，就把这身衣服给了这和尚穿走了。哪想到他再来一看，这和尚穿着他那身衣服死了，他害怕没敢说。这一说上大刑，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都说出来了。他这说完了，他挺清醒了。这罗县令糊涂了，这都什么事儿？这和尚穿着新娘子衣服找你来借这身衣服，这真的假的？可问到这儿了，突然心里一激灵，咱先别那么的，赶紧打发衙役去到莫老师家，把那身凤冠霞帔拿来，搜他家里头。到了莫老师家呢，衙役一搜，带回2件东西，一件真在他炕垛后边呢找到了这身凤冠霞帔新娘子这件衣服，说明这莫老师没撒谎。另外家里又找着了一把切豆腐的刀，当然这个刀你说哪个卖豆腐没有，但是问题这是涉及命案，命案一个重要的证据环节就是凶器。衙役到这了，看到这刀了，也都给拿回来。
拿回来这凤冠虾皮放到这会儿，刀搁到这儿，这罗县令左左右右就打量这凤冠虾皮，看着看着，心里突然间想起点什么事儿？就在发现这个井里舞狮的头两天，有2个人到县衙门这儿缉捕人员告状，什么事儿呢？这2个人非同寻常。这个原告姓姚，叫姚思孝，年龄有30多岁，是阳曲县有名的大财主，外号叫姚半城，阳曲半拉城都他的。这个被告呢，姓张，叫张百万，是阳曲县另一位大财主，60多岁，有个外号叫张半城。你看张半城、姚半城，阳曲县他俩分了都。这个姚思孝告张百万什么？说大人呐，我成冤大头了。怎么着？这个张百万家有俩闺女，老大叫金姑，老二叫玉姑。这金姑已经出嫁了，这个玉姑待字闺中。我听说这玉姑呢非常贤淑，还漂亮，我花了大价钱送的彩礼，下了聘礼了。这张百万也答应把他二女儿嫁给我了。可是我到迎娶这天，这张百万不认账了，说这个张玉姑啊死了。我说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是我媳妇儿啊。张百万说你也见不着了，我都给他弄好了这个凤冠虾帔，他要出嫁了，突然得疾病死了，我把这尸首停这儿，半夜3更的，他这尸首让人偷去了，那必是有人看到凤冠虾帔之前把他尸首给偷走了。可是姚思孝不这么认为，你分明这里有诈，你就是想骗我彩礼钱。所以俩人告到公堂上，打的是不可开交。这个案子罗县令这也焦头烂额，没法断的时候呢，又出了古井里头这首和尚死了，又出这么个案子。所以这罗县令脑子里头啊，就把那个这张百万和姚思孝俩人打官司的事暂时搁一搁。可是这个时候他一看，从莫老师家里搜出来这个凤冠霞帔，左看右看，他突然间把这事想，凤冠霞帔。张百万说他二女儿张玉姑死了，给弄好凤冠霞帔要下葬的时候，半夜让人把尸首偷走了。这两个案子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啊？都有这凤冠霞帔啊！他想到这儿，不能再等了，赶紧去把张百万给我带到大堂上来。衙役去了，不一会儿张百万来了，来，张大户，你看看这身凤冠霞帔是不是你女儿死的时候身上穿的？你确定是你女儿的？没错，就是我们家张玉姑的。这半夜3更尸首让人偷去了，那可就不对了。这莫老师可是说呀，4更天时分来了这个人，穿着凤冠霞帔，是个和尚啊！你这不胡闹吗？这不一回事啊！那这说明不是莫老师撒谎了，就是你张大户撒谎了。看来还得动大刑。哎，左右伺候。没等这话说完呢，张百万说：“大人，别，我跟您，家门不幸，不到这份上，我也不能说这话。我跟您说实在的，我二女儿张玉姑的尸身不是被偷走的，那是怎么弄走的？她诈尸跑出去的。你说是怎么回事？我这二女儿死了，我把她尸首停在后院，准备第2天下葬，哪想到后半夜，突然间这尸体不楞起来了，噼里啪，顺着后花园门跑了，诈尸了。咱这时候得加一句，那个年代有人信这个，说诈尸什么道理呢？就说这人死了呀，他身上其实有静电，要赶上天上打雷，那电接下来，这尸首不楞，由于电的反应容易坐起来。有人管这个叫诈尸，其实他也没有多少科学根据。还有人认为这人死了有口冤气儿没咽下去，他突然间时辰不对来劲儿了，容易起来。至于说这个诈尸满街跑这事儿，就那个时代都没多少人信，认为是无稽之谈，满街跑你见着了。所以罗县令一听这压根就不信，你们胡说八道啊，哪有这个事儿啊，根本就不合理呀。左思右想，他没法把这俩事儿串到一块儿。
这么的，把这案子先搁这儿，他准备第二天里头去。第二天刚到了衙门，太原知府有个手谕下来，为什么呢？这个凤冠霞帔武井里头和尚这尸体这事儿惊动了太原知府。太原知府下手谕说，满城都在议论你们这事儿，这都奇闻了，我责成你3日以内命案必破，给我破这案子。你看上头往下压上了。这罗县令啊，一方面也是上边压他着急，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人也贪功。他就想这个事儿，我要用我的聪明才智，我干这些年啊，我断案无数，我利用我的缜密的推理能力，我把它断出来。所以罗县令在上级压力之下，他想了一个合理。怎么合理呢？这个张玉姑是死了，凤冠霞帔穿着不假，这事儿让这开豆腐坊这个莫老师知道了。这莫老师呢，就贪图这个凤冠霞帔上面这金银这些东西绸缎值钱，半夜3更去偷人尸首，把尸首从张府里偷出来，往下扒着凤冠霞帔一手，哎，被这个路过的和尚给看见了。这崇善寺和尚路过，哎呦，你怎么这干这事？这莫老师一看，这事情败露了，掏出随身携带的切豆腐的刀，一刀把这和尚给捅死了，杀人灭口。为了不让和尚身份尽快暴露，把和尚这身僧衣扒下来，把自己衣服给他套上来，完后把这尸首扔井里去了。这罗县令就利用自己所谓的聪明才智，自个儿就把这个事儿给形成个完整的证据链。剩下的事儿简单了，升堂。莫老师，你说你是怎么偷人家张百万二女儿的尸体？见财起意你啊？怎么碰着和尚发现你这个事儿了？你要杀人灭口，给我从实交代。怎么把和尚尸体扔到井里的？怎么把你的衣服换给他的？把莫老师问懵了。大人呢？哪有此事？你冤枉死我了！好，还不招供，左右伺候。莫老师60多岁，也没经过官，年老体弱，哪扛得住这个？万般无奈，屈打成招，一五一十，一五一十。写好了口供，摁好了手印，盘着这支口供，罗县令长出一口气。哎呀，区命案被我2天以内就拿下，可以拿这个向太原知府交差领赏。把这事处理完了，哎，这罗县令晚上美美的睡了一觉，就准备第二天让衙役到太原府衙那边去请功去。可是第二天早晨刚一升堂，出事了，就听外边当当当当当，有人击鼓击冤。谁呀？这么早啊？赶紧给带上来。衙役带上一个人，一看20多岁，白面书生，挺漂亮个小伙子，在堂下跪着。所跪者何人呢？在下曹文煌，击鼓鸣冤。你鸣冤为的什么事啊？我为莫老师鸣冤啊，他有什么冤屈啊？你定案定说他把人家张玉姑尸首上凤冠霞帔给偷下来了，没这事儿。为什么？张玉姑没死，根本他没死。那你是谁呀？我是张百万的女婿，张玉姑的丈夫。这案子峰回路转。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说天下。明天晚上老梁说天下接着给大家说太原奇案的真相。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了晚清4大奇案之一扑朔迷离、曲折离奇的太原奇案的上半部分。那么这个井里头这个尸体是个和尚，这个和尚怎么死的呢？通过把里边牵扯出张家的张玉姑、张百万，还有那跟他定亲的姚思孝，再加上这个豆腐坊的莫老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被这位罗县令给串到了一块儿，最后定性呢，定为这莫老汉把人家张玉姑死了之后，身上这身凤冠霞帔，他想偷这个，把这尸体给偷出来，结果被这和尚撞见了，杀人灭口，最后把和尚这个尸体扔井里，
把和尚僧衣扒下来，把自己衣服换上。哎，这罗县令给凑了这么个证据在这，最后定莫老汉死罪。哎，正好太原知府啊压这个事儿，你3天以内命案得破。这罗县令准备邀功请赏，没想到大早上起来，堂下有人击鼓鸣冤，上了一位20多岁年轻人，一个薄面书生，说我叫曹文晃，我是张百万的女婿，玉姑没有死，那是我老婆。当时这罗县令脑袋多大，怎么又冒出这么一位来？怎么回事呢？说人家前2天的案子我知道，这个姚半成、姚四孝那是人家张百万的女婿，你哪又冒出这么个女婿呢？曹文晃来了。张王说我确实是张百万的女婿，不信你可以让他叫来，我2人当堂对质。这么着，罗县令把张百万叫来了。张百万一进大堂，一看曹文晃，脸唰变白了，然后跪下，大老爷怎么回事？一问，这人我不认识，我拿我女婿姚四孝，没这么女婿。这罗县令他可不傻呀，他一看张百万进来，一看曹文晃的神情，就知道这里头不对，不用问，保准有隐情。好，张百万，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瞒着我，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面对朝廷命官，不如实供述，更待何时啊？来啊，还是要左右伺候。张百万一看要动刑，对，我说，他是这么一回事。把这曹文晃来历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这个曹文晃家里头过去也是很有钱的主。曹文晃他爸爸在曹文晃很小的时候就跟张百万定亲，而那时候曹文晃他爸爸就把彩礼很丰厚的一笔钱给了张百万做聘礼。给他之后呢，这爷俩呢一起到南方做生意去，到福建这边贩茶，到江南贩丝绸。这一去也不常回来，中间也就回来过1、2次。结果一来二去10年就过去了，一直到有一年回来的人说，这个他们爷俩在那儿出事了，摊上官司了。哎，这曹老爷呢一来气死到南方，他儿子不知下落啊，老曹家败落了。那没事了，既然败落了，我也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了。就即使这曹文芳回来没钱没势，他怎么跟我较这劲呢？到了这儿，张百万下定决心，得，我把我2女儿啊反穿罗裙另嫁人，我再嫁一家。可是这个世上啊无奇不有，就在定下结婚的头一天，这曹文晃回来了。曹文晃说，岳父大人，你不能如此嫌贫爱富啊。那怎么变也没用，把他给撵出去了。这要这个事儿这么着了呢，也就该嫁女嫁女，该落魄也就拉倒了。可偏偏这个张玉姑不是寻常女子。这个张玉姑打小呢熟读《女儿经》，3从4德各方面那是像清规戒律一样守着。既然曹家下聘礼了，我就是老曹家的媳妇了，怎么着？我爹又要给我嫁给老姚家，他原先就不同意这事儿，曾经多次跟自个儿爹较着劲，说你要真让我嫁给老姚家，结婚那天我就殉情，我就死去。他爸爸也来气，你死就死去，反正这儿女婚事父母做主，由得了你吗？所以这个烈性女子张玉姑啊，本来打算，我嫁人那天我就死，可是没想到怎么着？他听丫鬟说，曹文晃回来了，没死，就这么着跑了，私奔了。可跑出来一阵，一摸兜，坏了，谁也没带钱。2个人这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也干不了粗活，怎么过日子呀？没钱呢，怎么办呢？去哪儿啊？这时候张玉姑说，这样找我姐姐吧。咱们前面说了，这张百万俩女儿，老大叫张金姑，老二叫张玉姑。这个张金姑已经嫁人了，可是命挺苦，过门没2年呢，老公死了，在家守寡的。就这么着，玉姑、曹文晃2个人，张玉姑一看没办法呀，亲姐们这时候也不行啊，烈性女子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跟自个儿的郎君曹晃走，咱们再走吧。这2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了城东，这时候正好赶上
后边这么3、4更天吧，就看到前面有灯光亮，谁呢？就是莫老师家那豆腐铺。这时候曹文煌说：“大爷，您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人也走不多远呢。您那我看您这圈里有驴，能把驴借我们使使吗？”就这么着，莫老师心也挺好，哎，把那驴牵出来，就这驴就算借给他俩。就这么着，玉姑跟曹文煌两个人骑着这驴离开了杨区。说完了，这罗县令一想啊，这也对，合情合理，不像撒谎。哎，可是那不对呀，这和尚哪儿来的？这个张百万不说自个儿女儿死了，张玉姑尸体停到那儿，然后这尸体诈尸跑了吗？完了变成个和尚了，这怎么回事啊？接不上啊！再者说了，你张百万女儿已经私奔了，你怎么跟姚思孝说你女儿死了呢？那披着凤冠霞帔那是什么人呢？一想到这儿，罗县令明白了，这张百万老奸巨猾，还不跟我说实话，这回看来不动真格。来吧，大刑伺候。张百万养尊处优，受了这个，杀猪似的喊了那么20几声，就昏过去了。来，泼凉水上去，你招不招？不招，咱再来一遍，我还有比这更新鲜的呢。张百万说：“我招，我都说。”咱们前面说，张玉姑跟曹文煌两个人到他姐姐金姑家里去，敲门没敲开，姐姐不留他们，你赶紧走。那么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张百万就跟过来。张百万让家中上上下下的走，里里外外，床底下哪会儿，甚至后头猪圈都看。可是张百万吧，就觉得不对，左看右看，他就找，哎，有一口大箱子。可是他一看这箱子上了把锁，张百万马上就明白，抬回来，搁到庭院中间，没钥匙啊，怎么办？哎，这还等什么？拿斧子来，把斧拿来，咔嚓把箱子劈。以为这箱子里头藏的就是自己二女儿玉姑，把她逮回来。可是定睛一看啊，这箱子里边躺着一个死过去的人儿。一看，光头和尚穿着僧袍，这个和尚就是后来死在井里的人，他是崇善寺里出来的挂单和尚。这个和尚可不是什么好人，他在阳曲县一带活动啊，就跟这金姑勾搭上了。正好金姑老头也死了，一个人干柴遇烈火，两个人就好上。这天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这和尚呢到金姑家里，两个人想成就好事，可没想到啪啪啪有人打门，玉姑来了。这没法了，这推搪半天把玉姑打发走了。哎，正要接着来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张百万又来了。这一听自个儿爹，金姑吓坏了，不能不开门的，你赶紧躲哪儿？哎，把箱子打开，你赶紧钻里边去。这和尚进这箱子里，咔嚓外边把锁给他锁上了。可哪想到张百万很机灵，瞧出其中有诈，把箱子给拿回来了。你想想这和尚，本来寻思晚上有点好事呢，来了。前面玉姑拍门受犯惊吓，张百万进来受犯惊吓，又把箱抬走受犯惊吓。这20多岁这和尚啊，我们说这个心理素质也不是多好，在里边连惊带吓就昏死过去了。这张百万一看，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怎么又冒出个和尚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心乱如麻。但是我们说张百万这个人缺德是缺德点，可是挺机灵。哎，他突然想个主意，姚思孝第二天早晨就要来迎娶我家老二，我哥什么应对人家？这和尚来了，你说他还死我？哎呀，这么办吧？我干脆就说我家玉姑晚上暴病身亡，这死尸就是这和尚，我给他描好眉，涂好脂粉，把我女儿要出嫁时候那身凤冠霞帔给他戴好了，停到后院，然后到早晨吹吹打打我就下葬了，办白事了。姚子孝来，那没办法，我女儿死了，你还能怎么着？彩礼进我兜，你看怎么着抢啊？想到这儿，这张百万暗自得意，这招就得这么办。就这么着，把这死活人从箱子里拖出来，描眉发什么画好了，凤冠霞帔穿上，停到后院。
准备天亮下葬。可是我前面说了，这崇圣寺的和尚呢，他不是真死，受惊吓昏死过去了，把尸体停到后房。当然他没死啊，小凉风一吹，他缓过来了。缓过一看，一想昨晚上我箱子里头要干什么？哎呦，我怎么这样呢？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睁开眼一看，跑吧，起来，直接跑到后花园，顺角门跑。张百万下边哪敢拦呢？诈尸了，这怎么着？一报告张百万，张百万知道这和尚没死，透起来了，所以他跟罗县令没法说这事啊。怎么说呀？因为他前面跟杨子孝打着官司呢，他这明摆是糊弄人家，女儿已经私奔了，就说女儿死了，哎，得了，就干脆就说诈尸吧，就诈尸了，就这么着，这才跟罗县令说这和尚诈尸。那么交代到这儿，罗县令心里已经明镜了，这和尚确实是这么回事，寻花问柳啊，跟金箍勾搭上了。结果没想到误打误撞被张百万抬回来了，扮成死尸。他起来之后跑出园门，到了莫老师家，换了身衣服，把凤冠霞帔搁到莫老师家里。可是到这儿这案子没完呢，为啥呢？这和尚没找着，他怎么死的？整个这链头里没有这和尚怎么死的？这一刀从哪儿来的？谁把他扔井里去的？那生出这么多岔头来，这个案子结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太原知府的手令就在这儿，限我3日以内必破这命案。哎，到了这份上，说瞎话吧。想到这儿，罗县令一拍桌子：“大胆曹文皇！”曹文皇一激灵：“我怎么了？这案子到这儿，想必你自个儿都明白了。你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那日晚间与玉姑2个人到莫老师家，正跟莫老师商量这事儿的时候呢，那和尚来了。莫老师见他凤冠霞帔，贪财起意，你怕这和尚把你2人私奔的事给说出去，所以双方合伙杀人灭口，也有你一份，把那和尚杀了，你招也不招。曹皇大人，我冤什么冤？我打！嘁哩咔嚓把曹文皇就给拿下了，然后就定性为莫老师、曹文皇2个人合谋杀了人，把曹文皇下大牢，判了死刑了，秋后问斩，秋天杀。可是，在夏末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太原地区官场有一次大洗牌，太原知府就换了。接上来这知府呢，这马上秋天到了，判秋后问斩的案子到他这儿，他得复核一遍。就搁我们现在说死刑核准权，他得核一下。一看莫老师、曹文皇秋后问斩这个案子翻卷宗，他把这卷宗看完了，这个新任的太原知府产生了很多疑问，这不对呀，这个和尚一刀毙命，这是使刀的好手。莫老师60多岁了，和尚20多岁，他不是个儿，怎么这么轻易就能把他给宰了呢？他再一个，这个曹文皇跟这和尚无冤无仇，他怕哪门子泄露自己私奔的事呢？他也不至于跟莫老师合谋啊。另外一个，这个案子里没有玉姑的证词啊，这多重要一个证人呢？怎么没找到他就定案了呢？这不对呀。这个太原知府，第一个心思缜密，发现漏洞；第二个，新官上任3把火，要扬刀立威，这案子不对，给我发回重审。正巧了，这玉姑啊也来到阳曲县，一问怎么着，自个儿夫君进了监狱，赶紧击鼓鸣冤，太原知府重新来断这案。一看这和尚身上这伤口，这刀捅的不像是切豆腐的刀，倒像是杀猪的刀，那么锋利。好，一看能够一刀把这人弄死，这是个使刀的高手，下手是又快又稳。这得干嘛呢？一种是职业杀手刺客，另一种是屠户杀猪的。好，全县排查这些杀猪的，哎，找到线索了。说这个城西头啊，有这么一个屠户，姓吴。自打说要查这和尚这事儿，这吴屠户就跑了。说跑哪儿去？有人说在太原晋祠那附近看着他了，
好，赶紧抓！撒下去一抓，一蹲点儿，没几天，真把这吴屠户抓着了。这个人外号吴一刀，杀猪的手法是干净利索，一升堂没用奏刑的，吴屠户一五一十就招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杀猪的他家起的也早，他媳妇儿呢早晨30更天起来呢，就到那个古井边那块打水。他这是最早起来的，把这桶顺下去，他趴到那儿要打水的过程，突然间他觉得后边有人抱住他了，把他往井台上摁。他回身一瞅，是个穿夹袍的光头的，就那和尚。这和尚要把他摁到井台上强奸他。这时候他一喊，他家住附近呢，她老公吴一刀就出来了，一看这干嘛？这光头要祸害我媳妇，这还了得！手里正拿杀猪刀，上去咔就这一刀捅在后脖梗这儿了，颈动脉一下子大出血，人扑通栽倒在地。这两口子一看可吓坏了，怎么办呢？得，这不井在这儿吗？给扔井里，啪，把这尸首扔井里。有人说这和尚可真了不起啊，被人当尸体在那儿凤冠霞帔，然后跑出来到莫老师换身棉袍，出来怎么又干这事儿呢？你看前面的人说了，这个人好色，跟这金箍勾搭上就说明问题。前番这晚上受惊吓，正要成就好事，有人敲门；正要成就好事，有人敲门，结果还给抬到这儿了，扮成死人，一晚上受惊吓。到后半夜了，把这衣服换上了，往回溜达了。走到古井旁边，看着有个女人在那儿拿着桶打水呢，起了歹心了。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家老爷们拎着刀过来了，一刀把他给捅了。这还怕犯事，把尸首扔井。到这儿，整个这个链条完整。所以听我这节目听了今天听2天的朋友，您得明白这经过是怎么回事。这和尚寻花问柳的，跟金箍勾搭到一块儿了。正巧这玉姑私奔到他家里来，然后他爹张百万为了悔婚追到他家，误打误撞的把这箱子抬走，把这和尚弄回来了。弄回来想让他扮成死尸，穿上凤冠霞帔，来对这个姚思孝有个交代。哪想到这和尚没真死，醒了之后跑在街上，跑到莫老师家，凤冠霞帔留着，换上莫老师衣服，要往孙庙回去。回去路上，井台那见着一妇女，心生歹意，被人家老爷们一个屠户一刀给捅死，怕出事，把尸首扔井。整个这个事儿到这儿，他圆满的把这案子给破了。那不用说，莫老师、曹文煌2个人无罪释放。曹文煌、张玉姑有太原知府主婚，2个人结婚，风光完婚。嫌贫爱富的张百万，还有生活作风不正派的金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然后张百万的家产罚1半。所以这个事到这儿，曲折离奇的太原奇案总算真相大白。昨天呢，咱们给大家讲了晚清4大奇案里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今天呢，咱们讲另一个奇案，张文祥刺杀马新贻。马新贻是谁呢？大清的2江总督。这2江总督有托尔考虑，大清总共有9位封疆大吏，2江总督管的是什么？是江西、安徽、江苏3个省的军政大权，都是这2江。你这官儿得有多大？这么大一个官儿，当时被一个叫张文祥的人就给刺杀了，给弄死了。所以这个事儿的影响非常深远。你看杨乃武跟小白菜这个案子，不论它影响多大，它毕竟是民间普通一个案子，而且最后呢还水落石出了。今天我要讲这张文祥刺杀马新贻这案子，最后稀里糊涂没有结论，而且这个事儿最终造成的影响呢，改变了晚期大清的政治格局，有这么大的影响。你看咱们有的朋友知道，陈可辛导演2007年拍了一个《投名状》，里边那个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这《投名状》。《投名状》这个故事就是按照张文祥刺杀马新贻
这个奇案当中可能的一种版本来拍的。所以这个事情对今天的影视圈来说都有影响。在1870年8月22号这天，两江总督马新贻到江宁靶场去视察去，就现在咱们南京的江宁区，在那儿有一个军事训练基地，马新贻到那儿视察，视察完了之后，下午回来要返回自己的官邸，就回到自个儿办公室，来到这个官府后门，甩蹬离鞍下马，要往进走的时候，有老百姓在旁边看呢，离挺远看，哎呦，总督回来了。突然间，在人群当中冲出来一个中年男子，高喊冤枉啊，就奔马新贻来了。这个拦轿喊冤的事儿啊，在过去挺常见，谁不觉得这多奇怪的事儿？老百姓有冤情了，找更大的官祈求青天大老爷给解决问题，很常见。所以马新贻也没当回事。正常来讲呢，来到马新贻身前不远的地方，他扑通跪下，要么直磕头，要么呈上状子。可是这个中年男子跑到离马新贻身边不远的时候，不仅没减速跪下，反而急速的往上冲。马新贻都没注意这个事儿，这平常常见了，接着往前走的。这个中年男子从这个自己的腰间拔出一把刀来，这么长的匕首吧，大约一下捅到马新贻的右肋条里头，说白了就肺心脏连到一块儿，这一刀捅进去，马新贻当场是倒在地上。杀完人了，这个刺客没走，他原地站着不动，那马上上来把他马肩头拢二背给捆起来了。这个刺客就叫张文祥，他杀了马新贻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叨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脑袋掉了碗大了疤，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你看，还这套江湖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张文祥为什么要刺杀马新贻？由于大清一直把这个当做机密，也不给解密，所以民间纷纷猜测，就猜测出无穷的版本。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我们看到的《投名状》里边，包括电视连续剧《刺马》里边这个版本，叫什么？叫为报杀兄夺嫂之仇。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得把这个倒一倒。马新贻一开始啊，就说当这个官之前，他起家的时候靠什么起家呢？办团练。什么叫办团练？太平天国当时叫长毛起义，当时大清朝军饷也不够，军队实力也不行，那八旗子弟到那会儿听了战场，这武功都慌了，所以治不了太平天国怎么办？就得让这个汉人自己组织地主武装来打太平天国。就是它既不是国家正规武装，也有别于地方的一些治安措施，团练就等于是有点类似民兵。当时马新贻在合肥办团练之后呢，并没直接剿太平天国，先跟捻军干上了。捻军里头有2个小头领，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张文祥。结果这个马新贻带兵也不怎么样，被打得大败亏空，连自个儿也搭进去了，成了俘虏了。成了俘虏之后，张文祥和曹二虎没有杀这个马新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你都说农民起义，这是个很复杂的事儿，里边的人呢各怀心腹事。张文祥这些人呢，也不是说坚定的要跟朝廷对抗到底，活不下去了，我们笑聚山林。要真把这个马新贻这样的官给杀了，他们也怕和朝廷结怨太深。所以张文祥当时想呢，别人杀也就杀了，这官咱给他放回去，就要放他走。马新贻他不走，马新贻说：“你没杀我，我得谢你不杀之恩，我得留下来报答报答你。”张文祥一听乐了，你想报答我们哥俩什么呀？行，先把你留下吧。马新贻为什么不愿意回去？他吃了败仗，回去朝廷也得治罪，他有可能丢了命，所以在这我先保住命再走，在土匪窝里就这么待下了。时间长了，马新贻哪是久居人下的人，他就不断的劝曹二虎、张文祥：“你俩这样没啥出息。你说提心吊胆的占山为王，一天靠打劫过日子，这多是没保障啊！你要归顺朝廷，杀人放火受招安呐。
归顺朝廷，朝廷给你房子，给你地，给你娶媳妇儿，你将来封妻荫子，多好啊！我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说这词儿听这么熟，对，宋江怎么劝武松他们，怎么劝兄弟们招安，不就这套词儿吗？说时间长了，这张文祥一琢磨，可也是啊，你说咱们遭这个罪，要归顺朝廷了，名正言顺了，不挺好吗？就这么的，张文祥跟曹二虎俩人商量，说这个马新贻读过书，很有见识，咱们哥俩大字不识一个。他说的真挺好，我琢磨也是。你说咱要吃皇粮，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比当土匪不强多了。这哥俩一商量，决定按马新贻这么办。然后马新贻说：“那咱们一块儿同甘苦，共患难。”仨人就拜了把兄弟了。一序长幼，马新贻老大，曹二虎老二，张文祥老三。就这么着，三人结拜以后，拧成一股绳，带着这伙起义军，也可以说土匪，出山，开始打太平天国。这帮人能征惯战，曹二虎、张文祥下面不要命啊，一些亡命徒还真就立了不少功劳。你看《投名状》里边写，就是这个庞青云带一伙人，最后困苏州，那是打太平天国最惨烈的一战。立功之后，这功劳一天天大起来，官累累往上升。这时候马新贻和这两位就不一样了，为啥呢？他阶级不是一个阶级。曹二虎、张文祥出身草莽，马新贻本身就是从统治阶层分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马新贻跟这俩兄弟不是一条心了，就不把他们当成兄弟，当成自个儿的下属。不是一条心，你要相安无事也可以，偏偏还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呢？马新贻看上曹二虎的媳妇儿，两个人有了奸情，这可不得了，通马风波了。有那么句话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把自个儿老婆抢走了，这就跟杀我爹一样，那能了得吗？你再说讲朋友妻不可欺，马新贻干了这等事情，他心里明白，这要让曹二虎知道，非跟自个儿拼命不可。你等于把我爹宰了，那能受得了？所以马新贻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动了歹心了，就把曹二虎骗出来了，在一个地方把他给暗杀了。这个在《投名状》这电影里边有一段很长的描述，就讲怎么把这兄弟弄出来给杀了，这等于灭了口了。可是这个事儿别人无所谓，张文祥不干。你干嘛呀？张文祥一调查知道这事儿了，哦，你把我二哥杀了，把我二嫂占了，杀兄妻嫂，这哪受得了？所以张文祥一咬牙，我非为我哥哥报仇，这才有我们后来说的张文祥死亡。哎，他是为他的二哥报仇，为他这二哥的老婆让马新贻夺下来，为这个耻辱他要雪耻，等于两个事合在一块儿，所以才有张文祥死亡。你听这版本是不是好像很近情理，很合乎情义，江湖弟兄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最不靠谱的。他为什么民间传说？你看说来说去，弄出这个版本流传最广的。这个民间传说呀，其实是一种口头文学的艺术加工，跟我们现在写个剧本写本小说差不多。那么写剧本、写小说要什么？有3点很重要。第一个，有女人，有女人最好三角恋，这是招人看呢。人一听有女人，爱去喜欢看，戏不够感情凑，这是。第二个，你这有爱恨情仇，兄弟为了女人如何反目，有爱有恨，有情有仇，有爱恨情仇才有此起彼伏。文思看山不喜平，这玩意儿有意思。但这里有爱恨情仇。那第三个更重要，它得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咱们的审美需求是什么？好人经常遭罪，但是一定得让坏人恶有恶报。所以这里头张文祥最后也死了，曹二虎也死了，但不能便宜了马新贻这混蛋，他也被刺死了。所以好人可以遭罪，坏人必须恶有恶报，这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所以有这么3条加一块，这个版本才流传甚广。这版本合不合理？我刚才说最不靠谱。为什么呢？你听我给你分析啊。张文祥刺马
如果事先有这样波澜起伏的这个恩爱情仇的话，你想想，这马新贻回到两江总督府官邸的时候，张文祥冲过来，冤枉啊！马新贻怎么可能不认识他？要认识他，他心里有鬼，第一种得有防范呢。再一个，把张文祥抓住了。张文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么琢磨，假如说他抓住他知道我把你杀了，我也离死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替我哥哥报仇，你对我来说杀兄屠嫂，这么大仇恨，而且我是正义的一方啊！你干这些下三滥缺德的事儿，我为了报仇，我是正义一方，我把你杀了，我说得出去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死都死了，我还在乎这个吗？而且这是扬名好事，而且这个传出去了，你马新贻遗臭万年，这不也随了刺客的心愿了？为什么到这时候他还不说，反而整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是干嘛呢？这说明张文祥打死也不能说真相，说明他是一个必须守口如瓶的刺客，也就意味着刺杀马新贻这事背后有着更大的文章。什么文章呢？经后人梳理，发现这里头的诸多问题，就是马新贻之死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这个政治阴谋和谁有关呢？曾国藩。马新贻接替谁当两江总督？接替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那么70年马新贻被刺死之后，替他两江总督呢，又把曾国藩派回来。说这就能证明什么吗？能证明。我们前面说曾国藩团练，最后形成淮军湘军。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大清朝军功最重，从康熙年间到这都是赏赐最为丰厚。所以镇压完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这势力大了去了，江南半壁都是他的，他的亲信遍及整个江南。这些湘军不打仗了，这都是非常骁勇之人，有不少都是属于鲁莽之辈，一不打仗闲不下来呀。又让他们当官，在江南他们一方面是祸害百姓，不安生，土匪当官；另外一方面呢，慈禧老佛爷也琢磨，你曾国藩拥有这么多兵，这对大清是很大威胁。你说你在江南拥兵自重，你一起来，你湘军比大清朝军队都厉害，我怎么收拾你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功高震主。你看这个《投名状》里边，李连杰演的庞青云就说到这个嘛，自个儿一功劳大了，上头猜忌他。其实这种状况等于是电影里头把曾国藩身上的压力挪到了这个庞青云身上。当时曾国藩就面临这样的压力，所以曾国藩当时为表忠心，大清朝把他调回直隶当总督，其实是削弱他对江南的控制权力，等于调虎离山。曾国藩忠心耿耿，我不在乎流言蜚语，我去到直隶当总督了。马新贻接上来，可接上来归接上来，这里还有矛盾。两江一带的这些个地方势力不怎么听马新贻，他们还是听老上司曾国藩。所以这时候大清朝也不放心，让马新贻去是去了，还肩负另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这说起来更加扑朔迷离。马新贻是调查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去，说这怎么回事呢？你那么想，太平天国起义那些年，能不有点家底儿吗？啊，把南京当成天津，洪秀全自立为帝，肯定有家底儿。可是曾国藩的湘军1864年攻陷南京，拿下之后，太平天国的家底儿在哪儿呢？朝廷就问，把那个他们宝藏都弄北京来，这正好大清开支紧张了，缓解一下财政。曾国藩上奏，我什么没看见，可能一把火都烧没了吧？哎呦，把大清皇帝气坏了，这什么话这是？是不是你曾国藩把它藏起来了？其实我们回头看曾国藩这个人为人，他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他既没有反心，他要这么多钱干嘛？人到那个位置还贪什么财？
可是大清皇帝和慈禧老佛爷不这么想，认为这有可能曾国藩给自个儿攒钱，别最后弄成军饷要反朝廷。所以就在马新贻上任之后，把他召回北京。慈禧太后在养心殿里跟马新贻有一段密谋。后来据说马新贻出了养心殿，人都要虚脱了，浑身都是汗。干嘛呢？老佛爷交代，你要这么到江南给我查一下。当时他把这么大一笔宝藏搁哪儿了？因为他不可能运回北京，也不可能运回湖南老家，你给我在背后抄曾国藩的后路。你琢磨琢磨，马新贻心情得多紧张。来到两江臧董督，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过去曾国藩的部下，随时这下边人一反他都没办法。而慈禧又给他这么大个任务，虽然上头跟老佛爷有勾，可是自己身处虎狼之地。所以投名状里边，庞青云说：“我这一辈子在刀尖上走，如履薄冰，我能到对岸？”他自个儿就是个棋子儿，他也明白。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你见着了吗？”这是马新贻的后人在这个刺马案子过去30多年之后说出的真相，说慈禧当初是让他来查这个。所以捋到这儿就不难发现，张文祥是何许人也，代表着曾国藩这块的既得利益，刺杀的马新贻，不让你在曾国藩地盘捣乱。说是曾国藩指使的吗？那倒不一定。到那个程度，以曾国藩，他不会具体执行到这么点的小事去指使，很有可能是曾系原来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利益不受损害出头，很有可能最高指使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九爷，他还在这个地方，他不想让自己原有打下的江山和地盘就这么拱手让给马新贻，所以张文祥作为一个刺客被他培养起来，刺杀马新贻。那背后许给张文祥很多，你家里头怎么着如何，张文祥用自己这条命来买来自己家人的荣华富贵。所以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意思，主子，我可都报答你了，我可把他弄死了，你可不能对不起我，我身后我家里这些你都给我安排。所以在这个抓他的时候，他喊出这个号子，等于是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跟自己背后主使人做了一次隔空对话。当然这个事儿刺杀马新贻之后，江南一带就乱成一团了，怎么办呢？这地方也不能就这么任由乱下去。而且这个曾国藩那时候表现的，清廷有很多人就说朝廷不信任的曾国藩呢，真有点冤枉他。就这么着呢，也是为了抚慰一下江南一带的这些地方势力，又把曾国藩派回去继任两江总督。等到曾国藩过2年，1872年、73年前后，曾国藩死了。他死了之后，朝廷这下下狠手了。短暂的过渡之后，就如同雪三番一样，对付吴三桂一样，嘁哩咔嚓裁撤湘军，把江南一带这个湘军的势力啊给压缩到一定程度了。朝廷会放心，可是这是个双刃剑，把湘军的裁撤，朝廷放心，确实大清朝东南沿海一带的布防极大的削弱，安徽、江西、福建这一带布防削弱，湘军势力下来。所以后来我们看，在19世纪末，好多列强都是从这边直接打，而大清朝的海防能力急剧下降。所以说后来刺杀马新贻之后，等于整个大清朝的政治格局都为之发生变化。所以我说晚清4大奇案里头，要论影响之大，没有比张文祥刺马这一个案子影响更大的。这4大奇案当中呢，咱不少朋友对这个张文祥刺马呀、杨岳楼冤案、太原奇案呢，可能了解不多。但是对于今天我要先说这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咱们拍过这么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很多朋友还记得当时演那个小白菜的女演员叫陶慧敏，也是在电影版《红楼梦》里头演林黛玉那个，挺漂亮。所以有不少观众当时记着这个事儿。而很多朋友了解到的杨乃武小白菜呢，
都是两个人呢没有奸情，却被江南一带的贪官屈打成招。最后幸亏是朝廷三司会审，把这案子给翻过来了。这个电视剧大致的情节啊，和历史上真实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子呢差不了太多，可是细节的地方，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文艺作品难免经过很多演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历史上真实的杨乃武小白菜这个奇案给大伙说说。它奇在哪儿呢？得先说呀，这个案子发案的地方在杭州余杭县。那么在余杭县里边有这么一户人家，小门小户，两口子，男的呢叫葛品莲，给人家豆腐店里打工，就是个普通底层劳动人民小伙计。他娶这媳妇儿不错，他媳妇儿名字叫毕秀姑，哎，年纪轻轻，人长得很漂亮，可有个外号叫小白菜。大伙注意，小白菜叫毕秀姑，姓毕。这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小白菜呢？因为这个毕秀姑啊，经常愿意穿白色的上衣、绿色的裤子。你看白绿是不是像白菜似的？而且人长得也水灵，就这么的，人送外号小白菜。其实也等于鲁迅笔下呢豆腐西施，她老公做豆腐的嘛，人漂亮。你注意，这人叫小白菜，说明长得水灵好看。要叫小茄子、小黄瓜、小豆芽，那就好看不了哪儿去了。正是因为这小白菜好看，才引发了后来这些连环套的奇案。咱们再把话说回来，这葛品莲在豆腐店给人打工，有这么一天呢，他干活的过程当中觉得胸闷的厉害，不舒服，就跟东家请假，我回家。回到家以后啊，还大发了，哎，闷的厉害，都有时候都要昏过去了，这怎么办呢？赶紧请大夫，大夫来把脉，刷刷点点，开个方子抓药，把这药抓回来呢，煎好了喝下去。哎，这药的效果很明显，怎么明显呢？一个晚上之后就死了。那这也叫明显，这不知道是这病厉害，还是这药不对症。把第二天早晨再一摸，这人就凉，死了。这个事家里头都乱了，这个尸体在这放着好好的，第二天人再打开这白单再看这个尸体的时候，发现这个死了的葛品莲居然口鼻出血。你这就奇怪了，人死了照理说咱叫一了百了，身体机能基本都停止了，怎么还能流血呢？哎，他干妈许氏啊，见多识广，说我可听说了，这个人要是中毒死的，七窍流血，这难道我干儿子葛品莲是中毒死的？是有人给他下了药不成吗？谁给下的呢？人家大夫不能干这事儿啊！想来想去，从他有病一直到死这过程，只有他老婆小白菜毕秀姑在床前。这不用问呢，要下毒也是这个武帝的儿媳给下的。所以当时这许氏就决定告官。小白菜当然也那得告官呢，这我不白之冤，我没干这事，我怎么谋杀亲夫呢？哎，就这么着，到这个余杭县，县太爷那儿击鼓鸣冤。这个县太爷呢，都70了，叫刘希同，人老头一听这事儿呢，你别看岁数大，挺勤快，我看看去，我看看去，干看去。带着身边人就来了，带了2个人。首先呢，他得带一个仵作。什么叫仵作呢？是咱们现在说法医。这法医叫沈祥，他带着。同时他又带着个随从，这随从小伙子20多岁，叫沈彩全，挺机灵。过去断是不是毒死的？怎么断？有根银针插到死者的这个哽嗓咽喉里，隔一会儿再拔出来。如果这个银针黑了，那说明是毒死的。说这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有，因为这个银针呢，碰上硫化物，就咱现代化学说什么二氧化硫之类的，它会发黑。过去毒死人大多数时候用的是砒霜啊、鹤顶红之类的，这类东西里头它有一定的化学成分，有硫在里边，所以碰到银针
银针发黑，这个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当时的仵作就根据这个来断是不是中毒死的。所以这仵作沈祥呢，把银针拿出来，插到梗嗓咽，一会儿查一看，这个黑了。可是黑是黑了，这个沈祥心里头啊有点疑问，什么疑问？如果是砒霜中毒死，咱们叫七窍流血。七窍是哪七窍呢？俩鼻子孔，俩眼睛，这4个，一个嘴5个，俩耳朵7个眼，这为七窍。七窍流血应该是你把他眼皮打开，眼睛里也出血，耳朵里头也有血，这是砒霜死的正常症状。怎么只有口鼻流血，那几窍没流血呢？他怀疑这不像是砒霜中毒死的，不定什么原因。可是这银针呢也是黑的，他这个时候呢，沈祥就打算再验2次，怎么验呢？得搁皂角水，就咱们现在说胰子，反复的洗这银针。如果洗不掉这黑色，这说明真是中毒。他准备着皂角水，准备再验一遍呢。可这时候出了个人捣乱，谁捣乱呢？就刚才我们说带那个家丁沈彩泉的小伙子，也到这个葛品莲这尸首这儿验了一下。你看这个黑了，确实黑了，这肯定砒霜中毒。这沈祥心里不乐意，意思你个业余的，你跟我专业干什么？你抢我饭碗的。这沈祥说：“哎呀，你说的不对，这不见得是砒霜弄死的。”沈彩泉怎么不是？老爷，你看断案多少年，这怎么不是砒霜弄死的？俩人就为这事吵起来了，10个不服8个不忿的。结果这一吵啊，这沈祥呢就忘了这茬了，忘了用这个皂角水清洗银针，再试试。俩人正这样抬杠呢，这大老爷听他俩抬杠也来气，刘老爷听是都给我带回去。连着葛品莲的尸首，带着这许氏，带着小白菜，全回到衙门了。回到衙门，这个刘老爷就没再问法医这个事儿，为什么呢？他心里早就有谱了，因为他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一个县城里住着这么小个范围，低头不见抬头见，张一长李一短，仨蛤蟆5个眼，有事儿啊都能传到别人耳朵里。这个刘老爷前些天就听说一个事儿，说这个呀小白菜长得漂亮，全县都知道啊。说这小白菜跟当地一个举人杨乃武老爷俩人好像有奸情。哎，这刘老爷刚听说他俩人可能有奸情，哎，小白菜的本主亲夫死了，所以这个刘喜同老爷先入为主，就想这个事儿啊，准是这小白菜跟杨乃武通奸，二人恋奸情热，本主从中阻拦。那好，那我对不起，我得把你弄死。这就像咱说那个武大郎喝药，吃也是死，不喝也得死一样。所以这刘希同在心里边已经先入为主，甭管别的，把小白菜叫上来，你说是不是你谋杀亲夫？小白菜我没干这事儿，大老爷我冤呐。冤不行，你既然不肯招，来给我上刑。那么说这杨乃武是何许人也呢？咱得说一嘴，这杨乃武啊是小白菜他们家的房东。杨乃武在当地呢有势力，考上了举人，那举人不得了了，当时就举人叫天子门生，比秀才他们高一大格嘛。在当地有点钱有势力，家里有好多房子，占着房子躺着地，就有这么一间房空着，租给了葛品莲、毕秀姑，就小白菜他们2口子，你们住着。这葛品莲呢出去给豆腐店打工，小白菜在家呢干嘛呢？正好闲着也闲着，自个儿家这点事干完了呢，就帮着杨乃武家呀拾掇院子呀，洗衣服什么的。杨乃武呢有个老婆，家里头那个过得也挺和气挺好，也把这小白菜呢当成自个儿家人。哎，这丫头不仅长得漂亮，人也挺好，有时候也不大避讳，长一口短一口的，吃个饭了就叫小白菜过来，一家在一个桌上吃。有时候杨乃武他有文化，举人呢还教小白菜，认个字啊，读个经世子集什么的。这一来二去呢，外头就有了闲话了。有人说这杨乃武跟小白菜俩人眉来眼去，没想到过一阵呢，杨乃武那老婆死了。虽然死了之后呢，杨乃武又续弦，又娶了一房。
可这事儿有些长舌妇就嚼舌头了，哎，他老婆不怎么死的。所以这个风言风语啊，在余杭县早就传开了。这个刘锡同大老爷听的就这些事儿，所以他心里他认为准这么回事儿，赶紧把杨乃武给我叫来。说叫来不怕他不招啊，不承认上刑吗？对杨乃武给我诱刑。杨乃武受不了了，也屈打成招。成招是成招了，你这得有个准确的证据链啊！哎，你说你这个谋杀亲夫，葛品莲死了，什么毒死的？砒霜，砒霜哪儿来的？得问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案子在余杭县又交到上头复审，交到杭州知府陈鲁这块。这陈鲁这刚才我们说了，本身他呢是个武官出身，这个武官看读书人有时候就来气，酸文假诉的一天怎么的？一看怎么下边问出口供来了，那得接着追啊！这证据链不完整啊，接着对杨乃武用刑。你说砒霜怎么来的？杨乃武没办法，胡说八道啊！我这个我到杭州办事儿，然后回余杭，半道上呢经过个小镇子仓前镇，仓前镇上呢我有个朋友开个药店叫爱仁堂药店，我从他那拿的。你朋友谁呀？那个店的老板叫钱宝生啊。好，都记下来，都记下来。然后打发人把这钱宝生叫来，重要的证人来到仓前镇爱仁堂药店，刘锡同大老爷自己亲自来的，找到这个钱宝生，说你跟这个杨乃武认识吗？啊，认识。你卖给他砒霜了吗？啊，我这哪有砒霜？我从来不卖那玩意儿。怎么着？你没卖过砒霜，没卖给杨乃武砒霜，那可不行。你没卖过他砒霜的砒霜哪儿来的？他真没得到这个，我成冤枉他了，那可不行，我可没冤枉他，你必须得卖，你必须给我卖给杨乃武砒霜。这么一弄，这钱路明也没办法，刘锡同大老爷是威逼利诱，把他给带回来了。这钱路明也没扛住，行，我什么时候卖了几两砒霜给他，收了多少钱，反正胡说八道，最后换押，这等于做了伪证。咱们有的朋友知道杨乃武小白菜案子一审3年半，这钱路明就在这里待了3年半，后来还死到这里头了，这也算是一个做伪证的下场，他没扛得住。就这么着，这一下子证据链都完整了，你甭管是屈打成招啊，冤假错案的，做伪证啊，反正把这证据链凑齐了，杭州知府这就批了。怎么批的呢？小白菜谋杀亲夫，罪无可恕，判凌迟处死。杨乃武通奸也属合谋，判秋后问斩。说这个杀人，说咱们总听说一判谁死刑秋后问斩，怎么个秋后呢？中国古人很迷信，春夏秋冬，春万物生长，夏万物茂盛达到顶峰，秋天天气肃杀，一切归于沉寂，这个时候是万物生命萧条的时候，所以说杀人这样的事儿应该搁到秋天，所以咱们一听都秋后问斩嘛，把他俩判秋天这时候再杀掉。那这凌迟就更惨，凌迟是什么？就活剐。凌迟一般大清时候判108刀，也有的叫千刀万剐的，1000多刀。你想那不活受罪吗？所以你想想，判小白菜凌迟，这够惨的了。杨乃武秋后问斩，关键2个人是冤枉的，结果就这么着，这案子就等着到秋天的时候再批。翻过这案子来，这里头有重要的因素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媒体介入，有人说那会儿还媒体有。上海有一家大报纸叫《申报》，英国人办的。这个《申报》当时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一块，在上海普及一些法律基本知识什么的，他做了挺大贡献。杨乃武这案子一开始，他们就介入了，就有记者过来找来报道，因为这里头呢漏洞非常多，所有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带来的，后边的证据链条并不完整，硬给捏合到一块儿。所以《申报》花了挺大力气报道这案子，这案子一下子，那杭州离上海多近，迅速之间在江南一带就传开了。就我们现在说，这个媒体介入把影响弄大了。
这一弄大了，就有更多人关注，朝廷就有些人呢对这个事儿议论纷纷。上边知道不行，民不举，官不究，底下有人不断折腾。谁折腾？杨乃武的姐姐和杨乃武续弦这老婆。那会儿啊，女人不能直接上来告你。一开始用什么方式？他续弦这老婆抱着杨乃武的儿子，你看儿子替父亲鸣冤吗？但是他自个儿来不了，小啊，我得抱着他，这叫报告，在底下喊冤。但是当时地方是起了点波澜，没惊动上边。真正惊动上边，杨乃武他姐姐杨居贞。杨居贞不死心，一而再再而三，我一定要替我弟弟翻案，我弟弟不能这么就死了。后来杨乃武在监狱里都放弃希望，算了，我死了得了，我也不告了，翻不了案。杨居贞劝他不要放弃信心，给他把纸头带进来，笔带进来，一样写状，姐姐替你告你。说屋里也没有桌子，我怎么写呀？杨居贞趴到这个地上，你就在姐姐背上写吧。就这么着，杨乃武写了状子，杨居贞托人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告。就这么几件事机缘巧合凑到一块儿，朝廷总有议论这个。慈禧老佛爷一听这事儿，想必是有冤情啊，发回重审，重审一次维持原判，再发回重审，再维持原判，过一阵又不消停，再维持原判。说这期间杨乃武小白菜不得被处死。哎，这个秋后问斩就有这好处，你得等到秋天了要斩你的时候，这案子重审了，即使审完维持原判，也得等到第二年秋天。所以就这么一拖再拖，拖了3年半。说怎么7次发回重审还是维持原判呢？有这么大疑点。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浙江省啊，就杭州、余杭这些人，当官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说我判了这个人死刑，到你这给推翻了，面子上不好看，官官相护，所以也没人愿意顶着雷当着冤大头得罪这人，所以每回都是维持原判。最后慈禧老佛爷怒了，这么个破案子，江南一带这些官员这都什么水平？算了，弄到北京来审了。三司会审，小小的一个民女一个举人能弄这么大动静，这以前没有。所以为啥说这案子是奇案呢？这三司会审有个最要紧的，得从证据链这弄啊。说你说买砒霜，他下边可喊冤，说那钱路明也不叫钱宝生，人也没卖个砒霜，来把这个重要的证人给我提过来。结果刘锡同一说，把上面这个大理寺的正主给气的。刘锡同说什么？对不起，他来不了了。怎么？他死监狱里了，关3年半，他有病，在监狱里死了。你说这么重要的证人没了，那只剩下一个证据了，什么？葛品莲的尸体。那个时候那尸体没有什么福尔马林泡着，也没有什么冷冻的，其实早都烂了，就剩下一副骨头了。那好，那也得拿来装棺材里头，800里加急一战，往北京来。每到一处加封条，谁也不能动，因为证据你不能碰啊，你谁给改了怎么办呢？弄到北京来，请最高级别的法医仵作来给看，据说请的是老外。这老外一检查，烂的都剩骨头了，怎么办呢？说要是砒霜中毒而死，他骨头发黑，浑身上下检查每个地方的骨头都没有发黑，说明这个不是中毒死的。这法医也有很深厚的医学功底，他讲他口鼻流血呀，是身体有隐疾，刺激的肠胃这块呢，在死了之后呢，这个血液存到这儿淤出来了，否则的话要中毒死，这个耳朵眼睛它也得有血。所以最终得出结论，这个葛品莲呢是热症，就搁我们现在来说，类似肺结核啊，什么这个肾小球出血，类似这个病，所以得了疾病死了，再加上制的那药不对症，所以这么一来，杨乃武小白菜沉冤得雪。你这3年半大狱做的，这2个人也是饱经沧桑。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过去也算是杨乃武小白菜沉冤得雪。后来这杨乃武呢，案子审完以后回到家了，也没功名了，怎么办呢？这个申报算是他救命恩人呢，杨乃武也能写点字写个文章，就到申报干去。可现在说就是编辑或者专栏作家干这个，一直活到73岁才死。小白菜呢无依无靠了，
娘家也没人了，没办法出家为尼，到1930年才圆寂。那时候《申报》还给他做了报道呢，也活了70多岁。所以这个案子今天我给大伙说完了，你看跟你看到的电视剧里头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案子奇，我刚才说奇就奇在第一，错漏百出，证词什么的都有漏洞，可是居然能定罪，这是第一奇。第二奇在于什么呢？居然能惊动到北京，一直到3堂会审，7次发回重审，还都维持原判，最后居然翻过来了。所以这2起就决定了，在民国年间这个案子在全国范围引起的轰动非常大。那时候通信虽然不发达，可是举国上下几乎尽人皆知，所以咱们90年代才拍了这杨乃武小白菜，因为这个故事流传的实在是范围太广了。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这个系列给大家说的都是民国奇案，那么这些案子里边涉及到的人物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那么咱们今天说这案子不是大人物的事儿，就是普普通通百姓身上发生的事儿。那么虽然这是小老百姓身上的事儿，可是这个案子呢，引发了对于民间疾苦啊、家庭婚姻的一些思考，很发人深省。这个案子当年在上海滩也是轰动一时的一个大案。它是1945年3月20号，在上海酱园弄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命案。这个命案的死者死得非常惨，被大卸八块分尸了。死者名字叫詹云影，是一个典当行的打工的。谁杀的他呢？他老婆詹太太。你想一个女人杀自己的丈夫，大卸八块，这得多残忍！很多人说这比潘金莲还狠，赶紧把他缉拿归案，重重惩处。警察来了，没费什么劲儿，发案过程很顺利，就把这詹太太给抓起来。为什么顺利呢？进到屋里来，这多老远都能闻到血腥气。大卸八块之后，把那尸首都装箱子里边了，屋里都是血。可是奇怪的是呢，这个杀人凶手詹太太该干嘛干嘛。杀完人之后呢，简单打扫屋子，吃点饭，坐那儿干嘛？洗衣服呢，跟没事人似的。就平常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警察来了，一点劲儿也没费，把他抓起来带走了。问他你为什么杀人呢？是人是我杀的。说为什么杀？我就想杀他，怎么地吧？你看，简单直接干脆。那么这时候警察就纳闷了，说但凡是杀了人的人，要么就赶紧跑了，要么呢就赶紧销毁证据啊，这找什么证明自己不在现场的一些，反正得百般掩饰。咱们看电视里的破案片不都这么回事吗？那罪犯都这么干。可是这詹太太呢，根本就没跑，跟平常一样。然后是人我杀，你怎么着吧？说到这儿，有的人说知道了，精神病、精神分裂。警察也是这么想的。警察当时就找来法医和精神科医生给鉴定，说这詹太太是不是有病。一测试，人家得出结论，该女子神经完全正常，有独立的民事行为和刑事行为能力，根本就不是精神病。那不是精神病怎么回事呢？看这个女人啊，哟，看着脸上还有伤，说这是不是杀人时候打斗的痕迹？再一看还像是旧伤，那这可是怎么回事？是搞不清楚了。就问他你杀你丈夫干嘛呀？他也不说，你怎么问我也不知道，不吱声。这警察这边就琢磨着，不行就刑讯逼供吧。那边有人已经在邻居那儿调查线索，正准备要刑讯逼供的时候，警察回来说：“长官，我打听了个信儿，就是这附近他们有个人姓贺，名字叫贺贤惠，长得挺难看，一脸大麻子，外号贺大麻子。打出了这事以后就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了。
哎呀，此人有重大嫌疑啊！有人说他跟这个詹太太俩人有奸情。当时警察判断是这也不大现实，怎么呢？因为警察想到这个奸生人命，赌生贼，但凡是这种谋杀亲夫的事儿，基本都跟奸情有关。可你看这个詹太太呢，长得小眼睛、大饼子脸，哎呦，连个一般人都够不上，难看。说这哪个男的要为了他谋杀，跟他合伙杀自个儿丈夫，这本下的也太大了。警察开始就怀疑杀她丈夫詹云颖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干的，恐怕有协谋同谋的。说这哪男的要是为了这样的女人就是哎呀杀人，这可能这男的也精神病。所以这警察一开始呢没往那想，这回有人告诉说有个贺贤惠，外号贺大麻子，这2天没了。说邻里说他跟这詹太太有奸情，哎呀，重要线索，赶紧抓人。海府文书下来缉拿，还没2天，真把这贺大麻子抓住，抓住就突击审讯了。你怎么回事？你俩有奸情什么的？这贺大麻子挺痛苦，一五一十都说了，书筒道道的。说长官是那么回事，我这不跟他住邻居吗？这詹太太家经济条件不好，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的，出来跟邻居借钱，都没人愿意借他，直到借完了不定后天马上能还呢。我呢挺同情他，我就借给他钱。警察说你真是同情他吗？就开始是同情啊，后来时间长了跟詹太太往来，俩就好上了。你看这可能是时间长日久生情，再一个借人钱总还不上，不行，搁现在时髦词说肉偿吧，就这么着，他俩就好上。说既然你承认这个奸情了，那好，杀人的事你是不是合谋？那詹太太一个弱女子，詹云颖5大3粗的，能是他自个儿杀的吗？必是你跟他合伙谋杀亲夫。哎呦，这贺大妈不承认，赌咒发誓打自个儿嘴巴的。哎呀，这长官不是我，真不是我呀，我跟他这奸情纯属逢场作戏呀，我心里头也没再瞧得起他，我怎么能为他杀人呢？你不为他杀人，出了事你跑干嘛？哎呀，这跳进黄河洗不清啊！他出事了，你说都知道我跟他有事，哎呀呀呀呀，我不跑怎么办？警察一听可也在理儿，再一审呢，发现这贺大麻子呢出事当天工厂里头加班，他是个工人，全工厂人都能证明他晚上在加班，没他事儿。他没他事儿，你不能马上就放啊，先收拾去，收拾去，收拾去，完了再说，关起来，这不这线索就断了吗？警察一看，再审詹太太吧，既然人是你杀的，好，给我上大刑，刑讯逼供。这詹太太受刑不过呢，又供出个人，说不是我一人杀的，我有同谋。谁同谋呢？也是跟我好的。说谁呀？叫何宝。警察一听这有谱，一听何宝玉，宝玉一听就搞男女关系这。一调查呢，这个何宝玉呢，跟这个詹云颖原先在一块待过，算不错的朋友。宁波人，都管他叫小宁波。这个人能说会道的，马上把他抓来吧，把这何宝玉抓来了。一审詹太太交代的跟何宝玉对不上，詹太太说什么呢？何宝玉跟他有奸情。那天呢，他跟何宝玉商量怎么杀了詹云颖，让何宝玉先拉詹云颖喝酒，两个人都朋友不疑有他，喝醉了回来拿出刀来，康嚓就一刀。詹太太交代了，詹云颖躺床上，他半夜起来把菜刀拿出来啊，这时候睡得跟死猪似的，喝多了，一刀下去，吭也没吭，人就毙命了。不解恨，咔咔又砍，怎么的？说这是何宝玉跟他商量好的。再一问何宝玉，何宝玉不承认，说警察大人冤枉死我了，说我跟他喝酒是喝酒了，别的事啥也没有，我确实跟詹云颖喝酒了那天，可是我跟这詹太太就是认识，绝对没事。这你看看他那模样，他那长相，我可不是没姘头没情人啊，
跟我好的女人多了，个个如花似玉，像她那模样我能相中吗？没的事儿，这是。就是那天跟他喝酒，这不假了。你说我们俩密谋，哎呀，这个女人冤枉死我了，我愿和她当面对质。等到警察把他们叫一块一对质，再请些预审方面专家再看，何宝玉不想撒谎，而詹太太说这个太牵强，合不上辙。当时这些预审专家凑一块，就说这里有不合理的地方，说别人分尸，假如真是何宝玉俩人合谋，或者跟那喝大麻子合谋，分尸是为什么？更方便处理尸体，扔哪儿去埋了都方便，比埋整个人不方便多了。照理说分完尸体应该处理，没处理，搁在现场，他跟没事人似的。而且这詹太太呢，要是因为奸情跟谁好了谋杀媳妇，他得有几分愧疚之色呀，这不是啥好事，丢人的事。你看他神色坦然，好像杀了人解脱了似的，就我杀了怎么着？所以这里必有一团，不像是因为奸情杀人。就这么的把这几个排除了，就提出你看他脸上的伤，找女法警过来验验他全身，结果除了刑讯逼供的心伤以外，哎呦，遍体密密麻麻的一些伤痕，有的是什么呢？一看是用脚踹的，都踹青了；有的是搁什么玩意儿打的，一条一条血领子都。说这伤怎么来的呢？给我再审。这詹太太这几回一折腾，詹太太说大实话，说我告诉你们吧，没有人帮我杀人，就我杀的。确实他晚上喝点酒睡着了，我个菜刀把他砍死了。说为什么要砍死他呢？詹太太说他总打我，我受不了了，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连着后来杀人这事一五一十说出来。怎么回事呢？这个詹太太身世很可怜，自小父母双亡，9岁那年被人卖到上海当丫头，后来在东家的主持之下呢，把她就嫁给了这个詹云影。这詹云影前面我们说在典当行打工搞鉴定，收入不低。当时这詹太太以为嫁到这个门里来，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吗？可没想到嫁过门来，才发现这个张云影外头有别的女人，跟人好。詹太太一想，只能怨自个儿命苦呗。那时候男子汉3妻4妾也有啊，这相夫教子，我老老实实的吧。詹太太就等于给詹云影是做牛做马伺候的。可没想到呢，他没盼了个好，这个詹云影还染上赌博了。我们大伙都知道，这个赌博呀，哪个男的要沾上，那是倾家荡产，没头啊。这个詹云影一赌，把家里家底都败光了，然后呢，再从外头借钱。你想这个日子怎么过？咱们影视作品里有无数有个电影叫《阿呆拜寿》吧，里边不就是有吗？这赌钱的人都没脸了，别人骂他，他也不在乎。那么这个詹云影当时已经到了没脸没皮的程度了，外边到处借钱，家里头1分钱都不往回拿，赌钱已经赌到这程度了。所以詹太太这时候没办法，你向人借，谁借你啊？你也没偿还能力，自个儿到外边找工作，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到个沙场打工，挣点工钱，勉强能供上自个儿吃喝。要真让丈夫看见，这点钱都得拿走。不光这样，他在沙场打工得值夜班啊。这詹云影怀疑自个儿老婆呀有外遇啊，你天天这么晚回，是不是跟哪个男的好上了？这一怀疑，再喝点酒，外头赌钱再一输，开始对自个儿老婆动手打。你看咱们有的朋友都了解，这个打老婆的男的基本都是窝囊废型，在外边吃点亏遭点罪憋屈，回家拿老婆撒气。还有的纯属于心理上有病，就本来这老婆好挺好的，他总怀疑跟谁好。你看那是冯远征没停演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那不就家庭暴力典型吗？总怀疑疑神疑鬼，自个儿老婆跟人好。你说你不给老婆吃，不给老婆喝，老婆自个儿打工，你怀疑外边跟人好，这都心里有毛病。就那么的，这个詹云影对这个太太是拳打脚踢，打的那个惨，今天打一半，明天想起来还打，一抬手就一嘴巴。所以这么打下去，詹太太受不了，那这不等于人间地狱吗？活遭罪，这家庭暴力这是。当然那会儿没家庭暴力这个词儿。这家庭暴力呀，说实在，咱们有不少这个观众朋友，咱们家庭里处理，有的时候两口子急了动手，你可千万谨慎对待。你打的可不是对方，你容易打走你幸福的家庭。因为这个俩人一旦要动了手，可就真做下去。而且有一方打另一方打惯了呀，那还可持续发展，连着打的。这个詹云影对詹太太就是隔不两天一通鞭打棍锤，拳打脚踢，这么打，你说詹太太能受了吗？心里头委屈啊，性格上憋屈，家里头还经常遭这种事儿，所以詹太太痛不欲生，觉得生不如死。哎，有一天没想开，买了药喝药自杀。偏偏赶巧了，邻居到他家串门，发现了，给他救过来了，还没死了。这个人自杀呀，求死之心很坚定，可是一遍没死了的，往往就不想再死。就没死了的人，他会经过一次生死的考验之后，有的时候甚至大彻大悟。劝他的人说：“你看詹太你多傻呀，你死啥呀？你这么委屈啊！该死的是你们家那詹云影，怎么能是你呢？”哎，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詹太太一听，可不是吗？我死什么呢？我受这么大委屈，我死了。前一詹云影这王八蛋在世上活着，我死了我也得捞垫背的，该死是他，怎么能是我呢？他由死生出去，要把自个儿丈夫杀了。所以赶上那天，这个詹云影喝酒回来，好时机，半夜三更到书房拿菜刀，一刀就把自个儿杀了。杀完了不解恨透了这男人，大卸八块。杀完人之后，心里舒坦，也平静了，大仇得报，觉得这怨恨都没了。好，该怎么着怎么着，把尸体装在箱子，洗衣服洗衣服，做饭做饭，跟没事似的。所以警察来带走他心里头已经是一片平静了。就我受家庭暴力之苦这些年，终于解脱了。所以他当时也是抱着必死之心，我杀了人了吗？那么这个场景很像什么？当年呢，台湾有个作家叫李昂，写了这个一本小说叫《杀夫》。后来呢，这个小说里情节呢搬上了银幕，当时电影在台湾引起了轰动。他就写一个女子嫁给了个屠户叫陈江水，被他虐待，最后他拿着杀猪刀把自己丈夫晚上睡觉时候杀了，情节和这个是一回事。后来这个作者李昂也说，当年上海滩酱园弄这个詹太的杀夫这个案件，就是他写这个小说的原型。所以这是由家庭暴力引发的这么一次杀人案，尽管情节非常恶劣，最后判的时候，上海的法院你不管怎么的这么恶劣杀人，好，死刑啊，立即执行，剥夺公权力。可是当时在上海的报界把这案子一报道，引起了上海滩女权主义的纷纷反对，都觉得这种情况啊有情可原，被虐待生不如死。当时上海有个著名女作家叫苏青，还在报纸上写文章为杀夫者辩护，就是她杀自个儿丈夫，仇恨这么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他这么杀人是有正当原因的，为他辩护。所以这一来呢，法院迫于舆论呢，推迟了判刑的时间，说再审审再议议。其实你再怎么审，这么杀人在当时也该是死刑，按当时的法律。可是没想到，我刚才说这案子45年3月20号，
我们知道45年什么日子？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大陆光复。没过几天，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国民党重新控制上海地区，大赦天下。原来死刑的不判死刑了，原来监狱里待差不多放了。当时正赶上詹太太这案子，好，死刑不判，判15年有期徒刑，詹太太捡了条命。这得说是上海滩这些女权主义者呢，替他再重新上诉，拖延了时间，等来了这么一个时刻。等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呢，这个詹太太已经被释放了，监狱都打开了，释放了。所以这个詹太太活到什么时候？活到90年还在呢。也是在他扶助之下呢，当年这案子的来龙去脉才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路，我们才能摘清楚当年詹太太在什么情况下杀人。那么这个事情搁到我们新社会，咱们维护女权，也对于婚姻过程当中的家庭暴力，咱们一直持批判的态度。就家庭暴力有的时候是对女权，当然了，不光女的了。咱们看那个电影叫《没事偷着乐》，里边冯巩演的角色指斥李琦他妹夫，你怎么能打我妹妹呢？最后一调查，感情是他妹妹把妹夫揍了。不管谁打谁吧，家庭暴力是不被我们这社会所提倡的。刚才我们说的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就是反对家庭暴力的典型。那个冯远征由于演这么个角色，他倒不少霉，经常走道碰着一个人指着我告诉你啊，再打你媳妇别说我削你啊。你看，就说这个家庭暴力是被整个社会所唾弃。那么由于家庭暴力引发出来的一些凶杀案件，往往现在在判的过程当中也多少倾向迫于无奈的过程。你看咱们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有关亲属啊、家庭啊、邻里之间由于一些情绪化的纠纷而产生的杀人案子，应该少杀慎杀。也就是说，类似我们刚才说这个詹太这个案件，要搁到今天人性化的今天，很可能死缓无期。所以说，其实詹太的这个案件，从今天来看，依然有着积极意义，因为并不是说45年的时候有家庭暴力，在今天就完全绝迹。我们依然有不少家庭的弱势者，女人居多啊，依然受着自己配偶那另一半的一种残害。所以在今天来看，我们回顾一下詹太的这案件，依然有今天的时代意义。话说1938年9月30号，在上海福开森路18号一间密室里发生了一件凶杀案。死者呢是个年近80的老头子。那么这个案件蹊跷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死者是在一个密室。我们都知道这个密室是封闭的，那么这里边能发生凶杀案，往往作案的手段会非常高超。咱们看过什么大唐狄仁杰什么这类破案的电视剧，凡是在密室里发生的凶杀案，往往都不一般。另外一个也显示，能在密室里边，什么人有资格用密室呢？毫无疑问呢，这个人往往地位很高。第二个呢，这个人是被一把小钢斧子劈中后脑给劈死的，这也是挺独特的一种死法。第三个呢，死者死亡的时候呢，手里攥着一把宝剑，一鉴定呢，是一把仿制手段非常高超的一个明代赝品宝剑，模仿明代的宝剑，是个赝品。那么这三条呢，使这个死者的死亡过程变得扑朔迷离，很难推断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当死者这个身份一暴露，大家发现这个案子非比寻常。死的人是谁呢？名字叫做常少仪。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尤其是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对常少仪一定不会陌生。他是民国第一任总理。那么咱们要搞清这个案子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首先得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大凡政治人物啊，意外的死亡往往跟政治恩怨有关。咱们得给大伙梳理一下唐绍仪这辈子都干过哪些了不起的政治场合的一些活动。唐绍仪这个人呢，应该说天生就为政治而生。他12岁的时候，那时候大清国呢就把他送到海外留洋，他是几乎中国第一代海归。回来之后呢，没几年把他培养成外交大臣，那精通洋文嘛。那时候唐绍仪干了件挺了不起的事儿，跟这个英国人呢签了个合约。有人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咱们清代签合约基本就吃亏了，什么中英南京条约，什么中英北京条约，都吃亏的条约，丧权辱国嘛。唐绍仪是个例外，他签订这个合约是跟英国人签订，叫续丁藏印合约，有关西藏领土主权的。唐绍仪脾气很倔，外语还好，跟老外据理力争，英国人没占什么便宜，咱们西藏的领土主权在这个条约当中得到保护，维护了国家领土的权益。所以唐绍仪当时呢，也是被认为是大清的有功之臣。后来武昌起义之后呢，中华民国这个序幕拉开了，唐绍仪就跟着袁世凯了。跟着袁世凯，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头也不是真跟着袁世凯。原来唐绍仪、伍廷芳两个人就琢磨怎么样清帝退位，后来袁世凯才上来了。唐绍仪是留过洋的人，满脑袋是民主先进思想。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想干嘛，袁世凯独裁，也想当皇帝，两个人根本不是一股道上的。所以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之后呢，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其实唐绍仪不想跟他干的，觉得我跟你不是一路人。结果实际这个总理干了3个月就拉倒。后来唐绍仪弃暗投明，跟孙中山干，本来应该大有作为，可是那时候唐绍仪有个问题，这个人脾气非常不好，好得罪人，人际关系人缘极差。混来混去呢，混到中山县才当个县长，县长也没干明白。因为咱们不少朋友看过那个《让子弹飞》啊，那里头那个《让子弹飞》里头，你看那个县长不好当，黑白两道都得能平下来。所以唐绍仪后来呢，混来混去，县长也不当了，跑到上海就当退休了，我不再出现了。那么对于这段历史呢，咱们有些影视作品里有描述。你看那个《建党伟业》里边呢，就有侯勇扮演的那个唐绍仪，研究怎么让清帝退位。就唐绍仪在中国历史上呢，应该说是起过一定作用，做过一定贡献的人。那么唐绍仪呢，退下来了，等于是隐居到上海。他住在哪儿呢？开篇我们说，他死亡的地点福开森路18号，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因为这是法租界地方。上海滩有头有脸有权有势人基本都住在这儿，治安状况非常好，都一栋一栋小洋楼。这个在影视作品里也描摹过，你像《色戒》里边有关福开森路18号有描写，还有《黎明之前》里边也写到这福开森路。那么唐绍仪在这儿住呢，等于是大隐隐于市，养养花草啊，写写字画啊，过得怡然自得。但是他心里也不得劲儿，为什么呢？有不少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元老，出于这样那样的政治恩怨被暗杀。你看唐绍仪眼见着国民党当初那些元老，宋教仁，咱们看建党伟业，那不是在火车站刚要上车被暗杀了。还有像什么那个《十月围城》里边张学友演的杨衢云，那不也是吗？被人一枪打中脑袋，玩完了。所以唐绍仪知道自个儿从政的时候没少得罪人，仇家很多，所以唐绍仪呢对自己的护卫特别当回事。门口站岗，屋里更不用说，里3层外3层，一出门带10几个保镖，360度圆圈的护着他。谁进来一看要有点嫌疑，马上得盘问。那家里那岗就不用说了。所以他对自己的护卫是特别在意的，就这么在意，还是没有逃脱被暗杀，被杀了。这马上这轰动就大了，大伙这研这怎么回事啊？调查呀。
说在死的时候，你看呢，这斧子砍脑袋上。有人想，哦，上海滩不有个斧头帮吗？这些很凶残。那么这个斧子是不是就说明斧头帮杀的唐绍仪呢？说唐绍仪行事很张扬，冒犯了斧头帮。咱们这斧头帮很多朋友也熟悉，影视作品里有，你看周星驰的功夫里边有一个黑社会老大，冯小刚演的啊，就是因为得罪斧头帮了，让斧头帮割斧子给砍死。你就说是不是唐绍仪挺倔的，得罪斧头帮了，斧头帮为报复他给砍死了？又有人一想，不对，斧头帮要是出动什么事儿啊，那声势大的很，都恨不得跟团体操似的，形势非常高调。说如果真要是斧头帮杀了唐绍仪，那一定是威势惊人，全上海滩都得知道。那报纸标题就改成斧头帮血洗豪宅，唐绍仪惨死家中，就得变这个标题。说斧头帮怎么能那么低调呢？杀完人不吱声啊，也不吵吵，不像是斧头帮作为。所以你单从这斧子上啊，得不出什么必然的结论，就一定是斧头帮干的，也不大可能。那剩下的线索就剩下那把宝剑，仿明代的宝剑赝品啊，据说这戚继光当年用的剑，仿的挺像。就是他为什么捏着这把剑呢？家里人说了，说他遇害这天的上午，家里来了几个人，是什么呢？卖古董的商人。说这些人平常啊，跟这个唐绍仪老头啊混得很熟。唐绍仪有个很大的爱好，收藏古董古玩。这个收藏这个东西，在某种程度来说，你要迷进去了，那也是一种玩物证。说来这四个人呢，跟唐绍仪往来很多，经常拿点好东西来，讨价还价的买卖。唐绍仪家里的东西不少。说这把剑呢，就是那天上午这四个人给唐绍仪送来的。说唐绍仪是死他们手里吗？家人说不是。完了，老爷就在密室里待着没出来。后来等我们打开看，都死家里了。说不是他们几个。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说不管怎么说，很有可能唐绍仪的死跟这四个古董商人有关。可是那个年月通讯也不发达，而且国内也比较乱，想找这四个人就再没找着。没找着是没找着，第二天这报纸铺天盖地的都登啊，这个唐绍仪死在家里头了，在密室里被斧子砍死了，拿着一把宝剑什么的。结果上海滩沸沸扬扬，大家就猜，这毫无疑问是高手组织的一次暗杀，能突破重重的这样的防卫，把唐绍仪将近80个老头杀死到家里，那可不一般。而且也说明这跟政治势力有关。说谁杀的？有人说日本人。说日本人当时找唐绍仪，能在上海呢建立一个伪政府，我请你出来当什么总理之类的什么的啊，顾问什么的。说有可能唐绍仪没答应，日本人恼羞成怒，我把你弄死。还有第二种说法是蒋介石干的。说蒋介石以前呢请唐绍仪出来当国民政府顾问，唐绍仪就坚持不就，表示我隐退之心已决。说这个时候呢，说唐绍仪呢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答应出任伪政权的什么什么职位。蒋介石一看这还了得，派军统特务把他杀了。有说日本人干的，有说蒋介石干的。接下来我们这抗日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那么这个事儿也逐渐就没人管了，没人问了，暗杀也就暗杀了，没那多精力管这事儿。一直到后来整个国内战争都结束了，台湾那边有个军统特务，他写回忆录就提到这一块儿。果不其然，谁干的呢？是蒋介石命令戴笠，军统特务暗杀的唐绍仪。说暗杀唐绍仪干嘛呢？还真就是大家猜的原因。说唐绍仪确实在上海呢，日本人找过他，但唐绍仪坚持不就，我不干这些事儿，我不当卖国贼。说这个时候呢，蒋介石呢就怀疑，说唐绍仪你不当卖国贼，你怎么还在上海待着？你应该撤出来，这不就打算跟日本人合作吗？所以蒋介石为了以绝后患，因为唐绍仪毕竟名气很大，
那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所以蒋介石为了斩草除根，直接找到了上海青帮头杜月笙，说你给我干这事儿，把唐绍仪给我做掉。咱们说杜月笙虽然是黑老大，讲理，青帮本身里边鱼龙混杂。你看，在这个《江湖大业》里边，那导演黄建新让冯小刚这么丑个人去演杜月笙，可是依然把杜月笙呢塑造成一个气场很强、做事讲原则、讲理的这样一个青帮头子。所以杜月笙当时接到蒋介石这个事儿，他就想，我不能无缘无故当这刽子手。杜月笙亲自登门拜访唐绍仪，说：“前辈啊，我来拜访你。现在有个事儿为难，你在上海处境很危险，有人担心你会留在这儿呢，跟日本鬼子勾结，这事就不好办了。我劝你呀，杜某给你出路费，你暂时到香港避避风头。”没想到唐绍仪倔了一辈子，这倔劲儿更上来了。干嘛呀？让我走？我这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脚正不怕鞋歪，我行得端走得正，我干嘛离开上海啊？我待着好好的，我誓死不当卖国贼。你放心，我不可能干这事，我要走倒显得我心虚。不去。就这么把杜月笙给推了。杜月笙也很滑这个事儿，跟蒋介石复命，他老头不愿意走，我也没办法，而且我去拜访他一次，已经把目标暴露了。蒋介石一看，行啊，你不干这事，我有人干，命令戴笠，你呀让下边的军统特务把他给我拿下。戴笠也很挠头，因为他一调查，这个唐绍仪他毕竟是个名人，而且也挺有人望的，你来硬的不行，只能暗杀。可你这暗杀，唐绍仪对于自己的护卫特别严。前面我们说里三层外三层，他也很少出去都得前面都打探好了，没危险才走。你想用狙击手一枪让他毙命，根本做不到。说这个怎么办呢？戴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的一个手下，叫赵礼军。赵礼军这个人很聪明，他就想怎么能接近唐绍仪。他一打听，说唐绍仪有个弱点，喜欢古玩古董。有人说这爱好能叫弱点吗？你人只要有爱好，就容易为人投其所好。因为咱有些是个贪官，喜欢的东西，有的喜欢打高尔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有的喜欢女人，有的喜欢钱，反正就怕你没爱好。你只要有爱好，想行贿的人就会借机而上。那么唐绍仪这也恰恰如此，你不是喜欢古董吗？赵礼军就琢磨，咱们得在这上大开缺口，给他搜罗好的古董，低价卖给他，获取他信任，然后说我们后边还有更好的东西。那么当然他自个儿贸然上门，这个目标太大。他买通了当年曾经跟着唐绍仪在一块儿的有个随从，这人姓谢，人叫谢大少爷。买通这个谢大少爷，他和唐绍仪熟悉。就这么着，1938年9月30号上午9点，赵礼军和这个谢大少带着几个随从，都是军统特务假扮的古董商人，就来到唐绍仪家。一敲门，仆人一看呢，都约好了的，唐绍仪让他们进来吧。由于带的是贵重东西，说不能在楼上客厅，咱们到楼下密室，就来到唐绍仪平常自个儿待的密室里。这么的屋里边是5个人，唐绍仪、谢大少加赵礼军，再加2个军统特务，假扮古董商人，抬着几个大箱子进来。把这箱子打开呢，里头有古代那个瓷瓶，旁边这2位呢军统特务抱着瓷瓶，您看看啊。正在看的时候，赵礼军把剑拿出，这个是明代戚继光用过的剑，我们费挺大代价收来的，您看看，咱谈个价吧。唐绍仪作为带过兵的，一看这玩意儿喜欢呢，就没看那2瓶子，就过来看这剑来了。一看拿起来仔细把玩，
哎呀，你这个恐怕是假的吧？因为唐绍仪也不傻，他一看做工很细，他为什么说假的呢？这个戚继光那时代佩戴腰刀多，你说佩剑恐怕不真，即使真是明代的，也不是戚继光配的。那这样吧，咱得谈谈价吧。赵礼军说：“那您给个价吧。”俩人就谈上价。讨价还价这功夫，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一来二去得磨呀。这时候赵礼军个眼神，哎，其中的一个特务抱着这瓶子，一点点向唐绍仪身后走到唐绍仪身后，见赵礼军一伸眼，心领神会，从这个花瓶里噌掏出一把钢斧子来，唰就砍到唐绍仪身上。这一下万火朝天，唐绍仪蹬都没吭，扑通躺地上，说这就完了？没完，暗杀行动是成功，还得安全脱身呢。你这要出去被发现了，活不了命啊！外头里三层外三层，哎，这不带了几个大箱子，箱子里头带着在屋里边就把这剧给换了，身上的血迹都掩盖住了。然后呢，把密室门打开，这几个人往出走。走前面是赵礼军，然后那俩特务，谢大少在后头，一拱手：“唐总理，别送，别送，别送啊，别送！您老人家慢慢把玩，别送啊，别送，别送！”因为外头仆人和他的保镖都看着呢。这个唐绍仪有个毛病，凡是鉴赏这些好玩是不让下人进来的，所以屋里头没他自己人，所以死了外头不知道。外府人一看，哟，说我们唐老爷在里头跟这几位打招呼呢，准没事啊。所以这四位出来了，再出来你想找他们可找不着了。当然，唐绍仪鉴赏古玩的时候不让下人进去，所以他下人也没敢有什么动静。一直到下午了，想起老爷中午饭都没出来吃，这怎么回事呢？说到点给里边送茶去吧，才发现唐绍仪已经死去多时。所以这个是唐绍仪整个死亡过程当中的真相。你看看，就是这次暗杀，这说明什么？在那一个动荡的年代里边，有的时候这个暗杀经常有暗杀错的。其实我们这蒋介石呢杀唐绍仪，他的出发点是不让唐绍仪跟日本鬼子合作，避免影响国民党的这个威信和军心。可是唐绍仪当时确实没有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的这种意思，所以说这次暗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误杀。但是这种误杀也说明当时讲的是一种心态，宁可枉杀1000，不可使一人漏网。这都是历史战争以及历史战争留下的罪恶给我们带来的无尽的遗憾。哈尔滨市燕寿县看守所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杀警越狱案，3名犯罪嫌疑人杀害了1名狱警之后逃脱。紧接着呢，公安系统呢派出大量的警力抓捕这3名犯人。那么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戒备森严的看守所为什么能让这3名犯人轻而易举的就逃跑了呢？那么提到越狱这2个字啊，很多朋友会想到就是不少的影视剧里边呢都以越狱为主要表现题材，因为这个确实曲折离奇刺激。你看我们美国的这个美剧《越狱》，包括那个著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告诉我们呢，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啊，别看如铜墙铁壁一般，经过精密的策划呢，是有可能实现越狱的。但是大家别忘了，这仅仅是存在于影视剧题材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犯人在现代条件下想要越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的了解一下。根据现在媒体透露的信息，就是这3名逃跑的犯人，你从把他们抓捕的过程就看出来，他们并不是什么反侦查能力极强啊，甚至如同部队特种兵一样具备反侦查能力的这样的逃犯，他们并不是这样的犯人。那么为什么就会轻而易举的把看守所戒备森严的几道关卡都给突破了呢？你从把他们抓捕的过程就看出来，
他们并不是什么反侦查能力极强甚至如同部队特种兵一样具备反侦查能力的这样的逃犯，他们并不是这样的犯人。那么为什么就会轻而易举的把看守所戒备森严的几道关卡都给突破了呢？那么为了能够搞清楚这个真相呢，我仔细看了一下看守所执法细则以及看守所条例这样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通过现有的信息发现燕寿县看守所的诸多的漏洞。那么现在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呢，是看守所提供的这3名犯人犯罪的过程以及逃跑的过程的视频，我们就能发现燕寿县看守所在执法过程当中出现的那些都什么漏洞呢？我们可以结合视频一条一条给大家分析。首先一个呢，这个出事的时间就很蹊跷。那么视频里显示呢，这是狱警呢把这个犯人高玉伦从这个监舍里提出来，来到值班室。那么这首先是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时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随便提犯人的。你如果要是提犯人，你也必须得是办案民警，你不能是狱警。就办案民警有可能突击审讯。那么有的时候呢，说这个时间犯人呢可能因为一些特殊要求，比方说身体生病了要提。那好，那在这个时候要从监舍里把犯人提出来，必须是2名干警，不能是1名。而且这2名干警呢，一个站在监舍外边，一个进到监舍里边提犯人。出来之后呢，得迅速的把监舍门就关上。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执行过程当中明显是违规的。首先就一个狱警把高玉伦带到值班室，而不是2个，这是一处违规。另外一个监舍门压根就没关，随后剩下的2个人李海伟、王大明从后边就跟出来了，这是非常明显的违背了现在的看守所执法细则。而且在这个时候提取犯人的话，基本要经过3道手续，一个是2个狱警去，第2个呢是必须有值班的所长签字，第3个呢要通知驻监所的武警中队。那么通过这事发前后的信息显示，这3点没有一条做到的，所以说这个时间这个执行程序明显是违规的，这是第一个。第2点呢，我们再看呢，监舍呢外边呢这要有 A、B 门，B 门呢是由狱警来把守， A 门呢是由武警来把守。这2个门的特点呢是不能同时打开，就是你从外边往里进，先进 A 门，A 门开的时候 B 门是关着的，然后进到里边你再进 B 门的时候呢， B 门开开， A 门必须是关着的。可是通过这个视频显示呢，燕寿看守所根本就没有 A、B 门，就是没有建立非常健全的这种监视 A、B 门制度。所以这一点也是令我们感到费解的，为什么看守所里居然连 A、B 门都不设置？在第3点是呢，我们通过整个的过程看到呢，监舍区域里边只有这1名狱警。那么按照现在我们的看守所执法细则规定呢，在任何一个区域进行值班巡逻，至少是每个区域里有2名狱警，不能就1个，就不能出现这一个区域只有1个值班狱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值班人数来讲又违规了，应该有2个，现在就看1个，那个人干嘛去了？再有第4点，我们通过监控看到的这个诸多的视频。那好，那这个监控24小时监控，监控和巡视是合二为一的，它规定至少20分钟要有1次。那么你看，从杀害狱警到他们走出这个看守所前后25，这25分钟里边至少应该有1次监控，有1次巡视。可是这监控摄像头这都开着呢，但是监控摄像头的房间呢没有人值班，这人哪儿去了？这不是典型的玩忽职守吗？空岗吗？所以这个问题性质非常的严重。在最后一个武警，武警正常的看守所应该什么？门口有岗哨，
最后一道大门这儿有岗哨监配。那么呢，岗楼上呢也应该还有一个武警，然后在围墙上面有个巡逻带，应该还有武警，就至少这3处武警在巡逻。一个武警中队驻看守所呢，应该有那么几十人左右。那么据这个信息显示呢，说这犯人越狱最后一道关的时候呢，武警鸣枪示警了。我就奇怪了，鸣枪示警了，那么有那么多棒小伙，武警都20多岁棒小伙啊，怎么居然这仨人第一时间就没抓着？这3名犯人在这里边待这么长时间，身体素质都不是很好，跟武警中队训练有素的这些棒小伙不能比，怎么鸣枪示警都发现了他们了，居然没抓到？我到现在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里头有咱们不能排除有客观原因，就是呢，一般来说呢，进到看守所里的犯人呢，很少是已经宣判完的，宣判完了要1年以上，一般都送到监狱执行了。所以在看守所里的犯人往往情绪比监狱里的犯人要不稳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要想从这个监所里跑出去，你可能对于这个值班狱警交接班的制度啊、规律啊，还有一些逃跑线路要了解。在监狱里没有这样条件，但是看守所里不一样，反复的提审，来来回回进出，他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观测到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所以说给他越狱呢提供了很大的可能，这都是客观原因，这并不能构成说看守所那就是犯人就跑的可能性比监狱就大。可是最近媒体公开报道的10起越狱有关的案子，有7起发生在看守所里，这就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深层次的原因。首先一个存在着经费不足，你看为什么他这武警岗哨不到位，为什么 A、B 门都没有，这他跟他的经费紧张有直接关系。当然这里边呢有时候存在呢经费使用呢不到位不准确。再有第二个问题，从这个狱警的构成来看，存在着2点。第一个呢是呢人员不到边，就是整个人员不够。他为什么人员不够呢？就正常来讲呢，至少应该保证呢，比方说6%到8%的警力配置。就是我这里边呢，假如关押着100名犯人的话，那么至少要有6到8名狱警进行管理。这个比例是不足以能够管理这些犯人的。另外一个呢，你像这次出了事儿，这个被杀害的狱警已经59岁了，这个年龄段的当狱警，你的精力体力都不够，他不像年轻人呢。所以这个整个的工作能力，说白了就是应对犯人可能出现突发情况的作战能力都严重不够。再另外有一点，他为什么一个人他敢就把这个高玉伦提到这个值班室来？而且这个时候明显通过监控看，高玉伦不是有急性病，那来干嘛来呢？也就是说，被杀害这名狱警，他在整个的执法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多违规。那么这个违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看有的专家分析说他丧失警惕性。为啥丧失警惕性呢？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要是长期跟哪个犯人共处，你有时候都忘了他是杀人犯了，因为接触时间太长，熟悉了，在这里一待半年左右，你跟他熟了，就忘了他其实是一个豺狼、杀人犯。那么诸多的行为摞到一块儿，我们不难总结出这次燕寿县发生这个杀警越狱事件，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这几个犯人如何狡诈、反侦查能力强，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燕寿看守所执法法律规定那些诸多细节根本没有执行到位，是属于看守所渎职、玩忽职守各方面原因累加造成的。所以到现在呢，我倒觉得呢，你看说主管的、分管的这个公安局副局长、看守所所长和副所长现在都停职了。当然我们的前提呢得是呢，几个犯人抓捕归案之后重新审理，然后出台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必须详细的把事情经过披露一下，我们看都哪些环节出漏洞，而且该谁负的责任必须要站出来负责任，不能稀里糊涂就这么过去，否则打着亡羊补牢的旗号之后，这种事它依然有可能发生。现在哈尔滨市呢，这市长宋锡斌呢已经发出这个指令了，就是各地方的看守所、监狱
要进行排查检查工作，希望这一次呢能够彻查一下相关的看守所、监狱里管理上存在的哪些漏洞。我们必须要从这样的事情当中吸取教训，严格的追究每一个事故责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老百姓呢一个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等待着燕寿看守所杀警越狱事件最终调查报告的出来。18大以来呢，我们现在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反腐倡廉。那么这也凸显了政府反腐败的决心，陆续有很多大干部纷纷落马。那么说这个反腐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说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之后呢，反腐败就开始了，就是1949年之后，反腐败就已经陆续展开了。第一个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咱们现在很多年岁大的观众朋友还能记得，有人还记得有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的事。这两位呢，当时呢1952年犯下，一位呢是天津地区的书记，一位是天津行署的专员。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算得上大干部。这个事情呢也直接震动了党中央，就说反腐败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党内首要的大事。如果党内不反腐的话，时间长了很可能党和政府都失去民心。所以那个案子对于新中国反腐来说具备里程碑的意义。咱们今天呢就说说这段已经快要被尘封了的往事，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大案。那么这个案子是当时怎么揭出来的呢？不是先从天津地区出来的，是从哪儿呢？是从东北。这是1950年11月1号，当时呢国内的分成几大局，就没有现在说黑龙江省、辽宁省几省，统一叫东北局。当时东北局呢给中央呈送一个报告，就说是建国以来49年建国以来，由于东北地区解放的比较早，45年光复以后呢，包括一直到辽沈战役呢，这块已经归共产党控制了，所以出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腐败的案子。当时这个报告里头呢没有提说谁是谁腐败了，只是说了他们一个统计数字，说有3629名这个共产党干部涉嫌腐败。那么这个数据呢使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共产党得了天下有个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国民党的统治太过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百废俱兴，这个国家蒸蒸日上，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国民党是腐败的，共产党怎么能腐败呢？所以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共产党腐败这5个字的概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震惊，亲自做批示，说如果我们再不反腐败，我们将会犯大的错误。所以当时呢，中共中央呢就已经有专门的人来搜集各个地方这方面的信息，而各个地方的报告也不断上来，哪个地方有腐败了，腐败现象都有哪些。那么刘青山、张子善这个案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揭出来。河北省中共第3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天津地区的行署副专员也是副书记，叫李克才，这个人是刘青山、张子善的副手，在这个会议上直接站出来实名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案。你想，这就身边的人呢，跟你共事的一个班子里头呢，所以这个事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也正好赶上这时候，刚才我说了东北局各个地方报告上来，毛主席说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说白了，刘青山、张子善正好撞到了这波枪口。当时一个是党委书记，一个是行署专员，所以他们的副手李克才在会上直接揭发他俩有贪污腐败行为。最后刘青山、张子善这个案子一核实，他俩贪污的款项多少呢？171个亿，就等于现在171万。可是这个钱现在171万，我问你能买飞机吗？
肯定买不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就能买多少架飞机？能买10架飞机。咱这有数据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老梁故事会节目给大家讲过，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期间呢，全国巡回义演，要给咱们抗美援朝军队捐飞机，结果义演之后筹集到了15.2亿，其实就是15.2万，筹集到这些钱，买了一架飞机捐到前线去。你算他俩贪污171个亿，能买10架飞机。这个贪污腐败呢，不是说他俩直接把钱呢，像现在我们知道腐败的形式，然后说什么这个批地呀，不买官卖官啊这些事儿，当时还没有这个。当时他们贪污腐败的主要形式是利用机关生产，利用政府性经营。说这怎么贪污呢？他以机关生产这个公司为载体，往这个载体里边，名义上是给这个载体挣钱。其实呢，这两个人呢，一开始的初衷也是为了让机关生产能够多挣些钱，但是他用这个方法本身的问题很大。有几种形式呢？第一种形式就是克扣国家的救灾粮款。我们知道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叫9河下哨天津卫，3道浮桥2道关，就是有9条河流的下游在天津，那不有入海口吗？在塘沽。那么一旦洪水泛滥，这地方就遭灾。一遭灾，国家得管，首先灾民没粮食吃了，第二个得修建水利工程啊，得建这堤坝。这个时候国家用了一种方法，叫以工代赈，赈灾的赈。这个方法当然不是说是共产党发明的，那过去吏户礼兵刑工3省6部制时候，那就是封建社会就会这个。以工代赈呢，就是国家把救灾的钱和这个粮食直接发到当地，由当地政府负责往下发放。那么刘青山、张子善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贪污，把那个仓库里头那些陈粮食、旧粮食，有的都长毛了、坏了的了，拿出来给灾民发。然后发这钱呢，不是买这个生活必需品吗？他不是直接发放到灾民手里，他买东西给灾民。你比方说你吃饭要用的油，要用的咸菜，那时候生活水准也低，在哪儿买呢？在自己的机关生产公司里买，然后用高价买。你假如说明明是一袋咸菜，就是5毛钱，在他这买就1块。其实通过买卖行为等于洗钱，就把国家救灾粮款洗到他们自个儿腰包去了。就靠以工代赈这个过程当中，克扣国家救灾粮款进账了22亿。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是直接截留克扣。当时呢，空军要在这个天津武清这儿建了一个军用机场。这个具体建机场，你不得设计当地的拆迁吗？安置啊，还有用工这方面。就这么的呢，空军呢直接拨给天津地区呢29个亿，就是29万。但这个钱没花了，最后拆完了，整利索了，也就花了21亿多一点，剩下这7个多亿直接扣下来，进入机关生产公司。就他都用机关生产公司方式进到这里边来。还有一个办法呢，这空军建设过程当中用工得吃饭呢，没粮食，就这么要向天津地区买粮，买多少？买50万斤。这时候刘青山、张子善呢，也是用以次充好的方式，还抬高物价，按照旧币1000块钱1斤的方式卖给空军。最后卖这些粮食呢，卖了大概5个亿。所以通过这些方式弄来弄去，他这个机关生产公司越做越大。但越做越大呢，咱们说这里头呢，实事求是来说呢，多数的资金呢还是搁在机关生产公司。就是当时两个人呢，那胆子没有大到那种程度，敢把这个钱直接都揣自个儿里。但是机关生产公司呢，却成为他两个人欲取欲求的这么一块阵地。就是我个人花销干点啥，也都从这里报销了。所以说他贪污是这个概念，他不像今天我们想象说那大贪污犯胆子大，他不是那个样子。但是这个个人享受呢，你要搁今天来说也不算太大个事儿。但是当时大家日子都苦，他们这样的贪图个人享受就变得特别突出。你比方说两个人都喜欢轿车，
那会儿能有一个破吉普开就不错了，他俩换了5次轿车，那别的干部看着都哎呀太厉害了。而且这两个人呢，在生活上呢不是说很注意。本来他俩呢都住在这个杨柳青镇石家大院，那是天军行署的办公地点。结果后来这刘青山呢以有病为名搬到天津市里去了。你想当时绝大多数的革命干部还住在小平房里呢，跟棚户区是苦的不行了，他搬进小洋楼去。你等张子善呢也比较讲究个人享受，那个时候大伙都穿这个军装布鞋的时候，人家就毛料西装啊，大皮鞋就穿上了。而且张子善的老婆呢说这个习惯性流产，怀不上孩子，也不哪儿听个偏方说这胎盘呢对于怀孩子有用，那就各处搜集胎盘，搜集完了之后呢，夏天赶着这个太阳出来，磨成粉在那晒，专门有人跟人看着。在当时你想想，你利用革命工作机会给个人谋福利，那时候全国都苦的，你自己在这这么享受，这就出格了。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刘青山有一次，刘青山爱吃韭菜馅饺子，可是呢这韭菜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没有反季节蔬菜，周边地区只有北京，现在北京4环有四季青桥，四季青桥边上有个四季青暖房，那块有大棚蔬菜，那是周边唯一一个地方。他一说要吃韭菜馅饺子，这厨师就得跑到北京四季青桥边上去买这个韭菜去。你想想冬天反季节蔬菜，当时那个年代得多贵吧，买回来给他吃，说给他吃他还不吃，怎么不吃呢？他胃不好，说这韭菜辣胃，但我还想吃韭菜这鲜味。厨师想个什么办法，都觉得一定程度和馅儿，比方这肉馅鸡蛋啊，把这个韭菜不是咱韭菜馅不切碎了，不切，整根韭菜洗得干干净净的，前面一点韭菜白，然后这是韭菜叶，都洗干净了，然后把这个卷上，搁到韭菜馅里头，然后这包饺子的时候呢，把那轱辘韭菜白露出来，从饺子皮这伸出来，然后煮或者蒸，等到呢熟了以后呢，掐着这韭菜白这头一拽，这不整根韭菜就出来了吗？这样的话呢，你既能吃到韭菜的香味了，还韭菜还没吃进去。你这搁到我们今天来讲，要哪个党政干部吃饭要这么费事，是不是腐败行为？你这不折腾人吗？你怕拉胃，你别吃韭菜不就完了吗？所以这样的行为，尤其是在当时全国都比较艰苦的情况下，能没有民愤吗？所以他的副手李克才慷慨激昂的在会上就讲，太不像话了。所以刘青山、张子善通过刚才我们介绍的，可能和你想象当中的大贪官不太一样，但是你别忘了，你要还原当时那个年代的背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这么干，确实很多人看了之后，这是不顾代价的一种背景，确实是让我们看着别眨眼。可是这两个人呢，有人说他思想本身就不正啊，所谓受资产阶级影响，还真就不是。这两个人根红苗正，要不然不可能一建国就当到这个位置上。你看张子善被枪毙之后，他亲属来收尸，他姐姐看着张子善尸体都哭了，说你当年闹个命啊，全家就担惊受怕，就怕你有啥事儿。革命成功了，在这之前你啥事儿没出，到革命成功之后你反而出事了。就说这两个人呢，他为什么能坐到这个位置上？那都是给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刘青山16岁参加革命，他就河北人，参加了河北当时的高丽起义，起义失败了，国民党镇压，抓住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和群众，把这些人干啥？按个扎刀掉脑袋。当时16岁的刘青山就在被扎着人群里面，一点不害怕。轮到他了，他不仅没后缩，把脑袋伸出去，你砍。当时国民党一个团长一看，16岁小毛孩子，这多大点，滚！没杀他，也没吓住他。之后继续参加革命，立了很多功。这刘青山，你等张子善呢，有文化，他在河北安平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呢，就秘密加入共产党，
组织学生运动。在那白色恐怖时期呢，他组织学生运动，后来被国民党抓住了，抓住在监狱里问你这边地下党都有谁，他可是打死都不说。受了什么刑呢？10个手指头都把竹签子钉手指里头，这得多疼是连心，不招。以至于后来张子善就是被枪毙的时候，他的10个手指甲还是黑的，那食指头都烂的不行了，后来一点点治好了，但指甲都是黑的。所以后来在七七事变之后呢，趁乱从监狱里跑出来，继续找革命队伍，接着跟共产党走。就说刘青山、张子善呢，在战争年代啊，那是响当当的汉子，给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你看那个时候那么大的压力，没有出现这个叛变辩解的行为，怎么到了建国以后，太平日子来了，成贪污犯了？其实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党内党外好好总结，就是腐败行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你看当时的环境下呢，社会上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建国啊，这个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啊，但是中共的领导干部，尤其基层领导干部待遇确实不高，心理不平衡。有的领导干部心里头就产生一些变化，说我这出生入死，我现在还不能享受生活吗？所以他有他的小九九。再一个，有这个念头之后呢，咱们那阵可谈不上法治社会，好多方面立法都是空白。就说他真要是贪污的话，一开始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他。像我们现在习近平主席讲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面，那个时候制度各方面法律规章不完善，这一把手想怎么干怎么干。所以在这个时候又没有严刑峻法去约束他。还有更重要一点，这个机关生产是战争年代的产物，非常时期的产物，所以当时机关生产在战时延续的非常正策，在建国以后继续延续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这个行为你不约束他，那就给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犯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刚才我说这几个层面，其实是和我们现在中共中央对腐败的反腐败的基本要求完全吻合的。就首先一个呢，你得建立一个这个不敢腐的机制，我们有法律管着，你要真腐败我就收拾你，这是严刑峻法，这叫不敢腐。然后我在制度上堵住各种漏洞，像把机关生产这样的事取消，政府不参与市场经营，你想腐败你都没机会，这叫不能腐。不敢腐不能腐，在这2点保证之下，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净化自身心灵，包括也提高一部分公务员待遇让大家这个待遇与时俱进，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到最后他自己就不想腐败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对反腐败的基本要求要建立这3个机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其实从刘青山、张子善这案子当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要想解决这样的基本问题，习总书记提到这3条是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在回顾刘青山、张子善这个案子的时候，在比照当前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其实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最大的起点，那就是18届四中全会上强调依法治国这4个字。只有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把所有的权利都装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边，那才能真正实现反腐败的长治久安。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观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公众一直关注的海南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恶性性侵的案件有了结论，犯罪嫌疑人呢最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零6个月。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的广泛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年6月14号，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对外表示，就是说今后教师要每5年一注册，每5年的考核一次，重点考察师德业务能力，而且师德呢是1票否决权，如果这块你过不了，那就必须清除教师队伍，这辈子不能再干教师这一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教师的铁饭碗也要随着考核被打破了呢？
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人是从我刚才说这角度解读，说既然5年一考核过不了的话你就下去，是不是教师这铁饭碗被打破了呢？实事求是跟大家说不是，因为这个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呀，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咱们这个改革要慎重，所以往往是呢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由小到大，得一点点来，根本不可能这一下子因为说是出现性侵案件了，师德滑坡了，就咔嚓一下把教师铁饭碗都打碎，然后再抽抽再平，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教育部在这时候做出这样的表态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我们说这个教师性侵学生这个事儿啊，最近在全国发生了好多起。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某小学6名就读6年级的小学女生集体失踪，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恐慌。后经调查发现，原来该6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2小学校长陈赛鹏带走开房，并以金钱引诱同宿的2名女童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实施强奸行为，但因2人的反抗而未能得逞。一个本应为人师表、呵护孩子成长的教师，却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一时间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哗然。相关媒体更在20天内爆出了8起校园性侵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教育部出台的这个措施呢，其实是对教师性侵事件的一种应急措施。那么有人说他出台这个师德考核也没错误啊，就得通过这种方式把教师队伍的败类咱们预先给他清除出去。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种师德考核呀，对于像防止性侵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是有好处的。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性侵女学生这是刑事犯罪。师德考核呢是一种道德考核，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就是你不能说你事先进行师德考核了就能把这关把住。因为我们看违法犯罪分子只有一部分是惯犯，大多数是事先没犯过罪的。那么这些人平常那种状态，你不可能通过道德考量就把他灵魂深处肮脏龌龊的东西揪出来。天底下没有哪个坏人坏到平常我就说我这人脏心烂肺，没有，他反而伪装的像个好人似的。你要不信这个，咱这样，最近这不全国发生了大概有5、6起有关教师性侵学生的事件，恶性事件。那么这些教师里的败类禽兽，他平常表现都什么样呢？跟大家想的恰恰相反，不是说平常他就表现的流流氓氓吊儿郎当，不是，他平常的状态反而是呢先进工作者、积极分子、优秀教师，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好人、老实人，很文明、文质彬彬。你要不信这样，咱们现在看这么一个短片，你看看这些做出性侵事件的老师，他平常都什么表现？前不久，河南桐柏县斗城沟小学教师杨世富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批捕。这位56岁的男教师多年来性侵数名本校女生，给孩子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不过奇怪的是，在2010年至2012年的教师师德师风考核中，连续3年杨世富却均为合格。受害的学生家长更是因为教师的特殊身份，从未对他产生过怀疑。2012年，安徽寿县一名小学教师吕某光天化日之下数次在课堂上猥亵女学生而被警方拘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54岁的吕某已有20多年教龄，在师生中一直有着良好的口碑，平日里对学生比较严格，因此大家之前一直非常相信他。没想到吕老师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惧怕班主任，孩子们一直默默地忍受，也不敢告诉父母。可以想象这样的遭遇给孩子心理造成多大的伤害。那么通过刚才这短片你也看出来了，你要如果按平常的表现，你能想象这样的人能做出这么败类的事吗？你不能想象。因为很多犯罪啊，一个是突发，第二个呢，它是一种累加，它是一种人个性啊在这个心理上的一种最终反应，最后体现到外在行为上。他如果平常能够看得出来的话，那咱们社会的犯罪率就会大大下降。
有的人说，那就是不预防这个，那也得提倡师德建设呀，总得看这个老师都得爱护学生，得认真讲课啊，得对着学生学习成绩负责任。说这进行师德考核有错误吗？这个道德的东西啊，它是一个很软化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儿。你比方说我这个人力气多大，我这一拳打出去，那有磅秤能看出多少斤。说我这人道德比你高多少，你怎么量化？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实当中要搞道德考核的话，你怎么能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就比那个人高呢？这咱们都知道，有时候写鉴定，该生认真听讲，尊重老师，什么热爱集体啥，写来写去，咱最后都知道，就是反正这个人只要没出事，我都可以这么写。如果真要考核的话，比方说设计个指标，是不是认真的这个备课，是不是这个看着学生晚自习，是不是爱护学生，是不是怎么着的，你要把这些都列上，那有的人可能就为了某一个量化指标放弃别的。你比方这个老师本来他认真备课，课备的很好，他觉得自己个儿已经行了，我反而我监督学生晚自习，得我去看着学生晚自习吧，为了获得师德考核的高分。再一个，中国这个社会本身它就是个人情社会，有的时候我对你有好感，就我没收你钱，没怎么的，我就认为你挺好，可能我这非常主观的标准就出来了。这种主观标准你用来师德考核这种客观的上面公平吗？就像有一年湖北搞过这个事儿，说公务员呐得孝顺父母，一票否决，说他要不孝顺就不让他往上升职。比方说问他爹，你儿子孝顺你吗？其实不怎么孝顺，那他爹一考虑，我儿子升迁这事不能干，哎呀，那对我可孝顺了。所以这种事情你在现实当中，它不像法律问题那样，你干了就是干了，没干就是没干。所以我就说，法律的事归法律，用道德方式去解决它，就像性侵幼女这样的事件一样，他其实社会其他行业的人干这事也同样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它不在于教师干不干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大家过度的关注了性侵幼女案，这是其中的极端和恶性事件。其实我们应该把更多眼光关注到师德滑坡的几个重要表现领域。最重要的我觉得有2条，比方说教师节成了谢师节，每年到9月10号老师都得暗示学生给送钱啊，送购物卡啊，都这个。再一个，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不好好讲课，然后让你下来到他家补课去，他办补课班，如果你不补课你就跟不上。有人说这2件事这不是道德滑坡吗？不是。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这个税务局的一个官员，他家开个饭店，你这些商户不到他家饭店吃饭来，最后他就在收税上卡你，这我们都知道，这是不是索贿？这是不是犯罪？这大家都清楚吧？国家公务人员索贿，这是犯罪。那么现在作为老师来讲，老师是准公务人员，他也仿照公务员待遇走。那么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正常履行职责，不教你，反而让你底下来补课，向你要钱，这是不是变相的索贿呢？教师节提示你给收点钱，送点东西吧，这是不是索贿呢？那为什么这个现象我倒觉得我们现在社会忽视？我好像很少听说哪个教师因为补课，因为向学生要点东西要点钱最后判刑了，好像没有。即使是你说教师不完全是公务员，可是我们也有非公务人员的商业贿赂啊，商业索贿啊，这一样是得判的。所以我说这个现象它是个法律问题，你别想总用道德解决。咱们有的时候总想用道德解决这个。我在一个学校墙上甚至看到这么可笑的教师准则，不准猥亵强奸女生，这叫什么准则呀？猥亵强奸都犯罪了，他这搁到这儿当教师准则了。所以我说，针对现在这个社会上，我刚才提到那种索贿情况，应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什么道德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人听我说这可能觉得一时半会儿都适应不了。我们以往都管教师叫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这个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说有点过，为什么呢？教师这个社会角色，咱们总说神圣，咱这个职业呀，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是关键部门的，有一般部门的，但是从来没听说合法的职业里头，这个职业就比那个职业神圣。你说教师职业神圣，那是不是扫大街就不神圣呢？
我们做电视台主持人的也不神圣呢啊！我们说这个工人就不神圣呢，农民就不神圣呢，就教师神圣吗？有的说还有医生，白衣天使是就教师医生神圣吗？我觉得这有点过誉了。就是你老师也是个社会职业，你要不进这行来，没人要求你；你进这行来，那你就得好好教学生，然后换取你安身立命的工资。为啥呢？你是干这个的，你必须得认认真真干这个。这是什么？这是职业责任。所以说，就是你当老师，不是你道德上升华成什么样的神圣，而是你履行你的约定。我通过这份工作，咱们等于订立一个合同，我好好教课，我得工资，自己安身立命，能活下去。当然，你要做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才能称得上神圣。不是说你进了这行你就神圣了。天底有这行业吗？我从来不认为教师和医生是多么神圣的事儿，他就是我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我的收入，养家糊口。可是我们呢，把它定为教师是神圣的啊，医生是白衣天使是神圣的，把你抬上来，你可就下不来了。你教师是神圣的，人是类灵魂的工程师，你说你啊，说让你加班你不来，你看你这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了，你都春残了，都蜡烛了，你干啥呀？你就该奉献，不给你工资你都得干，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把你抬到一个高度，道德高地，你下不来了。所以我说，我们把一个职业神圣化，并不是对这个职业的多大的推崇，相反是弄得你对他的期望值也提高了。你老师多神圣个职业呀，你就应该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怎么着，下班以后让你这个加个班不干呢？你看，把你抬到这高度也下不来了。所以像教师、医生这样的职业，社会有时候过于把它神圣化，结果弄得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呢，加起来了还下不来了，而工资收入待遇又不理想，他心里能不埋怨吗？啊，我们奉献了这么多啊，我们怎么的如何？我们燃烧了自己才得这么点钱，他一不平衡，他就容易把手伸到学生那去。曾几何时，教师并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收入低，待遇一般，学生难管。自从80年代大学恢复高考以后，老师的地位不断提高，收入有所增加。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更是明确表述，教师的平均工资应当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当老师成为人人争抢的铁饭碗时，很多看重教师福利却不热爱教育的人也走进校园，导致教师的质量良莠不齐。2012年10月，一张幼师虐童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浙江省温岭一名幼儿园女教师在活动室里把一个孩子的2只耳朵拎着往上提，并叫另一老师用手机拍下这一幕。孩子在痛哭，而该名教师脸上居然挂着欢笑。让人气愤的是，当事人称他这么做仅是为了好玩。所以我说，我们长久以来给了这些职业以不恰当的定位，造成我们期望值提高，造成这个行业人心理不平衡，才出现了现在师德滑坡。确实是我们给了他太高的期望值，把他不恰当的架到一个神圣的地位上。我们再引申一下，你就知道，比方说这个官员，公务员是什么呢？为大家服务，然后呢挣工资，纳税人养活他，这非常正常的社会职业。我倒觉得什么很现实呢？叫父母官，这挺好，他唤醒了你当官的责任感。因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他掌握着公权力。那么呢，他就好比老百姓的衣食父母，这个是唤醒他责任感。你说老百姓要是你儿女的话，儿女都没吃上喝上呢，你当妈的当爹的能先吃先喝吗？所以他唤醒你责任感，他就有我为了一方水土的百姓，我要有奉献有牺牲，这是唤醒他职业责任，唤醒他责任就够了，这是他职业责任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一种职业的话，没有必要给他抬得很高。社会上360行都是一样的，你付出劳动获得收入，养家糊口，如是而已，何必给他弄到那么高的高度呢？所以我前面说，我们对教师有的时候给拔高了，他还下不来了，由此形成了等到现在市场经济个性绽放，强调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时候了，一下子这个行业无所适从了，在社会上整个的定位里头迷失了自己。我觉得师德滑坡在一定程度上跟这些都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咱们相关的有识之士好好琢磨琢磨。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这个系列呢，给大家讲的是建国初期的大案要案。今天咱们要说这个大案要案呢，这个案犯比其他的人都难对付。他的外号，江湖上的绰号叫赛狸猫，是个飞贼。真名呢叫段云鹏，是侠盗燕子李三唯一的一个传人。说他犯了什么事儿呢？他当时组织策划实施了这个刺杀北平市长何思源的行为，后来又参与刺杀叶剑英同志。建国以后呢，又组织实施刺杀伟大领袖毛泽东，当然一直没有得逞。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给大伙说说这个比较传奇的飞贼赛狸猫段云鹏是怎么回事。这个段云鹏啊，是燕子李三唯一的传人。其实他很早呢就已经名动江湖了。1943年，这还是抗日战争期间，这个段云鹏干了一件呢很让中国人解气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把这个侵华司令官冈村宁次给偷了，就潜入冈村宁次的住宅，偷的东西呢价值100万银元。结果这个事儿呢使赛狸猫名动江湖，因为呢他不仅是把东西偷走了，人还没事儿，日本鬼子还没抓着他。所以这中国人一提起赛狸猫，好哈，飞贼。说你想啊，冈村宁次的府邸那得是戒备森严，荷枪实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居然高来高走的把东西偷走了，还能脱身。就说这个飞贼会飞，了不得，所以就把他传的神乎其神。说既然这么一个偷日本鬼子的，说怎么后来又成了国民党军统的特务？其实呢，这个赛狸猫很早的时候，他就是国民党的士兵。进了国民党队伍呢，由于他功夫好，能打，尤其轻功特别厉害，他当了国民党的上尉副官。后来在国民党队伍里他犯了点事儿，因为这个人呢，江湖人，品行不端，吃喝嫖赌什么都沾，后来就让国民党军队给开除了。开除了，他当时走在这个江湖上呢，反正有奶就是娘，也没啥是非观念。其实他能偷日本鬼子，他反过来他也能偷八路军，就不是说他为了爱我偷日本人，不是，见钱眼开，日本鬼那钱多他就偷他。所以这个人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咱以前看那个燕子李三电视剧，好多都从段云鹏身上取材，他是那个原型。所以有这么一次呢，他从国民党这部队里面开除了，到唐山去偷东西去。结果那天喝了点酒，喝多了，躺着睡着了。醒了之后一摸兜，坏了，兜里有点钱全没了。你说这飞贼让小偷给偷了，他心里也不痛快。那自个儿喝多了，说这饿的都不行了，说是不是偷点东西偷点钱买吃的吧，不赶趟，这饿的不行也没力气偷了。他想来想去呢，我干脆吃白食去吧。怎么吃白食就不给钱？不是你怎么撒谎眼瞪人？你这刚吃完你怎么说没吃呢？这老板当时就急了，说这么着，老板你现在拿个秤来，你摇摇我如果要重超过3斤，我就认你账给你钱。我没有3斤重，那你不能说我吃你4斤东西吧？这老板说：“嘿，你这搓火行啊！”咱们心想，你还能没有3斤重？整了个秤腰，这段云鹏啪落在秤上了。这老板认哑巴亏，没招给他放走了。这说明什么事儿？一个说明段云鹏轻功确实厉害，往上一落，就像一个纸叶飞上，啪，没多少分量，就功夫好。第二个说明这个人品行不端，到处吃白食。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他后来东混西混的，才混到这个国民党队伍里边。就原来是在国民党上当兵，后来混成军统特务。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呢？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在这个北平啊，就咱们现在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盗窃案。是哪儿呢？在金鱼胡同发生。
金鱼胡同是哪儿呢？咱熟悉北京的朋友知道，金鱼胡同呢，东边从这个东单北大街开始，往西边到王府井呢，整个这个胡同挺长。在过去老北京呢，这胡同里都是大买卖家，都是开商店的、开金铺的。结果4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就好多大买卖家都丢了东西了，金银财宝丢的没错。当时这么大个事儿，北平的警察局不能吃干饭呢，赶紧来追查。追查来追查去呢，在天津的正华金庄，就是金铺，在这个地方发现一伙人在这销赃，就卖的金银首饰呢，就是这边金银胡同丢的，就把这几位扣下来。扣下这几位就交代了，说我们就替人销赃，不是我们偷，我们哪有那两项？说谁偷的？赛狸猫段云鹏偷的。说段云鹏在哪儿？说我们知道他在天津哪个大烟馆抽大烟呢。结果到了那个地方找，没找着。说你们是不是撒谎？说没撒谎，他不在这儿，就在哪个青楼窑子。完后来又到妓院里头，正把段云鹏逮，正在妓院里抽大烟。就这么的把他给抓起来。抓起来偷这些，又偷的都是一些大买卖家。按照当时民国的法律，那就得枪毙。可是这个时候呢，负责审案子呢是这个军统的人。当时审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段云鹏燕子李三图的名气也大，那个时候警察局啊，要一旦有什么大案破不了了，比方说盗窃案，不知道这贼是哪儿的，统一都叫李三犯案，就都推到燕子李三身上。所以这么重要的人犯抓着了，军统的人提审他，因为他还涉及以前偷国民党啊、什么金库之类的都有这个事儿。一审这个段云鹏，再一了解，说这个人呢，你要把他杀了也就杀了，可是他能耐大，高来高走的，水平很高，可以利用。就这么着，马鞍山亲自提审段云鹏，说你看你大好身手啊，眼看你犯了死罪，现在手铐脚镣给你上来，你再飞贼，你还能带着手铐脚镣飞吗？你跑不了。再说你不可惜别的，这金钱美女大烟多有诱惑力，你今后啊阴曹地府受罪吧，你再也享受不了了。这一说呢，打动了段云鹏，点头同意了，还既得活命，还有荣华富贵，逍遥自在，就自此投靠了国民党军统。那时候开始，这个赛狸猫段云鹏就给国民党保密局北平办事处给这儿服务。他一开始呢，由于他这个轻功功夫都好，所以这个保密局呢派他干嘛呢？调查个事儿，再暗杀，干这个事儿。后来在46年他归顺国民党之后，他干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刺杀北平市长何思源。这个何思源呢是国民党人，但是个进步人士，也一直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咱们都读历史课本里头有那么一页，就1946年呢，驻扎在北平的美国2个大兵强奸了一个北大女学生，引发了北京的学潮。当时北京有50万学生上街游行罢课。那么这个事情呢，国民党态度呢，一开始是容忍，接着就要镇压，抓了不少学生。这时候北平市长何思源呢，思想很进步，积极和警察部门斡旋，要把学生放了，然后还把救济粮拿出来给学生吃。结果这个事儿呢，就触怒了这个蒋介石。蒋介石说这人也跟我不一条心，罢免他，就把何思源撤职了。何思源撤职了，没消停。他利用和北平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关系，经常去傅作义家商量，说咱们呢也别造孽了，生灵涂炭呢，不行，中共咱们国民党跟共产党和谈吧，还打什么仗啊？一打仗老百姓遭殃。所以这傅作义跟他关系还挺好，还听他的。就这个事儿，蒋介石更恼火，说看来这个人不能留了，早晚他得跟共产党走。说怎么办呢？召会这个国民党保密局北平工作站，这人给他拿下，要把这何思源杀了。
怎么杀？那肯定暗杀，不能明面动手。这个任务就交到了段云鹏手里。段云鹏就这么定了个周密计划，说咱这样，明面你杀人肯定不行啊，这人有社会影响，暗杀怎么暗杀呢？这么着，我穿房越脊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就在何泽元他们家里这6口人，2个儿子2个女儿加他们老2口，在他们卧室房顶上我安炸弹，安完炸弹咱们引爆就完了呗，反正你不就把他弄死吗？这是直接动手很难。这样呢，保密局同意了，可以这么干。于是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这个赛狸猫段云鹏带着这个炸药回来了。他这个功夫很高的，上了房一点动静，穿房越脊，来到房脊上呢，四下看无人，看准了奶卧。回去之后呢，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引爆，这一仗把何思源的小女儿给杀，剩下他家那5口全受伤了，没死了。当时这个事儿引起的轰动很大，虽然很多人都说这一定是国民党派人干的，但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这个事影响一大了呢，有的人就说晚上能在房上安炸药，有这能耐没几个呀，很可能就这赛狸猫干的，他成了焦点人物了。所以保密局当时就说你躲着风吧，把他弄上海去了。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他又跟着保密局呢去了台湾。撤到台湾以后呢，对于一个这样有本事的人，国民党是不能轻易的不用他。所以在1949年9月份，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时已经就整个大陆都在这个剿匪剿国民党，国民党大势已去，100%不行了。这时候把这段云鹏派回来，秘密潜伏回北京、天津、上海，让他干嘛来了呢？准备组织暗杀。这个时候新中国成立了，那咱们各方面警卫设施也很强，他想下手是非常困难的。可是这个时候他没有放弃，那边这个国民党不断的给他经费，他就在北京一带活动。他打听什么呢？比方说中南海在哪儿啊？中共领导人办公室是哪儿啊？毛泽东专车车牌号多少啊？来通过用金钱收买各种方式打探信息。但是这几年他一直没有作为，除了发展这些特务以外，他也没干别的事儿。那边呢，国民党是亡我之心不死，一而再再而三琢磨怎么能够反攻大陆，怎么能够刺杀中共领导人，暗杀这个重要任务就交到段云鹏手上。所以这样呢，咱们的公安部门就盯上他了。当时时任公安部部长是罗瑞卿，罗瑞卿就专门组织一个专案组来调查这个段云鹏怎么事。然后这个1954年5月份的时候，罗瑞卿得到准确消息，说段云鹏在下半年一定会回到大陆，要琢磨来北京刺杀毛主席。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咱先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之后呢，就紧盯着各个哨卡口岸。然后在1954年9月14号这天，段云鹏以香港大轮行副经理的名义从广州入境，装成商人，我来做生意来了。一入境就被咱们的干警给盯了，盯上先别着急下手，稳稳当当的，因为这飞贼，因为咱也不知道他能耐多大，都说他平地能飞起多老高了，你万一光天化日之下抓不着他，他跑了不就坏了吗？说等到他晚上在外头吃完饭酒足饭饱，回到广州饭店，咱们干警扑上，当时就把他拿下，把段云鹏抓了。运回北京过程当中，怕他跑，他都把他传的神乎其神的，在飞机上整个担架，把他捆担架上了，就怕他跑。其实你说在飞机上他跑，他往哪儿飞去？不也得摔死吗？就当时把他传的太神了。毛主席听这事还问呢，说这个段云鹏是飞贼呀，说他能飞，你让他飞也给大伙看看。完，段云鹏对这审讯员说：“哎呦，我哪会飞？我就是跳的比你们高。”其实呢，这就是咱们长久以来一说江洋大盗，飞檐走壁。那个飞檐走壁呀，根本不是大家想象那一跺脚噌，我几丈就上去了。
因为啥？你要真有这能耐，那奥运会跳高跳远冠军不都你的了吗？早为国争光了，还当什么盗贼呢？得金牌奖励多多呢。所以这个飞檐走壁呢是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上这房梁或者从这墙上走，绝不是一跺脚就上墙头，他早就把墙上啊哪个着力点看好了，然后带着助跑蹭蹭蹭到墙跟前蹭起来，借助这惯性上来了，然后脚蹬到那个发着力点砖头上，然后手再一勾，勾到那木棍上，蹭蹭几下子上去。就是他的功夫也是练出来的，但是再怎么练，你不能逃脱物理规律，你也得有着力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传统武术呢，它是在自然规律之下，通过刻苦训练做到的。段运鹏也不外乎是个江湖高手，他不是神乎其神的飞贼，所以你抓他，他不可能一下飞到外星球的，他还是个凡人。你既然是凡人，咱们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跑到天涯海角去，法律的大王也最终能给你手口抓住。所以这也是告诫我们很多自认为有点本事的，你也不过是个凡人，你也不是外星人，你能跑到哪儿去？所以自作孽不可活，还是中国那句老话，最终伏法者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年1月20号，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了日本的2名人质，向日本政府索要高达2亿美元的赎金。4天之后，其中1名人质惨遭杀害。那么我们从地理位置上看呢，日本离所谓的伊斯兰国距离达到了8500多公里，而且日本呢也没有参加对伊斯兰国的任何一场直接的军事行动。为什么恐怖组织会盯上日本的人质呢？那么这件棘手的事情最终将会怎样解决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被绑架的2名日本人质啊，一位叫后藤健二，一位叫汤川遥菜。有人说伊斯兰国绑架这2个人质啊，是有他明确的目的指向，说这2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之内进行行动，说有可能危及到伊斯兰国的一些恐怖行为。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具体分析一下。后藤健二呢，今年47岁，在日本呢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战地记者。他已经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呢，在中东一带活动。他并不是只专注于战争，而是关注战争当中受苦受难的这些人群。你比方说妇女和儿童，他也是出于人道主义，也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记者，出过5本书，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很受人尊敬。他的一些行为呢，有可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呢，触怒了伊斯兰国一些恐怖分子的，所以他们会把他抓起来。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但是另外一位已经遇害的人质呢，汤川遥菜，就稍微显得有点怪异了。这个人呢，42岁，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一度的精神已经达到崩溃了。他来到中东一带呢，他自己的博客里写呢，说我要直接参与对恐怖分子的斗争，然后我增长斗争经验，然后我作为这个日本国呀，在这个地区要有企业，那我就当这些企业的安全顾问。他自己甚至呢，在一次这个意外的事件当中呢，他自己把自己阉割了。他幻想呢，说自己就是2战时候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咱们都知道川岛芳子啊，其实川岛芳子是中国人，在这个2战期间呢，给日本军国主义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所以说他自己幻想我就是川岛芳子，是这么一个人。就说这2个人呢，虽然说活动都在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活动，但是呢，他们身上啊自己的行为本身差别很大。那么为什么说恐怖分子呢会把目光盯上这2个日本人质呢？在我看倒不见得是这2个人的行为导致的，只不过恰好在这个区域之内有这么2个日本人，而是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针对日本政府的一次报复行为。因为呢，安倍晋三呢曾经承诺呢，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呢，捐出25亿美元，就帮助他们搞生产建设呀、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其中这25亿美元当中有2亿美元是专门用来中东这些国家
对付恐怖主义的，对付伊斯兰国的。所以这一次呢，伊斯兰国的一些蒙面的新闻发言人啊，在有些这媒体上出现，然后发一些视频呢，在网络上发视频，说这个日本政府出钱，其中有1亿美金呢，是用来呢让那些国家联起手来杀害我们的妇女儿童，迫害我们的，所以我们一个人质要1亿美金。另外呢，1亿美金是什么呢？是用来这个让我们的地盘缩小，来控制我们的，所以我们还要再要1亿美金。说你既然不是宣布有2亿美金用来制约我们伊斯兰国吗？我们就赎金要2个亿。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日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这个伊斯兰国的一个打击行为，可是呢，日本表示要拿钱援助了，所以伊斯兰国他提出这个赎金要求，其实是对日本政府的一种报复。那么我们以前的节目呢，曾经给大家呢专门做过这个伊斯兰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这期节目也有必要呢，我们简单再来回顾一下。你看这个伊斯兰国目前拥有的军事实力以及它的经济实力，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目前势力最大的恐怖组织，它也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头号的敌人。那么这个人质事件呢，随着持续的这个延展呢，现在已经把约旦这个国家给拽进来了。现在呢，这种2+2的交换方案呢，事实上就是呢，约旦国内抓住的一个叫赛义达的女性恐怖分子，再加上另外一个恐怖分子，这2个人一起交换在伊斯兰国手里边掌握的约旦一个空军飞行员，再加上现在日本人质后藤健二，是这种交换。但是这种交换呢，说实在的，令约旦呢陷入一个两难境界。为什么呢？非常明显，约旦呢在打击恐怖主义上呢，它是和美国结盟的。如果有这样的交换行为，它必须要征得美国的同意，或者说默认。在第二个呢，约旦国内呢受恐怖主义袭击侵害的老百姓很多。刚才我说这个女性恐怖分子赛义达，她是2005年的时候在约旦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直接造成60名约旦人死亡，民愤非常大。如果你现在把它就这么放回去，约旦国内老百姓的压力会非常大，而且这容易助长恐怖分子呢继续发动类似的这种爆炸袭击。所以现在约旦在这个问题上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非常难。那么同样呢，日本也是这个问题。我把这个赎金给他，或者说我同意你这个交换条件，这意味着日本呢打破了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对待恐怖分子上的这种同盟，打破了这种均衡态势。可是如果你要不答应呢，这个人质要再死了呢，安倍晋三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现在有很多的日本人跑到这个日本政府的门口啊，开始喊口号啊，这个人质救不回来，你安倍就下台，借这个事希望把安倍撵下台。那么同样这一事件呢，能够被这些反对安倍晋三的势力利用呢，安倍晋三政府本身也能利用这一事件。现在安倍就提出来了，说你看我们日本国内的自卫队在海外的活动处处受限，这我们没法在海外保护日本国的国民，来给恐怖分子以直接的打击。所以说去年日本政府提出来的，安倍政府提出我们要解禁这集体自卫权，看来很有必要，让我们的军队呢能够到海外去。其实这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容易把亚洲各个国家敏感的神经再一次给撩拨动。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战后呢，他的军队是不能离开他的国家了，甚至不能叫军队，只能叫自卫队。但是日本这些年一直在谋求怎么样在海外扩展自己的军事势力，甚至希望呢借助美国，有个说法叫借船下海，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的一些行动我们跟着，借这个机会，日本就把自己的军事影响在海外能够扩散。所以有人认为安倍政府呢试图借这个人质事件的压力呢，能让自己的自卫队能够在海外有更多的行动空间，而这个事儿犯忌讳层面就大了。所以说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揉在一块儿，使现在这起日本人质事件呢变得空前的复杂，这里边多种因素搅到一块儿。那么其实就没有这些因素，这个人质事件历来也是各个国家非常头疼的事儿，就是我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有时候报复，有时候出于要赎金，就会把这些国家的公民呢抓起来一些人，然后呢进行敲诈勒索。你反正你不给我赎金，或者不答应我释放恐怖分子或者其他政治要求，我就杀人。
给这个国家的政府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其实这一点来说，为什么是棘手的难题呢？显而易见，如果不给这个赎金，不答应他政治要求，自己国家老百姓命就没了。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它存在的合理性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政府必须保护老百姓。所以这就决定自己国家的公民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你必须要管。可是怎么管呢？说我出动我自己军队，我出动我自己的特别行动队，一个有时候来不及，第二个你也没把握，万一激怒恐怖分子，人质的性命就没了。那说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我给他赎金吗？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了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你给了他，把这人质是给你放了，接下来他一看尝到甜头，这事儿好啊，我们的要求能通过这个得到解决，他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的继续进行恐怖的绑架活动。所以说这个事情摆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面前都是非常棘手的难题。那么处理起来呢，从历史来看呢，大致有那么几种方式。所以说这个事情摆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面前都是非常棘手的难题。那么处理起来呢，从历史来看呢，大致有那么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绝不妥协式的。你像2004年的时候呢，在这个俄罗斯境内的一所城市别斯兰市爆发了一个人质危机，就是当时车臣的武装分子、恐怖主义者，当时在一个学校里头呢，把学生以及一部分学生家长给劫持了。之后普京下令呢，坚决不能向恐怖分子妥协，强攻，最后把车臣武装分子21名全部击毙了，但是同时300多名无辜的孩子下来，在这起袭击当中也跟着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指责普京政府没人性，怎么不考虑自己国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普京有说不出来的苦衷。就如果你在这事上容让车臣武装分子，他会进一步发动这样的袭击，那样俄罗斯国土之内永无宁日，而且车臣武装势力分裂俄罗斯的目的就可能初步实现。这是普京在掌握国家主权的同时绝不能看到的现象，所以他宁可做出这样的牺牲。你在我们都知道72年慕尼黑奥运会时候的著名人质劫持事件，最后这个黑9月恐怖分子都死了，9名人质玉石俱焚。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总理梅厄夫人就提出坚决不向恐怖分子妥协。后来呢，又利用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特工组织暗杀了11名黑9月组织的这个恐怖分子。这个事情有人说以色列当时没有考虑到自己国民的性命，自己运动员性命，其实这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以色列呢，作为犹太人建的国家，在中东地区四面都是敌人，任何一次妥协都可能招来这个恐怖分子得寸进尺的打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宁可牺牲自己国民一部分人的性命，他为的是不让这种恐怖打击在自己面前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得逞。所以凡是这种绝不妥协的，大体都有在主权问题上，在外交问题上，在国际争端上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不这样做，那接下来可能会遭到更严厉的打击，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直接就说在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就可以不顾人质的性命直接就硬性的攻击，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凡出现绝不妥协的，必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第二种处理方式呢，是属于那种妥协的，就是我认了，你提啥要求我满足。这个在2007年7月份的时候呢，韩国7男16女这么23个人在阿富汗地区呢进行传教，他们都信基督教，还有人做义工，结果被这个恐怖组织塔利班把他们抓起来了。然后提出来呢2个条件，第一个得拿赎金赎这些人，第二个你必须韩国从阿富汗撤军，你韩国军队跟着这个联合国军队一起进来不行，你必须得撤军。结果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谈判，韩国是答应了我在这撤军，不参加这个了，把这些人赎回来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有人说韩国政府太软弱了，怎么就答应了呢？这种情况大体出现在呢，如果这个事情和平解决之后，一般来说呢不会遭到恐怖主义呢再直接的打击。凡是这么处理这个人质事件呢，往往是这个国家呢离这个恐怖组织的空间距离比较远，也没有直接冲突。它不像以色列离那么近，
不像美国在第一线。所以你看这次日本国民有不少人就说你安倍啊，不要再到中东地区招事儿去了，又捐钱又什么的，你看惹事儿了吧？就是有一些狭隘的日本国民呢，认为日本离那太远啊，你这事处理完了，你把赎金一交了，他也不会那么老远来打你了。那么第三种方式呢，是多管齐下的处理。我既谈，表面上妥协，但我实质上有硬的东西，就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个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在伊朗爆发了德黑兰人质事件，也叫德黑兰危机。就是当时1979年的时候呢，伊朗国内爆发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这时候巴列维国王呢投靠到美国那边去了，这在一定程度激怒了伊朗的政权。所以在1979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很多伊朗的人直接进入了美国大使馆，把美国大使馆里边的工作人员呢，还有一些美国的平民呢，反正这几百人都给扣起来了，就把这些人作为人质。结果这个时候，当时霍梅尼提出来，美国必须要把巴列维引渡回来，引渡回伊朗接受审判。这时候美国怎么处理的呢？他是没有答应霍梅尼的条件。首先呢，是先把美国国内的一部分伊朗人驱逐出境，给你带来压力。同时呢，把美国国内呢伊朗的这个资产大概80亿美元给冻结。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在经济上给你带来很大压力。然后同时呢，开始谈判。那时候美国总统是卡特，结果几次谈判没成，卡特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当时还有几名人质跑出来了，美国中情局特工帮他们利用加拿大大使馆掩护，讨回来了。这个事情后来在2012年有个电影，大家可能有不少朋友看过，叫德黑兰大逃亡，也有叫德黑兰人质事件。这样一个电影反映的就是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后来是经过反复的磋商呢，美国呢，就是把在这个美国的伊朗80亿美元的财产呢解冻了，就说你可以拿走。然后同时呢，就这个事儿也不在国际上继续为难伊朗，起诉什么的也不搞了。所以这样呢，到80年两伊战争爆发之后呢，当时的伊朗就把这些人质都解散，都送回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得到这个完美解决，中间呢还有美国当时派出特种部队试图硬性营救，但是没有成功。就我们不能否认呢，这些年来呢，美国在这方面呢做的确实是不错的。一方面，它掌握着强大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主权，很多时候呢，对所在这个国家经济上一有压力是能起到效果的，因为它有这能力。第二个，美国本身的特种部队，你像什么海豹突击队，确实有实力。像当初击毙本拉登，我们就看出来美国这方面实力挺强。再一个，美国呢，它不是蛮干，还有一定策略。你像在2000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厄瓜多尔呢，美国有4名这个石油工人被绑架了，当时要赎金，美国马上把赎金交了。交完赎金之后呢，他迅速通过其他的网络，联合其他国家的警察，把这回绑匪抓住了，把赎金又弄回来了。而他有时候给赎金，他是那样，给的美元呢，他把这些号都记录下来，回头他能跟踪这笔赎金花到哪儿去了，然后通过这个让绑匪这赎金根本花不出去。这也能间接的起到遏制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保护自己人质的生命安全。所以我刚才说这种绝不妥协型的和多管齐下型的，都得是审时度势，根据具体的状况。在这方面呢，美国明显比其他国家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因为美国是站在反击恐怖主义的第一线上，因为恐怖分子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共同需要面对的敌人。香港西贡清水湾的豪宅区发生了一件绑架案，绑匪绑走了女人质，索要赎金高达4000万。经过讨价还价，4月28号，绑匪带着获得的2800万港币的赎金逃逸。那么案发之后，香港警方和内地警方通力合作，今年5月14号，广东省警方对外公布，这个案件彻底告破，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但是赎金当中的2500万港币到现在为止下落不明。根据香港警方和内地警方对媒体披露的整个作案过程啊，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今年4月25号的凌晨，
有6个犯罪分子进入了西贡清水湾这个富豪居住的这个豪宅区。那么受害人这一家啊大有来头，他是原来香港的针织大王罗定邦的家。这个罗定邦有一个著名的牌子，我相信电视机前大概4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都会有印象，它的名字叫宝诗龙。在改革开放初期，宝诗龙这个品牌啊，服装品牌在这个中国内地是很有名的。那么当时这6个劫匪呢来到了这个罗定邦家，这个时候罗定邦呢已经过世了，因为罗定邦是1996年的时候没的。那么在这所豪宅里住着的呢是他的儿子、儿媳还有他的孙女。那么这伙绑匪进入到豪宅之后呢，掳走了大概价值200万港币的财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正赶上罗定邦的孙女罗君儿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之后呢，这些绑匪就把罗君儿控制起来了，然后就由一起呢盗窃抢劫的案件呢变成了绑票案。他绑架了这个罗君儿，然后呢把他绑走了之后呢，跟他的家属通过电话讨价还价，就是说我们要4000万港币的这个赎金。最后呢，双方谈成了2800万港币。当然了，老罗家呢也这时候报了警了。到了4月28号这一天呢，这绑匪开着一辆呢白色的本田汽车，把这个赎金拿走了。这个赎金呢分成28袋，然后一袋100万港币，总共2800万港币。那么带着这赎金之后呢，这伙犯罪分子迅速的逃逸了。那么当时警方呢首先确定呢这个人质安全没有问题，因为人质呢被这伙绑匪呢绑到了这个香港的这个飞鹅山这个地方，在山上他们自己挖个洞藏着人质。警方呢把人质解救出来之后，确定人质确实没什么危险了，然后开始全程的大搜捕。当时是控制交通信号啊，人为的制造堵车呀，希望能够把绑匪的车截到这儿。但是呢事与愿违，最终呢没有截着。那么过了一些天呢，这个绑匪当中有一个人呢试图通过这个香港出境，结果呢在海关这儿呢被香港警方控制了。然后根据这些线索呢，在内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呢，很快这案情有了进展。剩下的8名犯罪嫌疑人呢，在这个广东警方的大力追捕之下呢，先后在深圳、东莞还有贵州瓮安市落网。这个团伙呢，绝大多数人呢是贵州瓮安市人，除了踩点的直接从事绑架的这7个人以外呢，还有2个人呢，一个是专门负责把这些人呢从内地呢偷渡到香港，还有一位呢是专门负责呢就他们劫来的财物进行销赃。所以总共是9名犯罪嫌疑人。那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大半已经告破了，只有这赎金2800万港币呢，其中他们领头的这位姓尤，他带了300万港币出来，不知道什么渠道他带出来了。这300万港币呢，他当时花掉了10几万港币，还剩280多万港币。然后这280多万港币呢起获了。那么剩下来这个2500万港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找到地方。那么根据香港警方呢他对媒体公布的是呢，这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这个钱能出去，因为你在过海关，咱们有很多朋友到香港旅游都有这个常识，你从香港回到内地，你带的钱最多不能超过相当于人民币2万以上，如果你再多了，那你恐怕就得一个是要报关，再可能得需要银行给你出具一个证据。所以就说这么大宗的款项是不可能通过正规的渠道从这个香港带走的。所以现在这个案子呢算已经破了一半吧，因为毕竟这个赃款现在还没有回来。那么这个事情呢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引起了香港很多居民的怀疑，就是他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问题。首先一个问题说，你看我们看很多警匪片里都是，往往警察呢是在绑匪呢取这个赎金的时候采取突然行动，说为什么这次没有行动呢？任由绑匪把钱就带走了呢？这个香港警方给予解释，说我们时时刻刻首先要考虑的呢是人质的安全，他不是说我们非得要把这伙人抓住，那人质安全我们现在没确定呢，我们不敢打草惊蛇。
而且也怕这绑匪知道了不敢来取这个赎金，这就案子更没法破了。所以就说当时呢是先得确定人质安全，也不敢层层包围，所以这给了这个绑匪呢逃跑的这样的时机。对于这保证人质安全呢，这在世界范围之内的警界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质最后出问题了，你就把这绑匪都抓住也没用，也说明你这次行动失败了。首先得保证人质的安全，人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有的警察他可能想自己立功，我抓着绑匪多大功劳，但是你要因为这个你把这个人质的健康甚至生命都牺牲了的话，那是绝对违背警戒行规的。所以香港警方有那么一句话嘛，叫贼是抓不完的。就是你警察跟犯罪分子斗争，你知道犯罪分子总会出现的，你是抓不完的。我们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保护人民群众财产生命的安全，然后第二位才是抓犯罪分子，你不能本末倒置。所以针对这个质疑呢，香港警方呢还是发出了比较强有力的这种回应，这是对的。那么第二个质疑呢，就是你既然重重设置路障了，信号灯你都能控制，那这劫匪还没有跑出这个范围呢，怎么就没有抓住？因为这种这个人为的堵截呢，往往警察呢他控制力非常强，那各口都有监控头，甚至呢这地方设置路障堵截呢，可以通过信号灯的疏导把犯罪分子的引拒入瓮，来达到警察抓捕的这么个目的。说为什么就没有抓着？香港警方也给予解释了，说我们刚通告呢，就是某某地方截着，结果有很多市民呢就通过网络以及通过自己的手机把设置路障的情况啊在微信呢各方面反正就这些通讯手段传播开了。那么犯罪分子这时候也理所当然的应该知道这个信息了，所以说这犯罪分子逃跑呢是现代资讯发达的一个必然的代价，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这两个解释呢，香港警方都说得通，但是有很多市民在怀疑这案子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呢？一般来说呀，入室盗窃抢劫的很少有6个人一起进入一个豪宅抢劫，为啥？6个人你抢了这点东西，你分赃1个人才能分多少啊？一般来说都是2、3个人配合干这个事儿，这6个人很少是这么多人进到一个豪宅里盗窃抢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般来说盗窃抢劫之后，如果家里又回来人了，盗贼和抢劫犯第一反应是逃跑，最多也是发现回来个女的，可能对这个女人进行非礼啊，这是有的。怎么能够突然间就决定我们不盗窃不抢劫了，我们改成绑票呢？而且这个决定呢显得很有计划，后边的撤退计划明显都安排好了，包括用假车牌子扰乱这个警察的视线，包括准备那个藏人质的地方，以及那辆白色的本田车，就这显得事先是有策划有预谋的。而且你控制住了这个女人质，平安的把她带走，邻居还没有发现，就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这伙盗贼临时改变，居然能这么有计划，有人就怀疑说这个绑架对象有可能是有针对性的，有可能是事先有预谋的，甚至目的都不是为这2000多万的赎金，很可能背后有别的阴谋。当然现在为止这个案子呢，虽然说是大半告破了，可是呢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审讯呢还没有完全开始，很多信息呢也没有对外披露，所以现在我们也无法知道这里边更多的内幕。但是这样一个案子，它最大的引起的恐慌是对香港很多富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又重新变得不安全。怎么叫重新变得不安全呢？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在这个以前香港历史上发生过多起针对富豪的绑架。你像在这个97年以前发生过好多起，比方说我们大家很熟知的香港有个叫这个小甜甜龚如心，她老公叫王德辉，当年1983年被绑架一回，结果这个付了1000万美金的赎金回来了，到1990年又被绑架一回，家里付了6000万美金的赎金，可是这王德辉最后据说是被撕票，尸体扔到大海里了，找也找不着了。后来香港有个电影叫《重案组》，就反映的是这个事儿。再有的大家非常熟知的，我们这个各大电视台经常重播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插翅难逃》，它的背景就是96年97年，当时我去的是这个
香港的叫惊天大盗贼张子强制造的。那么2起绑架，一起呢是绑架了首富李嘉诚的儿子大公子李泽钜。这张子强呢捆着炸药，自己登门跟李嘉诚谈判，最后要来是10亿3800万港币赎金，这创造了整个亚洲的绑架的这个赎金的记录。而且这个10亿3800万1038这数字很有意思，是李嘉诚他的这个公司叫长江基建公司，股票的代码是1038。有人说这个巧合太有意思了。然后这第2年呢，这个张子强又制造了一个大劫案，目标是这个新鸿基的这个主席叫郭炳湘，从他那儿呢又弄了6亿港币的赎金。所以就是这些起大案呢，使当时的香港呢风声鹤唳，很多富豪觉得我们都接到了各种恐吓电话啊。但是后来相当长时间呢，香港的绑架案呢风平浪静了，没出了多少了。但是这个事儿一出现，很多香港富豪说这20年过去了，是不是又回来了？有点人人自危的感觉。所以有很多人分析说，为什么这些年这绑架案又要回来了？有的是针对富人，有的是针对富人的家属。很多人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很多人一看，要想富走险路吧，就劫这些富人嘛。那往往都是劫富，但你别忘了，劫富的人他可没济贫。而且你以为绑匪是穷人吗？我告诉大家，绑匪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相关公安机关呢，在总结各个大的绑架案当中发现，绑匪往往是哪些人？他的生活状况不是最穷的，他够多，可是呢，贪得无厌，好吃懒做，梦想着一夜暴富，然后要想富走险路，铤而走险，是这样一群社会人渣。他们不能代表穷人。这些绑匪呢，人性这方面很差。你看我们刚才举例子，就是凡是破案的之后，你发现的绑匪没有几个是赤贫阶层的。咱们说张子强原来也算不上一个穷人，只不过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呀应该大富大贵，天生就该是大富豪，他给自己起外号叫大富豪。他梦想着不劳而获，通过非常手段来致富，所以才走上了这条犯罪道路。最后开始是抢劫，然后是这个绑票。那么这里头有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就李嘉诚后来回忆啊，张子强到他的府上，2个人谈判。当时李嘉诚规劝张子强说：“张先生，你的胆量不得了，你敢直接到我府上来，以你这样的胆识，要干正行，那不能过得不错吗？希望你今后干点正事儿。”张子强说：“来不及了，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不够啊，不像你们有很好的基础，我这辈子再想像你富到这程度不可能，我要想成为大富豪只能这样。”你看他振振有词，有他的一套道理。而李嘉诚也劝他说：“你做一点好事，你这个赎金我都给你10个亿，那足够你这个逍遥自在的了。你从此之后就别再铤而走险，再干这些事儿了。”有人说这李嘉诚这话是不是违心呢？在我看到不是违心。你看10亿港币好像挺大个数，但是李嘉诚当时的财产呢，大概港币得有2000多亿港币，这10亿不过是他的资产的1/200。所以呢，他也说年轻人，我希望你能学点好。甚至张子强呢，把这钱带上车走的时候，李嘉诚还跟他说我给你提供几个主意啊，我希望你拿走这些钱呢，你买我们这个黄埔实业、长江实业公司的股票，你几辈子都花不完，衣食无忧。或者你不信这个呢，你可以拿着钱到第3个国家去投资去。总之你就别干这个了。可是这番话对张子强来说就是耳旁风。如果真要听李嘉诚的，那也不会张子强后来98年在内地被抓着枪毙。那么李嘉诚这个时候对他的金玉良言，为什么张子强当成耳旁风？因为李嘉诚也并不理解这个大绑匪的他的心理。针对他来说呢，后来这个张子强呢很有意思，给李嘉诚还打过一个电话，说：“李先生，我没听你的话，我的钱呢赌博大半都输了，你告诉我今后该怎么投资。”李嘉诚说：“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也不听。”就是案发之后这些事儿都完了，张子强又给李嘉诚打电话，怎么他确实在澳门赌博输了很多钱。那么李嘉诚这时候就不能理解张子强的心情，
因为作为一个绑匪，一个犯罪分子，他铤而走险，他有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再有那心思回去做正行，踏踏实实过日子。因为犯罪本身也容易成瘾，像赌博成瘾一样。为什么张子强在澳门输钱？他带着很多钱过去，曾经一次下注就输了2000万港币，3天就输了6000万港币。有人说他不心疼吗？不是，他是对什么？对赌博这种快感，一掷千金，迅速的输了，然后又赢回来再输出去，他充分享受这种快感。他之所以不能自拔，是犯罪分子这时候在心理上对这种行为已经成瘾了，对赌博带来的刺激已经成瘾了，也不管今后啥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是犯罪分子追求快感和刺激的共同心理。所以我们说这些人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这犯罪分子很多跟穷有时候都沾不上边，他是一群梦想一夜暴富铤而走险的人渣，是这样的人他才去做绑匪。我倒觉得这点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对于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这种行为，也绝对是我们的公安警察部门必须要打击的犯罪现象。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渴望不劳而获的都会存在，只要他们想铤而走险，那么绑匪这一行就会永远存在，那么警察机关打击的这类对象也就会永远存在。这也就是香港警方说的话，贼是抓不完的。我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说一个和恐怖袭击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说起来可能会感觉比较沉痛，因为在这次袭击事件当中，死亡的大多数是未成年的儿童。这是2004年9月1号发生在俄罗斯边陲小城别斯兰的一桩恐怖袭击事件。2004年9月1号对俄罗斯联邦来说呢，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整个俄罗斯联邦学校开学的日子。别斯兰呢是个俄罗斯边陲小城，这个城里边呢最高的学府就是别斯兰一中学。那么这一天开学呢，我们都知道开学是个挺欢庆的日子，很多家长送学生来上学，这家长们呢喜气洋洋的，孩子也蹦蹦跳跳的，开学了都兴奋。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大概连学生家长带这个学生总共是后来统计的数字1128人。那么突然间一伙手持武器的武装分子把这些人给割开赶散，弄到哪儿去了？弄到别斯兰一中的体育馆里，然后迅速和外界就中断联系。说这是干嘛呢？这是恐怖分子挟持人质，要挟俄罗斯当局接受他们的条件。说这是哪波恐怖分子呢？我恐怕一说他这名字你就会有印象，就是车臣恐怖分子。我们可能这几年呢，在这个广播呀、电视、报纸上都耳朵都灌满了，一提俄罗斯的恐怖事件基本都是车臣武装分子。那么这个缘由是从什么上来的呢？1991年呢，我们都知道前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是个最大的共和国，它由各个小共和国组成，其中就包括车臣。可是91年的时候呢，当时车臣的伊斯兰民族分离分子比较极端，他们宣布车臣独立，就我不听你俄罗斯管了，我们独立。所以一直到1994年，俄罗斯才整式军事力量对车臣发动一次进攻。到1999年的时候，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我们都知道普京呢可各国出身，出了名的一个硬汉，自己会柔道干嘛，对待恐怖分子他不妥协。所以99年普京一上任，马上组织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对车臣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攻击基本上把这个车臣他这极端分子的武装势力给消灭殆尽了，剩下那一部分呢钻到深山老林里打家劫舍的搞点武器。可是这样一来呀，这恐怖分子恨透了普京，同时呢也恨上别斯兰。为什么？别斯兰是当时打击车臣独立势力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基地。当时俄罗斯军队在那布置的战略基地指挥部，所以呢这些恐怖分子呢恨透了别斯兰，以前发动了一些武装袭击，那么这一次这些恐怖分子丧尽天良。
开始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都是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那么当时出了这个事情，这是2004年9月1号出事以后呢，这边马上有快速反应这军队警察就来了。可是在这之前呢，有一些老百姓失去了理智。为啥？一听说开学了，自个儿孩子在里头呢，被恐怖分子控制住了。有的在家里待着人坐不住了，因为俄罗斯人身上有武器，这些家长迅速的里3层外3层就把别斯兰一中体育馆给围住了。有的就忍不住了，拿出枪来就要往里冲。所以当时情况非常混乱。那么这个时候恐怖分子呢，派一个女人质出来了，就是他们人质里头派一个女的。这女的呢，拿张纸条拿盘录像带出来了。干嘛来呢？这女的哭了，你们别往进冲了，把这个拿出去。一看呢，这录像带里头呢是什么？恐怖分子在里边杀人，我让你们看看。而且恐怖分子当时叫嚣呢，你们不往里冲吗？好，你们要打死我们一个人，我们就弄死50个人质；你要打伤我们一个人，我们就弄死20个人质；你要是弄死我们5个人，你就等着体育馆被炸上天吧。这不是闹着玩的，这帮亡命徒说到能做到。所以那个女人质带着哭腔说，你这别往进冲了，赶紧看那个纸条，找纸条上面的4个人跟他谈判。就这个纸条上呢，写着4个人的名字，下边还有一部手机号码，这号码是恐怖分子的，就是说我们呢要求这4个人来和我们谈判。所以你看呢，为什么说是现在处理恐怖袭击过程当中都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呢？因为没有哪伙恐怖分子是没有意图的，他只要有要求就能谈判，能谈判就能妥协，挽救人质的生命全在你谈判的艺术和技巧。你要真恐怖分子什么也不想跟你谈，那他直接把人质都打死算了，他只要能谈就有机会。那么说这个纸条上写了4个人名字，恐怖分子要找哪4个人谈呢？说找普京吗？不是。这4个人头一位名字叫扎索霍夫。扎索霍夫呢是普京俄罗斯联邦地区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也就是说坚决要消灭车臣独立的武装势力。这个人当时呢出任呢北奥塞梯共和国的总统。俄罗斯有很多小联邦共和国，他是其中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第2位呢名字叫贾季科夫。这个贾季科夫呢是普京在可戈勃的时候同事，也是普京的死党，当时任呢印古什共和国的总统。第3位呢叫阿斯拉克哈诺夫，这个人呢是普京车臣问题的特别军事顾问，那不用说是对付车臣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一开始这3个人，这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看这胃口可不小，找这仨人可不是来谈判的，是你来了我就把你毙了。因为这3个人和车臣武装势力有不共戴天之仇，2个总统1个高官，你看这恐怖分子胃口不小，哪是谈判，这仨一露面我就给你毙了，因为跟他们都血海深仇。所以这仨都不用考虑，不能让他们露面。第4个人呢叫列奥尼德·罗沙利。说这个人是个什么高官？不是，他是个普通的儿科医生。说为什么让个儿科医生来谈判呢？这罗沙利普京授予给他俄罗斯荣誉公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沙利当年在第1次车臣战争的时候，94年的时候，他当时就组织自己的医疗队上前线救治双方的受伤人员，就不光是说俄罗斯这边，车臣这边他也给救治，所以双方对他都很信任，知道这个人搞慈善的愿意给这个双方服务。后来在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发生过一次人质危机，也是这罗沙利出面跟恐怖分子谈判，还争取到呢车进去给这个人质水食物还医疗的这些条件，最后还带着8名儿童呢把给救出来了。所以这罗沙利呢在俄罗斯有很高的声誉，恐怖分子也相信他。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罗莎莉来，别弄不好再送死。所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很犹豫，要不要给罗莎莉打个电话让她来。可这时候呢，这恐怖分子在里头不等，他总得折腾出点事儿。这不里边我们说1128名，有孩子有老人有家长在这吗？好，我现在呢不准你这孩子家长什么吃饭了，就不让你们吃饭了。为什么这要表示什么呢？你看这么长时间你漠视我的要求，这边人都绝食了，你看他美其名曰是他不给饭吃吗？所以这里边眼看着天色将晚，一点点这外边也着急里边也着急。可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我们知道这个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有好多媒体蜂拥而至。为啥？这新闻点呢，你说好听了，我们要把第一线的严峻局面报道给这个世界人民。你说不好听的，为了抢新闻，他媒体本身也要生存嘛。就说有的时候媒体报道你搞不懂他真为正义还是为添乱。所以这时候全世界媒体蜂拥而至，就在体育馆外呢形成了一个媒体圈。这些媒体不断的长枪短炮啊话筒都支过来，就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里边什么情况啊，多少人质啊，咱们采用什么办法呀？那么为了不让这个事态影响扩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新闻发言人说，人质啊354个人。为什么要撒谎呢？不要事态扩大。你要说1000多个人那了得吗？那是因为这个重大灾难过程当中这个人员数字特别敏感。可是他说这354个人，媒体倒没什么事儿，把里边恐怖分子惹恼了。哦，我说这么半天你不回应呢？啊，这合着是嫌这个人质数不够啊，354个人你不重视。好，是354个人吗？这么着吧，我就先杀354个人给你看看。当时这些恐怖分子就从这人质当中找出来15名成年男子，带上体育馆2楼。为啥在2楼呢？外边都能看见。你们看着啊，啪一枪打死人，一枪打死人。打死这些人呢，还有摘出2个成年人质呢，你们别把他尸首扔到下面，双2楼扔1楼去。当然了，扔人质这2名成年男子，扔尸体这2个也得不着好。所以其中1名男子索性啊，我留也是死，跳也是死，我跳吧，啪从2楼跳下去。这一跳把腿跳折了，骨头都支出来了。他就凭着这股毅力狂奔了300米，捡了条命。可这个事儿呢，激怒了恐怖分子。你不跑吗？好，我让你们跑。回到体育馆里边呢，把这里头所有的成年男子全部枪杀。杀完人之后呢，还不准许这些人剩下的老弱病残不让他们上厕所。原来是不让吃饭，这回不让上厕所。那体育馆里一时之间呕吐物大小便，那简直脏的就不行了。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人质恶劣的条件下，可以说再多耽误1分钟可能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正这个时候呢，这个罗莎莉来了。罗莎莉就说，我进去谈判去吧。可是给这恐怖分子一打电话呢，关机了。也就是说，恐怖分子这时候拒绝和罗莎莉谈判。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情况不妙。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恐怖分子打来电话说，我们呢也不和这罗莎莉谈判了，我们要见一个人，你得让他来。谁呢？叫鲁斯兰奥舍夫。说这又是什么高人呢？这鲁斯兰奥舍夫是前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前总统。说现任总统贾季科夫让他来不来，你要这奥舍夫来干嘛呢？因为这个奥舍夫在俄罗斯政坛呢是个出了名的刺头，就和普京之间他们关系不好，就普京说东他往西，2个人政见不合，就这么着呢让奥舍夫来。奥舍夫一点没惧怕这事儿，要能救这些人质我愿意，马上赶到现场来了，然后举着双手说，我是来谈判的。就这么的进了体育馆。而这时候恐怖分子呢还带着奥舍夫上2楼，
得意洋洋的看，我刚杀了人，你看那尸首一排排在那摆着呢。说这时候奥舍夫说：“我来了，谈吧，什么条件？”恐怖分子说：“我们这儿有个纸条，你看看。”拿了一张纸条，上面写2个条件：第一个，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第二个，承认车臣独立。底下署名叫沙米尔·巴萨耶夫，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沙米尔·巴萨耶夫外号叫高加索之狼，他原来在这个车臣地区呢，就是一个流氓，也不好好上学，后来呢违法犯罪，杀人无数，被人称为恐怖机器。等到这个普京的军队呢把他们打败以后呢，这个高加索之狼领着下边的人窜进深山老林，继续干恐怖事件，而且经常袭击无辜的平民。这个纸条一拿出来，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这个高加索之狼。然后谈条件，说答应这俩我们就放人质。而接着恐怖分子说还有一点，如果普京就地辞职，咱们还可以商量。这奥舍夫心想，你们想的可真好啊，但你谈判人质在人手里呢。奥舍夫说那行，我把你们这条件呢回去跟他们说，但有一样你不能让我白来呀，你也得表示表示诚意呀。恐怖分子想想，行，你呀把这里最小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一起带出去，就这么表示诚意，放了26名人质。这放回来之后，奥舍夫跟普京就商量这事怎么办。普京说头2条不能答应，就说武装力量撤出车臣和承认车臣独立，这绝对是底线，寸土不能让，不能答应。但是后边可以商量，什么意思呢？你既然让普京辞职还可以商量，那我辞职。我想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应该有这样气度，人命关天。这时候普京敢于承担，不行我就辞职。而且普京他从来不对恐怖分子妥协，这时候提出来，我再加一个条件，就如果你现在把这些人质放了，你杀那些人既往不咎，我们给你留条通道，让你恐怖分子逃生去了，你走，放你走。可是也许这些条件呢不足以打动这些恐怖分子，他们最后拒绝谈判。你条件不行，我们就必须是你撤出车臣，你承认车臣独立。所以这一下子谈判又陷入僵局。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9月2号9月3号，你们可以想象这些老弱病残在里边挺了40-50个小时，有的人精神都错乱了，高度紧张。而这时候体育馆外头他们的家属围着，一个个忧心忡忡，有的怒气冲天，有的也精神都不正常了。那么就在这个非常错乱的时候，恐怖分子电话又打过来，说这样，我们允许你们干一件事，把里边人质这些尸体你拉走。那是放到那儿他们也觉得恶心，你赶紧拉走。要把人质尸体拉走，这是不是释放利好的信号呢？这个时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安排一下，可以，咱们去，派军车进里边拉尸体。可没想到是呢，这个军车上边啊，他肯定是军人押送，引起了恐怖分子高度的敏感。这干嘛呀？这一个军车上头得有多少士兵藏着？这不来灭我们了吗？结果一看军车上面有士兵，恐怖分子率先开火，啪的一枪就打死了一个士兵。这下乱套了，双方开始枪战。其中有个匪徒呢，脚上踩着炸弹，就你过来我就炸，啪一枪把他打死是打死了，他临死前脚一蹬，把炸弹引爆了，哇！这炸弹一爆，乱套了。因为这个时候局面已经无法缓和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只能是走向冲突了。军队一看不行，就往里冲吧，等不了了，哇，这军队就上来了。在军队后头跟着什么呢？这体育馆外头还有那么多家长呢，还有当地的居民呢，这孩子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了一堆呢，手里都有枪啊。这时候都急得不行了，一看军队往里冲，咱也冲，整个就跟决堤的洪水似的就冲进来了。后来统计，当时得有5000多家长参与这次战斗。恐怖分子一看这么多人冲进来了，拉倒吧，
玉石俱焚吧，引爆埋在体育馆里的炸弹。最后一统计呢，死了326名人质，其中186名是儿童，是学生。后来把这些学生的照片整理出来之后呢，就挂在别斯兰一中的遗址上头，把这些孩子称为别斯兰天使。这是世界反恐历史上非常值得铭记的这么一天，因为死亡者大多数是无辜的儿童。那么说这一次事件最后怎么做结局呢？我们都知道始作俑者元凶是沙米尔·巴萨耶夫，高加索之狼。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普京的支持率一下下降了30%，因为你作为这个总统发动的车臣战争，最后出了这个事儿你又没处理好。普京呢这个人也能扛，一咬牙把这事儿扛下来，然后呢他调动俄罗斯国内所有力量，就全国范围之内悬赏抓这个巴萨耶夫，给多少呢？1亿卢布赏金，等于现在大概2000多万人民币吧。后来他又派可格勃特工，就那时候训练下的特工做卧底，终于在2006年7月10号，这个巴萨耶夫准备再发动一次恐怖袭击，这个时候他的卧底特工用巴萨耶夫的炸弹把巴萨耶夫炸了，这算把别斯兰这个人质事件呢报了一箭之仇。可是你把他炸死了，那326名人质的生命也回不来了。所以就是总体来看，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战争，存在着冲突，那么流血就不会停止。所以说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祈祷世界和平，同时也意味着一件事儿，和平离我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流血和杀戮还远远没有彻底消失。阿尔及利亚艾因阿麦纳斯市的天然气田进入了一伙武装分子，这伙武装分子大概有20-30人，他们劫持了多名人质，其中包括41名外籍的工人。那么阿尔及利亚军方经过3天的营救行动，虽然把大部分武装分子都击毙了，可是却导致58名人质的丧生，其中有37名是来自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的人质。结果这次救援行动呢，遭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他们认为这次救援行动是一次鲁莽的救援，更是一次残忍的袭击。所以说这次阿尔及利亚军方的救援行动被称为残忍的袭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恐怖分子把人质控制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人质的安全，起码要经过一定的谈判、拖延战术进行斡旋，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袭击才可以。可是这次这个事件，阿尔及利亚军方在国际舆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最终酿成了这次血案。那么事件的具体经过呢，是1月16号的时候呢，这伙激进分子呢袭击了艾因阿麦纳斯市的天然气田。那么这场袭击很多人都认为，这也说明阿尔及利亚它的防卫非常疏忽，如此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基地被20-30人的武装分子轻易就给控制了。那么攻占了这个基地之后呢，挟持了大量人质，这些恐怖分子提出来呢，要带着这些人质呢过境，从阿尔及利亚到马里。阿尔及利亚军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当国际舆论认为呢，他们一定会接下来进行谈判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1月17号，也就是说事件过去还不到1天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军方就展开进攻了。当时这伙恐怖分子呢，是准备用5辆吉普车把这些人质呢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在运输的过程当中，阿尔及利亚军方突然开火，结果最后打死15名劫匪，却同时把车上35名人质都给打死。这一行动造成了国际舆论一片震惊。那么接下来呢，这些恐怖分子呢进入了天然气厂一个主楼，在这死守，表示要跟这个阿尔及利亚军方谈判，但阿尔及利亚军方态度特别强硬，坚决不予谈判。后来又经过1月19号的第2轮袭击，最终把大部分劫匪都击毙了，也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58名人质死亡，其中37名是外地。在以往人质事件的救解过程当中，极少出现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就速战速决的现象。
有人就怀疑啊，阿尔及利亚军方并不是说是他一定要采用一定手段去解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呢，这次恐怖袭击的背后主导者名字叫做穆赫塔尔。穆赫塔尔呢是原来非洲基地组织的一个小头目，后来跟基地组织决裂，自己组织人单干。他干什么事呢？就是把非洲大地上这些外籍人士当作人质，然后通过人质来换取赎金，说白了就是个绑架的。有资料显示呢，他绑架的每一位欧洲人最后释放了，都给他带来300万美金的收益。他是想通过呢，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把这些外籍人士绑架到马里北部山区，然后在那儿呢和他的部属会合，进而呢来要价。那么为什么会绑到马里这边？马里国内现在局势非常混乱，它混乱的起因呢，也跟过去啊非洲这一片北非一带是法国的殖民地有直接关系。当法国的殖民势力撤出之后呢，马里独立了。但是马里独立，国内主导政治政权的呢是马里南部地区的黑人。当时马里北部地区呢有一个种族，名字叫图阿雷格人。图阿雷格人呢，由于战后非洲各个国家重建，图阿雷格人呢被分成好几个国家。原来图阿雷格人呢是居住在撒哈拉腹地，他们过去经营的呢就是放骆驼呀、放羊啊，然后呢偶尔打家劫舍，同时呢也贩卖黑奴，把黑人贩卖到地中海地区。结果战后呢，这部分图阿雷格人在马里还要受黑人的这种控制，他们不干了。以前这些人呢很傲气，受法国殖民者控制都不干，经常搞叛乱，何况受过去他们曾经奴役过的黑人控制呢？所以图阿雷格人总闹事。但以前由于力量薄弱，没弄起来。我们知道这个利比亚革命之后呢，有大量积极分子携带着先进武器呢来到了马里，一下子和图阿雷格人兵合一处，这一下他们实力大增，所以开始呢闹独立。结果造成马里国内局势空前紧张，而他们又有精良武器，马里的政府军还干不过这些北部叛军。所以这个时候呢，马里的这个领导者呢向这个联合国请求救援帮助。法国呢率先出兵，但是法国这道远，中间这个补给啊、空中运输怎么办呢？阿尔及利亚呢开放自己南部的军事基地给法国，你可以在这儿补给呀、加油啊、起飞啊、降落呀。那么这次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呢，就是以这个事儿为由头，就说抗议阿尔及利亚开放自己领空给这个法国人使用。表面是这样，其实呢，刚才我们说这个穆赫塔尔这个头目呢，他还是想借绑架来给自己发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呢，跟这些绑匪有的谈，只要你要钱有这个目的就可以谈，这些人质本来可以没这个必要一定要牺牲。那么当然了，也有人说呀，阿尔及利亚军方不是不想救，他这次鲁莽的救援是他真没那本事。因为确实面对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呢，有的时候呢，所在的军方和政府啊都会感到两难。因为现在这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他往往不光劫持你本国的人，还把和你友好的这些国家的人给劫持当成人质。结果弄出事之后呢，这些友好国家肯定会对你这个国家施压，所以弄得你打也不是，谈也不是。所以现在解救人质啊非常微妙，当然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还有一种呢是一味妥协。就是我呀，这个你说啥要求我都答应你，先把人命保住。那么你遇到那种绝不妥协的，那恐怖分子往往最后呢真就可能玉石俱焚。当然也有的不是这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情况吗？前两天大家看那热播剧《楚汉传奇》里边就有荥阳大战，这时候项羽呢把刘邦他老婆吕后还有他爹刘太公弄出来了，说刘邦你要是不投降，我就把你爹把你老婆都宰了。他碰到这样无赖，项羽也没辙。后来谈判完了之后，把刘太公和吕后给刘邦送回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强硬呢，它可能收到局部效果，但是更多是造成玉石俱焚。可是又一味妥协也不行，为什么？恐怖分子往往他提出来的要求啊，如果你答应了，往往这个国家就会感觉没有面子，往往
他提出的要求是直接冲击到你的底线，你不能再往后退了。如果你一味妥协呢，恐怖分子就会得寸进尺，照方抓药，今后我还这么干。所以在这个两种方式之间呢，现在国际上这种进步势力呢，普遍倾向于呢，暂时的答应部分条件，然后通过谈判拖延方式选择合适时机营救。当然这种办法它成破利害有几点要素。首先呢，你得有比较高超的谈判技巧，你得熟知彼此的心理底线在哪儿，然后展开博弈。第二个呢，你得有巧妙的拖延战术，并且能在拖延的过程当中寻找恰当的出手时机。第三个，在解救的过程当中必须仔细研究地形地貌双方的武力部署，这当然要有精良的特种兵部队才能完成。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阿尔及利亚军方明显这三个条件不具备。其实阿尔及利亚处理这样的事情处理不好，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在历史上阿尔及利亚就有过处理这种解救人质失败的事件。当时呢，在阿尔及利亚呢有一法国的空客飞机从阿尔及利亚起飞，飞到法国巴黎。那么在阿尔及利亚机场的时候呢，有4名激进组织的恐怖分子以这个阿尔及利亚机场工作人员的名义，还真有那工作证，进入到飞机上，据说进行安全检查。借这个机会，飞机还没起飞呢，把飞机劫持了，然后也提出过分的要求，阿尔及利亚军方当然就不答应。这个时候恐怖分子为了扬刀立威，在飞机里发现一名阿尔及利亚国家警察，把这个警察给枪毙了，所以你赶紧答应我们，这飞机得让我们起飞。这个时候呢，法国那边已经知道这情况，因为飞机上有大量的法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法国就提出，你们恐怕处理不好这事，你让这飞机起飞，飞都落到巴黎机场，说我们来处理这事儿。那么这个时候阿尔及利亚原则上同意了，但是传达起飞这个号令的时候呢，在机场管这个事儿的阿尔及利亚军方的头领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不同意，也不把飞机底下那些起飞的设置装备移掉，所以这飞机没法起飞。结果这个飞机上的4名恐怖分子急了，又杀害了一名越南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一个参战。结果经过1天多的对峙呢，法国也不断的呢向这个阿尔及利亚方施压，最终呢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先把飞机上这200多名乘客当中妇女儿童有个60、70名先给放下来，然后我答应你呢落到巴黎机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总算达成妥协了。4名恐怖分子劫持了整个飞机，包括机组人员，飞到巴黎。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还出了个小插曲，就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呢，这边阿尔及利亚的空中管制迟迟不给正常的起飞信号。结果当时恐怖分子就下达最后通牒，说如果你再不给我信号，半小时我就杀一名人质。后来又把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一名厨师给杀，总共杀了3个人。这个时候法国这边已经全方位出动了，法国有个宪兵行动小组，其实就是法国特种兵部队，他们仔细的研究了这个空客整个结构，我从哪儿上去，从哪儿进攻，制定了周密方案。然后这个时候落到机场之后，恐怖分子要和这个法国军方进行谈判，你赶紧把飞机给我加上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法国警方得到了内幕消息，法国警方马上出动人力跟这个阶级分子谈判，就把这事先拖住。拖延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这4名恐怖分子呢聚集到了整个机舱的前部。为啥呢？这4名阶级分子没有一个会开飞机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控制住驾驶。当时这边的警察出动了，有3辆登机车，拿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近飞机，然后分成3组，前面一组呢主要是强行登机，打开机舱前面的门，要击毙恐怖分子，然后中间这一组要隔断前面这些恐怖分子跟后边这些乘客的关系，然后后边这一组救人。结果经过大概有20多分钟的激战，把4名恐怖分子全部击毙，而只有一些特种兵受伤了，而飞机上这些乘客有13名乘客受了轻伤，没有一个人因此丧生。总共死了3个人，全是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死亡。所以当年这次救援行动呢，
也被称为法国宪兵行动小组的一次经典的救援行动。但是这个事情呢，西方国家被这个胜利呢也短暂的冲昏头脑，他没有发现这里边呢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要把飞机起来在法国上空引爆或者撞埃菲尔铁塔。那么这个事情是恐怖分子试图利用这种事情和西方文明的来一次直接的袭击和对撞。那么这是当时恐怖分子要行动的某种精神内核，而且恐怖分子从这次袭击过程当中吸取了教训，就是他们没有人会驾飞机，会开飞机，这是一个重要的致命的一个缺陷。所以自那以后呢，据说基地组织开始培养飞行员。后来我们也知道911事件当中，那不是恐怖分子驾着飞机直接撞上了世贸大楼那双子座。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救援行动过程当中，就是体现了我说那3条：谈判、拖延，最后精良的特种兵部队。其实我们看最后特种兵部队出动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对地形地貌以及恐怖分子挟持的这个飞行物也好和建筑物也好里边空间他要有详细的了解，以免进去之后出现误打误撞，得有的放矢。其实这种情况在国际营救过程当中啊，也出现过多次经典的战例。那这是1976年7月份的事儿，咱们以前在节目里提过，就是以色列他的摩萨德行动小组奔袭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飞越5个敌对国家，奇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当时以色列的摩萨德特种兵部队就是通过派间谍过去，了解到这个机场所有设施，然后在以色列呢搞了一个模拟这机场的，然后把这各种情况都摸清楚，哪儿是大楼，哪儿是它的战斗机所在，哪儿是它的电网，哪儿是它的雷达控制系统，全搞清楚了。然后用那种大力士飞机经过掩护，战斗机掩护，超低空飞行，躲着雷达，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干到了这个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据说当时啊，这个大力士飞机落到这块，这些特种兵从里边冲出来都乐坏了，说这机场这布置跟我们之前模拟那个机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毫没费劲儿，10分钟攻入到人质所在的大楼，20分钟解救人质，解决这些敌人，再用10分钟检查有没有掉队的，再用12分钟返回，然后摧毁乌干达机场战斗机，前后52分钟干净利落的把人质全部救走。所以我说这个呢，这都是国际对付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非常经典的战例。在当前国际社会里面都面临着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在这种威胁之下呢，每个国家都在考虑，一旦恐怖袭击落到我们国家头上，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恐怕那种一味强硬到底，最后造成人质大量伤亡，这样非人道的方式是国际舆论所不允许的，也是一致谴责的。所以我刚才说那种适中的拖延，最后恰当时机袭击，以最小的代价化解人质危机，这是国际社会共同的选择。所以从这点来说，恐怕阿尔及利亚军方还不怎么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这也是应该得到的一个后果。我们现在一提到啊恐怖分子的劫机事件，你肯定会首先想到美国那个911事件。其实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前呢，已经有恐怖分子试着这么干过了。那是1994年圣诞节，在这个阿尔及尔飞往法国巴黎的航班上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说说当年94年这次劫机事件它整个过程是什么样。这个航班呢是1994年圣诞节前夜，就我们说平安夜，是1994年的12月24号。24号这一天呢，这个飞机要从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飞往法国的首都巴黎。阿尔及利亚呢，以前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呢，一个是阿拉伯语，一个是法语。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呢是双重国籍，既有阿尔及利亚的国籍，又有法国国籍，就是阿尔及利亚跟法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1994年12月24号这一天，它航班号呢是8969，
这趟班机是中午11点15分起飞，从阿尔及尔飞往这个法国巴黎。那么到11点这时候呢，咱们有不少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这时候乘客呢已经陆陆续续的都登机了，总共飞机上呢200来人，还剩下15分钟飞机要起飞了。突然间，这个飞机上上来7、8个警察，荷枪实弹，端着枪，领头的呢把胸牌一接，对不起各位，我是警察，我们得到了特别消息，要现场马上检查一下登机所有人的护照。然后这波警察兵分2路，一路是查机舱，另一路奔驾驶舱了。这些乘客一琢磨，这得多大事儿啊！因为在地面安检的时候都经历一遍了，说这马上登机了还要检查一遍护照，看来是咱这里头混进去一些犯罪分子了。这乘客一看警察嘛，咱就老老实实的吧，接受检查。正检查着乱乎劲儿，你想200来人，他上来7、8个警察，不得检查一会儿？突然间有乘客呢，顺着这个窗户往外看，发现来了4、5辆军车。注意啊，不是警车，是军车。这个军车突然出现在机场上，意味这个事儿就大了。这乘客说怎么回事？军车还来了，这得多大事儿？正在这时候，检查护照这些警察也发现军车过来，其中有人气急败坏的喊了一声塔货，这下飞机人都傻了，说这句话怎么把大伙弄傻了呢？这个塔货呀，是当地恐怖分子对异教徒的一种称法，它有点类似于咱这边几个黑帮犯罪分子啊，一看警察来了，条子来了，雷子，哎，和这话差不多。这一下子整个机组的人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这些警察是假扮，他们是恐怖分子，借这个机会要劫持飞机。所以这一下整个机舱这些乘客傻了，马上意识到这会儿假警察是恐怖分子。到这时候也没必要装了，领头这位呢把这帽子往下一掀，把枪掏出来，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啊，我们这已经宣布这飞机被我们劫持了。旁边一个恐怖分子从怀里头一领，拿出一捆炸药来，谁敢不听话咱们马上都死，飞机都炸了。那谁敢不听话呀？因为你一瞪眼睛有可能激怒恐怖分子，不是杀人就爆炸，整个飞机人都保不住了。再加上前面驾驶舱机长和空乘人员都被恐怖分子给控制住了。那么接下来这程序就简单了，通过这个飞机上的话机对外边的军车喊话。其实这个都很正常，但底下恐怖分子接机呀，没有就说就100%就为了杀人的，他杀人只是强迫你接受他条件的一个方式。所有的恐怖分子他搞劫持活动，搞袭击活动都有政治诉求，或者是为了扩大他恐怖势力的影响，或者是为了逼迫别人答应他的条件，他都有政治诉求或者经济诉求。所以你看说哪个飞机啊说被恐怖分子劫持了，然后多长时间都没动静，那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劫机，他只要劫机一定有政治要求。所以这个恐怖分子说了，我们要在巴黎召开记者招待会。这时候阿尔及利亚的官方政府就说怎么你们还要到那儿去呢？结果恐怖分子说谁给你解释这个事儿？你赶紧你把这个飞机跑道都整利索，让我们走。这个时候阿尔及利亚政府就没放这飞机走，登机啊这梯子什么的都没拿下来，而且军车直接开到飞机跑道上去。我们都知道飞机跑道你停那么点不用说一个军车呀，就小的东西飞机它都不敢飞，它也飞不起来。所以阿尔及利亚官方的态度表明确了，不允许你飞。那么这时候恐怖分子在机舱里边一时间陷入混乱。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呀，国际上处理恐怖事件的惯例就是说一开始恐怖分子提要求的时候一定先答应，起码说咱们得谈判。如果这恐怖分子说我们要什么什么，不行，玩去，不答应，这有可能第一时间激怒恐怖分子，他就可能杀人干嘛的。所以处理这类事情的惯例是什么呢？恐怖分子一提条件，可以，咱们商量。这干嘛呢？你们大伙儿都明白，先稳住恐怖分子，
可是阿尔及利亚官方呢没搞这一套，我还不同意，你看军车都横住了吗？不让你走。这时候这些恐怖分子有点抓狂了，这可怎么办呢？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时候恐怖分子就开始杀人了。他这不刚才装假警察检查护照吗？发现这里头呢有个阿尔及利亚的警官要飞到巴黎办事去，就把这警官提了起来，来，你出来，当场就把这警官击毙了。这是干嘛呢？就是给阿尔及利亚政府一点颜色看看，你看看，你不答应我们条件，隔一段时间我就杀一个，隔一段时间我就杀一个。他的目的就是不间断的向对方施压，因为你这边一死人，那头消息肯定扩散出去，一扩散出去，这政府压力就大了，有可能就同意他条件。这也是恐怖分子在和一些各国家政府和警察人员斗争当中，双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都攒了不少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到这个时候，阿尔及利亚政府依然不悔改，还是不放行。而且他不放行呢，他不能硬拖下去啊，他调集军队过来，准备攻击恐怖分子。要说这阿尔及利亚这个反恐力量也是薄弱，他的这个军队啊，整体这方面能力还差。结果在调集兵力四外布置的时候，还被恐怖分子发现了。恐怖分子一看，好啊，你不仅不让道，你还要接着跟我们干，看来还得使点办法。给他弄到门口，啪一枪，尸体扔下去。这个时候消息扩散，阿尔及利亚政府有点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呢？这个航班是从阿尔及尔飞往巴黎的，你想想，要从这儿飞到那儿，最多的人是哪拨人呢？一半是阿尔及利亚人多，一半是法国人多。法国政府那边已经得到消息了，法国政府马上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施压，说你们的没那能耐别逞能，你把这飞机放行，飞到我们这边了，我没有力量去解决，你别在这硬当着这事。所以这么一弄呢，阿尔及利亚政府感到了这个压力，那这样吧，同意跟这个恐怖分子谈判。这个时候双方的谈判谈挺成功。首先飞机上呢有60多个老人和孩子，把这些老人孩子给放行，让他们呢先下飞机，下飞机呢然后接着谈。可是这谈判人家已经把这60多个老人和孩子给放行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反悔了。本来前面谈好了，你把这老人孩子放下来，我们就让你飞走，结果他反悔了。不仅反悔了呢，经过这段时间他调查到有一个恐怖分子的底细了，把他母亲给弄来了。你们想，他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早就被洗脑。他别说他母亲如何，他自个儿命他都不在乎呢，能在乎他母亲吗？所以这个恐怖分子一看没用，混蛋呢，拿起这个飞机上喊话的机器对下人，你们这么是没用的，你们如果再不放行，我们接着杀人。这时候就把机舱里一个法国的小伙子给找出来了。这位可是法国国籍的，法国政府那边都急了，你干嘛呀？你再这么下去，你不拿整个飞机上200多人不当回事吗？你们逞什么能啊？这个时候阿尔及利亚政府到底受不了了。为啥？一看什么招也没用啊，恐怖分子不为所动，接下来只能激化矛盾。再说现在这个劫机事件已经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在搁手里都得烂这儿。行了，那就交给法国吧。他把他一通耽误，最后同意你们起飞。这时候时间过去了整整39个小时，就这么着飞机从阿尔及尔的飞机场开始往法国巴黎飞。可这时候有个问题，因为双方对峙了将近40个小时，原来的装的燃油呢是能飞到这个巴黎的，这会儿可就飞不到了，最多够飞到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有人说他也没飞，怎么不够呢？这个飞机上的一切能源消耗都依赖于燃油，这4个小时飞机上得照明啊，得通讯呢，已经消耗了很多燃油了，只够飞到马赛了。那么这个时候机长明白这个道理，就跟恐怖分子这头目交流了，就这么这飞机一路往马赛飞，飞到12月26号这个凌晨3点半的时候，
飞机在法国的南部城市马赛降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的地面力量已经接到了这方面信息，马上布置从巴黎这边紧急调援。调什么人呢？咱们很多朋友打电子游戏知道，法国有个精锐的特种兵部队，人称法国宪兵队。由于行动时候都穿着黑衣服，特种部队又称黑衣人，这有点类似于这美国的那个海豹突击队。等这飞机落到马赛机场的时候呢，恐怖分子开始跟地面喊话，说我们落到马赛没油了，赶紧给我们加油，我们要往巴黎飞。当时落到这儿呢，机场指挥部门已经得到这个信息了，好，给你们加油，给你们加油，故意把这飞机呢让它停在不是正常跑道的，停在最偏的一个跑道的，就整个机场的最边上。这么这个飞机降落之后呢，恐怖分子喊话，马上加油。当时特种兵部队的指挥头目说这样，我跟他商量商量，就直接对恐怖分子喊话，说加油没问题，可是你们这么一闹啊，我们这加油工人谁也不敢给你们加油，都怕你们给打死的。说我们还得问问谁愿意去。其实干啥？这就拖延时间。这恐怖分子经历了这个40-50个小时，也都疲他的不行了，都也不怎么一糊涂。行吧，在马赛召开记者招待会可以。那地点在哪儿？肯定就是在飞机上。恐怖分子不能下飞机，下飞机那不成了这羊入虎口了吗？他不肯下来。但是他只要一答应这个事儿，就等于恐怖分子上当了。这个地面的宪兵队早就等着这个时候了，说那好了，我们马上给你组织记者，可有一样啊，你飞机上不能乱七八糟，这么着通知空乘人员呢，飞机上得打扫，把座位撤撤，留出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分成前后舱，把所有乘客呢都搁到后舱，然后呢在中间这块开记者招待会。他这什么目的呢？这一下子就把恐怖分子和乘客给隔开了。你记者招待会你得在前舱这会儿，乘客在后舱，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这个飞机它的后舱门能打开。恐怖分子以为这就是两边舱门，其实后边还有个舱门，这非常有利于这些人质的营救。所以这个过程忙乎乎，恐怖分子在那催，什么时候弄完？快了！又拖延了一上午功夫，恐怖分子有点着急了，看这样子不像要跟我们谈判，不像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恐怖分子命令飞机上的飞机长，你赶紧给我把飞机停到塔台附近去，别在这边上。机长没办法给开过去，因为这个机长呢，他有时候他得负责整个飞机乘客的安全，他不能暴跳如雷，说我不要命了，我跟你干。他死不要紧，再激怒恐怖分子，所以这机长没办法开着飞机开到这个塔台附近。这个时候黑衣人队伍的人说了，再这么僵持不行了，到眼下这种情况，条件已经成熟了，得强攻了。一声这个家伙4路大军杀了。第一波呢是直接杀到驾驶舱了，有8名黑衣人精锐部队，因为干这个事儿人多了没用，到海市8人各有分工，登上这飞机，把机舱打开，杀进去，直接跟恐怖分子交上火。另外2支部队呢，小股部队呢，到这个机身后面，把舱门打开，赶紧救乘客。这边救乘客，这边得保护乘客呀。在这个机舱里边也开始交火了，你听着噼里啪啦就打进去。这副驾驶逮着个机会，把那个驾驶舱的窗口打，从上面直接就跳下来。他为啥跳下来？一般人呢不敢。你要平常到飞机顶上，假如真有那机会，你往下看，那个老高了离地面。就说人的这种求生本能，那平常你让他跳，他绝对不敢，跳下去肯定弄不好都摔死。可为什么他那么大胆就跳下去呢？就知道我跳下去，我就这么死了，也比落在恐怖分子手里强。才啪跳下去，多亏他这一跳呢，恐怖分子失去了挡箭牌了。这时候在高楼上的狙击手瞄准了，一枪
就把后边的恐怖分子一枪就给打死。这一下子几乎所有自己人呢都撤了。这时候宪兵队这些人展开手脚，噼里啪啦跟恐怖分子就。其实真要讲较量，人家特种兵部队是干嘛的？就真要是这种较量的话，绝大多数恐怖分子，就包括什么在基地训练的那些什么，你看他敢玩命，他不怕死倒是，但真要讲技能，他和特种兵部队比不了。所以前后噼里啪啦，又是枪响又什么的，20多分钟，所有恐怖分子全部击毙。一清点战场呢，乘客有几个受点轻伤了，特种兵部队有几人也受了轻伤，一个人都没死，把所有恐怖分子给消灭了。所以说在这个法国马赛这次解救行动应该是完全成功的，这也成为世界反恐史上一个相对比较经典的解救活动。当然遗憾的是呢，有3名乘客死在阿尔及尔那边。那么这个事儿呢，事后通过情报分析调查发现呢，他们根本不是说开什么记者招待会。所谓说到巴黎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幌子，他为什么带炸药呢？他不是白带，他是准备这架飞机从阿尔及尔飞起来，飞到巴黎上空的时候，逼迫驾驶员直接撞向埃菲尔铁塔，撞的同时引爆炸弹，把法国这个标志建筑物埃菲尔铁塔炸毁，然后飞机的残骸落到地面，再对巴黎的市民进行第2次袭击。你一看被埃菲尔铁塔自杀袭击，我们就自然想起了911撞到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子座，和他那个整个的状况来说，行为方式啊、思维方式啊、用的方法呀，大致都是相同的。所以我说，如果1994年圣诞节这个案子能够被这个反恐部门当作经典案例仔细研究的话，很可能后来911就不会发生。在菲律宾呢，发生了一件令我们感到非常痛惜的事，那就是20多名中国香港的这个游人，在当地呢被一个劫匪劫持，最终呢，经过菲律宾警方的这种营救过程呢，最后很遗憾，8死7伤，死亡的人呢都是咱们这个中国香港人。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香港政府包括我们中央政府呢，都纷纷召回菲律宾政府，希望对方尽快的把这个调查结果拿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比方说谈判的时候太过滞后，没有起到稳定这个凶犯情绪的作用，同时呢，警方又对现场的营救时机判断出现问题，对那个大巴的玻璃厚度啊也出现了判断失误，以为用铁锤能砸开，还没有砸开。最后这个营救时机以及营救人员在哪个位置部署啊，狙击手怎么上啊，如果是世界上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警察局，看了他们整个的活动，可能有不少人会笑掉大牙。也就是说，这一次菲律宾警方营救，无论是谈判的水平、时机的掌握，以及这个营救的整个组织部署，都谈不上高明。如果这些环节当中有一个环节做得好的话，很可能不至于出现8死7伤这种惨绝人寰的场面。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老梁说天下想给大家说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打击恐怖主义、营救人质。咱们今天给大伙好好说说这一次了不起的大营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以色列当时有9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被这个一个叫黑9月的恐怖组织跟巴勒斯坦有关给劫持了。最后以色列拒不谈判，不向这个恐怖分子低头，双方在这个机场交火，最终玉石俱焚。这些恐怖分子也被打死了，结果9个这个运动员教练员一个也没能活来。就说当时双方这种剑拔弩张的较量已经几乎是无处不在了。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呢是个激进组织，大伙注意激进组织不等于恐怖组织，不等于恐怖组织。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位领导人叫哈达德，他是一个特别愿意采用恐怖手段来打击对手这么一个人。
当时他策划了好多劫机事件，就是飞机上有以色列人，我劫持之后以这个为要挟啊，你把我们的巴勒斯坦你们抓住的人给我放牢，你把我们以前的恐怖分子放出来，他要干这事。那么到了1976年6月份的时候，他又想策划一起尽可能震惊世界的一个劫机案，但是他考察了几个航空公司，发现呢不好办，因为以前凡是出过事儿被劫持过飞机的航空公司都剑拔弩张，戒备森严，没机会下手。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哈代德也不是吃素的，他手底下有精兵强将，其中有2个德国人，是恐怖组织当中的骨干，这2人特别能干。他们凑在一块研究呢，发现法国的航空公司好下手，说法国人马马虎虎的，检查的也不怎么严。他们一调查呢，发现法航有个139航班，这个航班呢是起点从以色列特拉维夫起飞，飞到希腊的雅典，然后短暂的中转之后又飞到巴黎，这叫139航班，这76年的航班。他们为什么是选择这个航班下手呢？他发现这里头有缝。你要是特拉维夫那块你上去，你这劫机嘛，你得揣着什么炸药啊、枪啊，检查非常严，门都没有。他们发现呢，这个转机地方不是雅典吗？从雅典转机再到巴黎，这个中转站是个薄弱点。当时希腊这方面的安全检查比较差，而且呢，当时希腊有个规定，为了方便旅游业雅典很漂亮嘛，凡是在这转机呢，你只要在前面的机场检查过行李，经过安检了，这个机场就不检查了，就等于有效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漏洞。他们飞到哪儿去了呢？这个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在策划这次劫机之前，早就想好了要往哪儿飞。往哪儿飞呢？飞到乌干达去。说怎么想飞到非洲那边去呢？这个咱们大家可能有不了解当时情况。乌干达本来跟以色列关系非常好，乌干达这个总统叫伊迪阿明，也是个暴君，他上台时候以色列还支持过。可是后来呢，这个阿明呢想让以色列给他武器，然后他攻击邻国坦桑尼亚，以色列就没干。1972年的时候跟以色列断交了，断交以后呢，把以色列驻乌干达大使馆呢直接让给巴勒斯坦当大使馆。刚才我们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这个激进组织，它也有办事处设在乌干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哈代德琢磨这事的时候就知道乌干达这个总统阿明会支持他们这个事儿，所以早就想好了把这个飞机截到哪儿呢？截到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有个恩德培机场，弄到这儿去。就这么着，飞机载这些人，劫机这天，这是6月27号，这都晚上。到了6月28号的凌晨3点钟，这个飞机呢飞到了这个恩德培机场。到了那边呢，其实哈代德呢，人家老早通过索马里就进入了乌干达，就跟阿明已经都联系上了你这要劫个飞机到你这儿。到机场呢，一路大开绿灯，因为乌干达机场呢也是萧条的很，当时也是战事不断。他有一个旧的候机厅，空着没人用，就把这个飞机上这250多人给搁到这个旧飞机候机厅里。其中之前呢，先放了一个孕妇走，为啥呢？一个你看我放孕妇显得我们的还讲点人道主义，再一个放一个人出去，那更好的向外界传播。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法国那边知道消息了，赶紧过来斡旋了呀。一斡旋呢，先放了留在这个厅里的非以色列人里的妇女和儿童有47个，先给放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恐怖分子正式向以色列提出要求，就是说截止到，你看他当时这个时候已经是6月28号了，他说截止到7月1号的下午2点之前，我要求你以色列这边释放53名我们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我们的人，
其实就恐怖分子啊。这些人呢，有40名在以色列压着，有10几个在这个德国压着，必须给我释放。你要不释放，到7月1号下午2点之前，你再不放，我就把你这人就全杀。我们刚才说了，以色列在恐怖问题上70年代寸土不让，我宁可牺牲国民的性命，我也不妥协。可是那是以前，基本上就是一劫持人质7、8个、8、9个、5、6个、2、3个，这回100多人，这个事儿可是不小，迅速之间传遍全世界。而那边法国人也不断的斡旋，经过斡旋来斡旋去，把非以色列人的那100个人最后也给放走了。其实这个放走不是恐怖分子大发善心，他通过这个方式向以色列施压。你看，这法国人爱惜国民的生命，来谈判来了，谈判完我们就给放走了。你以色列不答我们条件，我们就杀人。你把我们53个放出来。由于恐怖分子不断的施压，以色列当时总理叫拉宾也非常为难，怎么办这个事儿？这就100多条人命啊！你说再不向恐怖分子低头，那自个儿的老百姓他也得爱惜呀。所以就琢磨怎么办。这个时候，摩萨德组织的领头人叫胡菲，这个人很了不起，哎，不仅精通各种特工技术，对打仗他是非常在行的。胡菲就提出来，咱能不能这样？一边呢跟这个恐怖分子谈判，另外那边呢，我琢磨营救计划。当时拉宾就问说：“你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好能给我拖3天。”就这么着呢，以色列呢表示我可以和恐怖分子谈判。哎，以前没有这事，你看这头一回啊，看看这100多人不少，这是他害怕了。说行，谈判是谈判，我们得琢磨琢磨呀，咱们怎么交换呢？这玩意不是说你提出来我们就干，我们也不能那么软呢。他得再往后延时间。就这么着，哈达德恐怖分子领头这个同意，咱不是7月1号下午2点为最后通牒时间，给他推到7月4号下午2点，一下子为这个摩萨德组织多出了3天宝贵的时间。那么说这3天，胡菲领着摩萨德组织干了什么？哎呦，我给大家说说，你听听，你看看这个特工组织厉害到什么程度。首先一个，马上调出恩德培机场的施工图。他说他们怎么有这个施工图？哎，当年我说过，以色列和这个乌干达好过一阵儿，这个机场呢有以色列的专家参与原建，所以把这专家找出，把当年的图就弄出来，大致什么情况？为什么要用这张图？这个时候胡菲脑海里就想了一个计划，我这边要用3辆叫大力神的运输飞机，你得运人质啊，里边呢咱们的特种兵在里头，车什么都在里头搁着。这3辆飞机啊飞到这个地方，机舱门越野车冲出去，恐怖分子拿下，人质解救上来，坐飞机再回去。这个计划大胆在哪儿？从以色列特拉维夫到乌干达这个坎帕拉这个恩德培机场长达4000公里，以当时飞机70年代飞行，恐怕中间加自由得飞7个多小时。你想这长途奔袭，必须他得考虑到机场这个降落点在哪儿，怎么弄，所以先得了解这个。光了解这还不够，里边什么情况咱得知道。所以在决定营救人质的同时，这个胡菲将军呢就派出了10个人一组的特工，先到哪儿呢？先到乌干达的邻邦肯尼亚，因为肯尼亚这会儿呢，哎，他和以色列的关系不错。这个时候这10个人到这干嘛呢？2个任务。头一个任务分一半，5个人通过肯尼亚的偷渡到乌干达那头，专门调查这个恩德培机场的情况。你得把这地形图都画好了，人质比方说在这个旧的候机厅，这块是个栏杆，这是乌干达士兵，这是恐怖分子，哎，各方面都调查好了，然后把这个图快速的传回到以色列国内。这个图传回来干嘛呢？哎，传回来以后一看这个图，马上在特拉维夫郊区一个废弃的机场就地给我模拟这个形状，用沙袋子把这个楼搭起来，这边栏杆，这边模拟那人，
然后搞什么测试？就把那个大力神运输飞机里边装上这个越野车、作战车，停在这个位置上，看一看我停在哪儿最合适。现场的这个地形图都是模拟，从那边得过来的资料，包括原来的施工图。然后呢，一看呢，这个飞机得停在离这个后机这个大楼啊1400米远的地方。为啥？只有停到这儿，你把人这救上飞机，那边就开枪，这个枪的射程也达不到，你可以安全起飞。那么停到这儿，你得营救人质啊！打开以后，舱门以后，这个车出去，要以最快速度抵达那个大楼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然后这段过程模拟啊，这会有障碍，这有乌干达士兵怎么往过冲？最后经过精确计算，把这个过程压缩到100秒。就这边1400米开外，这1里地多了，2、3里地吧，停下来，打开之后车出来，100秒以内到达这楼，兵贵神速，这个训练完成了。所以说这5个特工从现场带回来的资料非常关键。那么另外5个特工干嘛呢？这里就得给大家说个常识，在这个76年的时候，这种大力神运输机呀，它可以飞到这没问题。那它毕竟救了人，这他妈得飞回来吗？这一来一回，飞机的油箱的油飞7个多小时再回，基本就消耗没了。那你没灯不掉下来吗？所以它必然得在这中间有一次加油。你说这4000多公里在哪儿加油？这个时候胡飞将军想起来了，肯尼亚有个高人是他内阁成员，一个英国人叫麦肯齐，跟摩萨德组织关系不错，他能影响肯尼亚总统。这样呢，由他出面说动肯尼亚总统。为啥？肯尼亚跟乌干达关系不好，也给我们提供一个加油的机会，就是我这飞机快飞到乌干达了，在肯尼亚上空下来，在你这加速一步，因为我们到那儿救人还得飞回来，不加油人就没油了。所以这么的呢，这肯尼亚总统说行，你在我这加油行，而且你要营救成功之后回来有点什么事我这还能给你提供一站。这么的双方达成一致，所以派10个特工，5个到那边试探情况，这5个就在肯尼亚干嘛？建这基地，怎么加油，怎么什么的，琢磨这事儿。那么说到这儿有个小插曲特有意思，肯尼亚这也有不少其他国家特工，结果这个留在肯尼亚这个被派过去的摩萨德特工在街上碰着熟人了。谁呢？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时候一个同学，美国人，一看说你怎么来了？都是搞特工的。这美国人马上就反应过来，你不是摩萨德派到肯尼亚常驻，你是新派来的，准有任务。当时这位摩萨德特工眼珠一转，哎呀，咱哥俩好久没见了，喝点酒去吧。喝酒这功夫，酒无好酒，烟无好烟，把这个烈性催眠药给下上了。这美国这位老兄喝了这酒之后，躺了呼呼睡了2天，但是生命没危险，烈性催眠药。后来这老兄醒了，可气坏了，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咱们关系这么好，怎么能坑我呢？这边胡飞将军解释了，我就坑你一回，你也没啥事儿，这万一你走漏消息，我们可就歇菜了。这中间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那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7月3号的上午，这边以色列国防部假装跟恐怖分子谈判，其实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3架大力神运输机已经从特拉维夫起飞，定好了时间，晚上11点到乌干达坎帕拉这个恩德菲机场。那么降落到机场，第一架大力神飞机降落的时候是23点03分，这个也是在他们的误差范围之内可以允许的。后边2辆飞机相隔2分钟就降落，为什么呢？前面咱不说，第一架飞机降到1400米这个地方，当然是不是开始就降着啊，在外边，在它整个的这个机场监视范围之内，一点点顺着勘测好的跑道滑行到这个地方。停到这个地方打开以后，这个梅赛德斯奔驰车拉着这些特种兵往前冲，不是100秒吗？也就是说100秒是多少？接近2分钟，不到2分钟。
冲到这楼门口交上火了。其实真交上火几十秒就基本上就能看出上架。这时候2分钟过去了，第二辆大力神飞机落下，再过2分钟第3辆落下来，正好能接上班，迅速冲到这个门口。说怎么这么快？这个士兵一下，这特种兵一看乐坏了，说咱情报太准了，咱在后方模拟的跟眼前看的一模一样，咱都在这撂好几天了。撤手，杀进了这个后机这个大门口，那几个恐怖分子在那，哎，说我说的博泽和那个查普曼，这一男一女都在那，啪几枪把博泽撂了。这查普曼呢，刚要反抗，乱枪打死。这时候里头人质就炸多了，有个小伙子呢害怕了，以为是真要杀他们呢，跳就跑，结果被这个以色列特种兵以为是恐怖分子，也给误伤给打死了。接着赶紧喊话，大家快速卧倒，我们是以色列来营救你们的。哎，这个战斗呢很快就平息了。外边那些看机场的乌干达士兵也被第2波、第3波下来的以色列特种兵迅速歼灭。特种兵的能耐实在是大。然后组织这100来个人质上，哎，最后呢安全的运送上3个飞机起飞。起飞的时候，在这个乌干达上空还有第4辆飞机，是波音707客机。这客机上谁？胡飞将军就在乌干达上空，利用红外线望远镜现场了解情况，现场指挥。这时候他抬起手腕一看手表，23点43分，23点03分降落下来的，43分走，前后整个4分钟搞定。大伙琢磨，这是什么惊人的效率？何等惊人！这个事情极大的打击了当时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这个气焰。因为说，假如要谈判的话，我把人放了，那好，其实无异于纵容下一次有更多的人琢磨恐怖分子阶级，有效吗？这是，所以这是饮鸩止渴，恶性循环。但是你不谈判还不行，不谈判咱人质没了。你说这国家发展为啥？不就为老百姓吗？那老百姓因为国家利益一个个都死了，你说这国家存在还有什么必要？所以在这两难之间，以色列摩萨德特种兵部队发挥了高超的技能。这一仗打得太漂亮，在世界范围之内影响特别大，大大涨了以色列人的这种士气。所以当年的国际10大新闻，这个事儿排到10大新闻之首，这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人质营救。而且这个已经被作为教科书写进了很多国家特工培训的教材。所以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当时是名扬天下。那么我们拿这个特工组织这种素质，我们再跟前面我说过的菲律宾警方你再比一比，高下自派。所以这事说明什么问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无论是警察还是军队，有的说这现在天下太平，哪那么些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好好享受和平世界。不行，世界利益是多元化，所以就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冲突。风险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处不在的，也从客观上给我们的职能部门提了个醒，这种危险是无处不在的，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内功。只有你自己的能耐大，在这方面才能充分的保障自己国民的安全。今年4月份呢，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波士顿马拉松邀请赛，有恐怖分子利用这次运动比赛展开了恐怖袭击，安放了炸弹。爆炸以后呢，现场大概有141个人，不同程度受伤，还死了3人，其中有一个呢是咱们中国的女留学生。那么为什么恐怖分子愿意赶运动会时候下手呢？首先一个，运动会这个场地大，安保措施难免有百密一疏的地方。第二个，运动会这人多，影响大，尤其很多运动会呢，它是国际邀请赛，恐怖分子目的就是制造这种有国际轰动效应的事件，来达到自己经济诉求或者是政治诉求。那么这样的思路呢，不是现在的恐怖分子才有的。在这个40多年前呢，有这么一次恐怖袭击，
可以称得上现代恐怖袭击的鼻祖、老祖宗。他也是对运动会下手的，这就是1972年9月份举世闻名的慕尼黑惨案。那么那一次慕尼黑惨案给世界恐怖袭击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恰恰是从那一次慕尼黑奥运会之后，世界各国对恐怖分子的袭击给予了极高程度的重视，安保措施普遍的提升。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慕尼黑空案的前前后后。慕尼黑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呢？德国。德国慕尼黑1972年呢办了一届奥运会。那么这届奥运会呢，本来可以说非常成功，因为你看咱们现在都知道这北京奥运会说是有吉祥物，吉祥物什么福娃。那么吉祥物从什么时候有的呢？那就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开始有的。当时德国人呢选取一种德国的短腿猎狗，当做吉祥物，非常漂亮可爱。而这一届奥运会呢，本身还有很多神奇的事件。你像游泳运动员斯皮茨一次呢拿了7块奥运金牌，一直到后来我们知道美国名将菲尔普斯才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假如不发生这个恐怖事件的话呀，应该说这届奥运会是非常圆满的一届奥运会。那么说这个恐怖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在这届奥运会已经要临近尾声了。这一天我刚才说的9月5号的凌晨，当时奥运村里边有这么一栋公寓，这个公寓里边住着以色列代表团。以色列代表团呢，其中一个房间呢是摔跤运动员、摔跤裁判员、摔跤教练住的。这个房间里边早晨凌晨的时候，其他几个人还睡觉呢。屋里头呢有一个摔跤教练叫摩西，晚上出去喝酒还没回来。有个摔跤裁判叫约瑟夫，个头得有咱们中国赚200多斤吧。他早晨起来锻炼，也就是凌晨4点钟左右起来锻炼。他练着练着呢，就听这个门呐咯楞咯楞有响动啊，肯定是那摩西回来了，出去喝酒去了吗？这点儿也该喝完了，酒散了回来，还半天没听开，这个笨蛋门还打不开了，他就走到门口那儿。可是侧耳一听，他发现不对，为什么？门外头有动静，声音，2个人在说话，而且说的也不是英语，不是什么其他语言，是阿拉伯语。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语关系很紧张，一听这阿拉伯语，这约瑟夫本能的就一紧张，怎么回事？再一看外头这动静，坏了，有人撬门。这约瑟夫一看不行啊，得了，我先把他倚住吧，就把门给倚。他们弄着门半天没弄开，一看里头有人顶着，他的同伙大概有8个人左右，就都奔这儿来，拿着枪托拿着一通就把这里边约瑟夫一看情况不好，赶紧告诉躺床上这几人没起来，大事不好，你赶紧跑。这时候这屋里呢，床上躺着5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离窗户近，比较低了，一脚把窗户踹上去，这窗户掉下去跑了。剩下这些人包括约瑟夫本人在内没来得及跑，恐怖分子进来，这通枪一扫射，把这5个人都给打死。这把这些人打死了，刚准备撤出这房间到别的屋里，倒霉的那个教练摩西回来了。你看赶这个时候赶，喝得醉醺醺的，一进屋一看怎么回事，他迅速反应出事了。这摩西块头也大，也得200多斤，你看玩摔跤的体重差不了，他就跟屋里这些恐怖分子就打上了。他手无寸铁，人家恐怖分子有枪，一枪就从他下边穿过去打过去，可没打死这一枪，又没打中脑袋的要害。这摩西块头还大，把其中一个恐怖分子脸上这个上颚骨都给打碎了。战斗能力挺强，但你这个好汉难敌四手，饿虎下不群狼，啪啦这些人上一通乱枪，中枪倒地。这时候这些恐怖分子从这屋撤出来，奔其他方向，反正把房间门踹开，杀的杀，抓的抓。
正在隔壁这个房间里边动手的时候，他这房间门又重新被人踹了一脚，踹开，进了个人。这些恐怖分子一看吓一跳，这人整个浑身上下跟血葫芦似的。谁？就刚才那摩西，没打死。要是这个人生命力不顽强的，而且也真是个勇士，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刀，跟这些人搏斗，最后把其中一个歹徒给砍伤了，他自己脑袋是中了2枪，到底光荣牺牲。所以这些恐怖分子呢，杀的杀，抓的抓，杀死了一些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后来又抓走了9个以色列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劫持为人质，从这个奥运村撤出去。时间呢，从凌晨4点多钟开始到5点结束。有人说这会儿呢就干嘛呢？这么残忍，对以色列代表团下手。我们呢，从这个电视啊、报纸啊，多家媒体上都能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恩怨，一句话2句话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是世仇。那么这次组织袭击的这个组织，恐怖组织叫什么呢？叫黑九月，也有一座黑色9月。说为什么叫这名？有人说那还用说吗？你不是9月5号发生的事儿吗？其实和这个没关系。这个组织在发动袭击前2年开始就叫黑九月。怎么来的呢？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这个组织为什么这么残忍的袭击以色列人？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德国法西斯啊疯狂的迫害犹太人。那么2战结束之后呢，为了还犹太人一个公正公平的，当时这个国际组织普遍支持犹太人呢回到自己世代栖居的国土，建立自己的王国。那么犹太人为什么在欧洲受到迫害？就是因为他们原先他的祖先被从栖居地赶出来，撵到了欧洲。犹太人本身呢很精明，生意做得好，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待着呢，他也不认为这个地方是自己的祖国。所以当时呢，希特勒向犹太人下手，第一个觉得犹太人非我族类，其心不义；第二个，犹太人经商都有钱，把这些人弄死，这钱不就德国法西斯的吗？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为了还犹太人一个公正，说你们祖上在哪儿？犹太人共识是，他的祖上就是在现在我们看以色列国所在地，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因为在历史上得算是公元前时候，古希伯来人就在这儿生活，他们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色列共同认可，犹太人认可，这是我们祖先栖居地，所以要求我们要回到这儿建国。可是这时候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个地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的阿拉伯难民在这里生活，就是我们说这块叫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在这儿建国，势必他会把在这个地方栖居的巴勒斯坦难民呢撵出去，撵到哪儿去？我不管你上哪儿，这地方是我的，我该走走，该散散。去哪儿了呢？那就周边这些国家呢，伊朗啊、叙利亚呀、约旦，其中去约旦的最多，大概有60万难民被撵到约旦。但是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呢不甘心呢，自己生活的土地让人家给占了，所以他们底下就组织一些秘密的，干嘛呢？经常到这个以色列边境骚扰去，搞点袭击呀，使个绊儿啊，干嘛的？可这时间一长，以色列不干呢，你总这么挑衅我，所以派出部队呢，打他们，收拾他们。可是这个时候，巴勒斯坦这些组织呢，往往和约旦混到一块儿，跟约旦的国民在一块儿，那真要打起来，谁管你巴勒斯坦约旦？时间一长，约旦受不了，说你说我这好人当的，我好心好意开放国境，让你们难民过来，你们不仅不感激我，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算了，我们也惹不起以色列，我们也没必要惹以色列。约旦和以色列就联手对付巴勒斯坦难民。于是在1970年9月份的时候，巴勒斯坦这个难民被以色列和约旦的联合军队进行了一次大屠杀。那一次大屠杀当中，大概有几万巴勒斯坦难民被杀死了，所以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黑9月。这就是战争史上常说那句话，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你包括就是美国后来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的时候，你也不好区分阿富汗当地人和恐怖分子的区别。有不少这个阿富汗当地人就是把这枪啊藏到稻田里头，你美国大兵一转身拔出枪来打一枪，你再转过来塞稻田里，他接着干活，没法弄这个。所以当初以色列为了快刀斩乱麻斩草除根，确实误杀了相当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所以造成了那次很惨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你们可以想象巴勒斯坦这些个激进组织他岂能善罢甘休，所以底下就组织了一个恐怖袭击组织，名字就叫黑九月，就为了纪念这次惨案，然后要向以色列展开疯狂的报复。说那报复归报复吧，他到以色列本土去搞恐怖袭击啊，怎么跑德国来了呢？这是因为这届奥运会啊，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巴勒斯坦。为什么呢？德国办这届奥运会的时候想法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在二战时候残杀过犹太人，那么这是历史的罪孽。为了能够在世界人民面前洗清自己这个罪孽，德国人就想，我们正好1972年我们办这慕尼黑奥运会，极力邀请以色列参加。你以色列要来了，这不证明我们过去那个罪恶的一页接过去了。你现在犹太人也可以跟德国人手拉手的在奥林匹克旗帜之下呢进行和平竞赛、和平运动。所以德国呢必须把这个以色列邀请来。以色列呢一想呢，这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仇恨总该要化解。再一个，我来参加显得我以色列这国家大度，同时我来参加也彰显我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国体的存在。所以以色列很痛快答应了我来。他这一来，巴勒斯坦不干了。你看那个时候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到现在虽然去年巴勒斯坦向联合国提交协议说我们要成为巴勒斯坦国，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联合国正式批准，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组织。那德国说，那我们没法请你来呀，你以什么名义啊？你说你是个国家，你国土在哪儿呢？你都没国土，你能算是有国家的人？所以干脆拒绝了。就这一拒绝，巴勒斯坦人气坏了，你让以色列参加，你不让我们参加，你这么瞧不起我，这受不了了。所以黑九月组织的几个负责人秘密策划了一次针对这次奥运会的一次特殊袭击，就准备在这届奥运会上我拿以色列代表团开刀。几个原因，第一个报复你德国，不邀请我；第二个报复以色列；第三个呢，顺道抓点人质干嘛呢？回去跟这个被以色列俘虏的巴勒斯坦的战俘交换。所以这次他把这些人质弄在手之后，马上召回以色列方，我们有条件，你必须把监狱里关押的200多个我们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成员都给我放了。可是当时以色列不吃这一套，这也是我们现在国际上对付恐怖主义经常见的分歧。你比方说咱人质在手里头，尽可能先要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稳住他，这是国际惯例。可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个首相呢，梅厄夫人，你别看是女人，很了不起的。梅厄夫人就是铁石心肠，说不行，我面对你退一步，我没法向我的国民交代，我对你容忍一步就是对我国民的犯罪，不答应这种交换条件。这时候就把德国给弄到中间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点点拖延时间吧，就这么着跟恐怖分子谈判。最后恐怖分子挟持人质到了德国的一个机场。因为你想发生这个事情，当时这届奥运会就彻底毁了，国际舆论给德国带来的压力太大，就说你连这个场面都收拾不了，你这叫什么？哪有安全可言了？所以当时德国警方也决定不能让这些恐怖分子就这么得逞。那么那个时期呢，70年代不像现在，现在各个国家对恐怖分子的防范都提高了，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周密的预案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可是当时策划的没这么周密，贸然的就在机场下手，结果最后是玉石俱焚，恐怖分子全被消灭了，9个人质1个也没活了，都死了。德国还有2个警察赔上性命。
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在国际上影响太恶劣了，而且一下子使大家意识到，以前没有人在奥运会上有这么大动静，看来这奥运会今后会成为恐怖分子下手的主要对象，所以从那以后，奥运会的安保无限制提升。我们现在看哪个国家申办奥运会，得有一项单列出来的开支，就是安保的费用。而安保费用我们刚开始一听都感觉是个天文数字。72年慕尼黑奥运会这个惨案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阴影。有人说那早知道这个，那当初德国就干嘛不加强点安保啊？你说在奥运村里头随便的这个恐怖分子就进去了，折腾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动静，把人质都带走了才知道这安保怎么弄的。这也不能怨当时的德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德没统一，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说这个德国是西德。那么西德当时呢有充分的考虑，就是在1936年的时候，在柏林呢，德国办过一届奥运会，那届奥运会呢是希特勒主办的，一切为纳粹服务，荷枪实弹的这个士兵在这个当时柏林街头到处可见，扬他国威嘛，说我们德国现在如何厉害。那么有这个前车之鉴，这德国人二战之后再办奥运会，我们主要是世界和平，我们不想再打仗了，所以你要再弄的这安保措施很严，进出都得查证看路条，这当兵的到处转悠，武器都看着，你给各国代表团来了会带来战争的阴影和恐怖，你德国以前就好整这个。所以呢，德国人一想不能这么办，咱们得和平的办奥运会，所以在安保这方面呢根本就没投入多大力量，就让你大伙儿看我们这是和平欢乐的海洋。这个也确实，你比方说咱们街头要总有士兵来回转悠，你心里也不踏实。所以德国人的初衷啊，想法是好的。再有一个呢，德国当时办奥运会有开支也很庞大，他想在其他的硬件上呢多弄得像点样，那么在安保上开支就没多少钱，所以觉得他也不重要，能省就省吧。所以他当时安保是什么情况呢？在赛场周边加上赛场里加到一块也不过有2000来人的便衣保安。你等奥运村这儿呢压根就没设专业保安，设什么呢？设几个巡逻的。巡逻的干嘛呢？就是在周边拿着对讲机，主要防范什么呢？怕有的运动员呢比完赛好喝酒，喝多了打架，咱得过去拉仗去。这些人主要是防止运动员打架的。有的人说那他在那折腾半个小时了，怎么这么大动静没人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奥运会进入尾声了，天天晚上有运动员呢喝酒啊吵架呀，还在里边放鞭炮放烟花，所以这里头一有动静呢，其他国家运动员和一些巡逻的呢以为喝酒又打起来了，也别管了，打不死人打吧。说这枪响了，放鞭炮呢。你看就在这种松弛的环境下，我们说巴勒斯坦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才能够得手。所以这个事情当时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震动太大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这个恐怖分子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当然这个事情的一个直接后果呢，是以色列呢展开了疯狂的复仇计划。他的特工组织摩萨德把这个黑九月组织的11个头目写进了黑名单，然后用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把这11个头目全部暗杀成功。有的人说那么这一场最后弄到最后，黑九月组织虽然全军覆没了，这个恐怖分子都死了，但是你没有解救成人质，那么就等于他恐怖袭击成功。那么说他成功了，在一定程度来讲是不是巴勒斯坦就赢了呢？不能这么说。因为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本来是巴勒斯坦这次恐怖袭击成功，可是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巴勒斯坦受到的伤害最大。为什么呢？以前呢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执，很多人是同情巴勒斯坦，是家人家在哪，你给人撵走成难民了，人能不来气吗？谁愿意离开家呀？可是这一次一袭击，你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以色列平民，
运动员，这个事情在道义上无论如何站不住脚。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几乎一面倒的谴责巴勒斯坦。所以事实上，巴勒斯坦从那时候开始，在民心向背上开始一点点的和以色列的力量有所扭转。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慕尼黑惨案之后这些年国际上的民心向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股势力想要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如果你以恐怖手段来伤害无辜平民，你的政治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那句老话到现在对国际舆论、对国际政治事件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什么呢？那就是人间正道是仓促。我们现在人一提到恐怖袭击啊，很多人就情不自禁地想起2001年的911空难。那么在那次事件当中啊，可以说有3000多人无辜的百姓失去了性命。那么由于911空难的影响啊特别巨大，使我们现在一提到恐怖袭击呢，大家都会提到911。那么其实911发生在21世纪，要说往前倒的话，20世纪最大的空难、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什么？可能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已经淡忘了，那就是著名的洛克比空难。在洛克比空难当中呢，总共死亡了270个人，这在当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而且洛克比空案，它从它的发生到后来解决这问题、惩办元凶，这个过程当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谜团，有些谜团到现在也没能完全解开。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洛克比空难。那洛克比空难为什么叫洛克比呢？是因为飞机爆炸在苏格兰的一个叫洛克比小镇的上空。这个飞机呢，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它的代号是 PA103。事情发生在1988年的12月21号晚上6点半。当时飞机上呢，总共有259名乘客，其中189名是美国人。这个飞机落下来，又造成地面上有11名苏格兰人死亡，所以加到一起死了270个人，就是机上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总共死了270个人，恶性的飞机爆炸事件，这在当时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倒霉就倒霉啊，这洛克比镇上这些居民，这才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当时12月21号，我们都知道还有3天就平安夜、圣诞节了。这苏格兰小镇这些人忙活呀，就像我们过年似的，置办年货似的，家里得准备啊，做好圣诞树啊、蛋糕啊什么的，弄这些东西。正这时候，没有想到晚上6点半，突然间上空掉下个飞机了。幸好呢，没有掉到呢，就说大片的居民宅，而掉在这个洛克比小镇有个新月广场。当时这飞机落下来，我们说这个飞机里头储存了90吨的航空灰。你想这个爆炸的是多惊人的效果，广场有几间房子瞬间炸没了。这一爆炸掀起的巨大温度的热浪，一下子把人就给弄化了，就变成气体了，在新月广场留下一个特别深的大坑。所以当时这个事儿呢，美国的飞机发生在英国地面的事儿，这时候英国出动了皇家警察，出动了大概1000名警察，又出动600名士兵，干嘛？赶紧把这地区封锁上，因为出了这种恶性事故得调查什么原因。结果这一调查发现呢，这个飞机残骸覆盖的面积大的吓人，得有多少呢？覆盖了2188平方公里，比伦敦市还大。说为什么会有这么远的距离呢？再经过调查发现呢，原来这飞机在空中啊就解体了，就不是落到地面一炸，你看四面的溅开，不是，在空中的时候，它的机头，就我们说这驾驶舱这个部位，已经和机身分离了。然后这机头落下来呢，落在这个洛克比小镇上一个教堂附近。然后这个机身呢，在空中它有惯性啊，它接着往前飞，飞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掉下来。正好那天刮西风，啪，把它落到这个新月广场上了，爆炸了。所以它覆盖面积呢2188公里。
那么为什么它在空中就解体了呢？这是什么样的外力作用促成这个事件呢？是不是说飞机机械故障或其他原因失事呢？这得搜集证据。来了不少的这居民帮忙，说这个方圆这么大面积里头，只要不是地上长的植物，不是石头，你见着什么异常东西你全给我收集起来。有人说那死了那么多人的尸体，咱说的很惨，这一爆炸绝大多数尸体都碎了都。但是这种情况你也得收集，这么白袋子装证据，黑袋子装尸体，收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几周，总算把这些证据都收集齐了。然后当地呢临时搭了一个勘测中心，就来检测这些东西啊，它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成分呢？飞机上有什么呀？当然最主要的我们大伙都知道，就是飞机一有空难，咱们查它原因一般都会找那黑匣子。那么说黑匣子顾名思义是不是黑的呢？不是，黑匣子是橘红色的。黑这个概念是指着悲惨、伤痛、灾难，用黑来形容。这个匣子本身是橘红色的，为什么呢？这个匣子无论外力有多大，你很难把它粉碎，但是落下来空难之后，咱为了方便找它得用醒目的颜色，所以用橘红色。和什么类似呢？咱们有的朋友走高速路啊，你能看到两边不是有那个工人，有时候拾掇个花草啊，修个什么呀，就怕这个车离远了看不着他。所以你看高速路上的工人穿什么衣服，他那种工作马甲就是这种橘黄色，也有橘红色的，你看着特别醒目。什么是黑匣子呢？它就是通过重金属和塑料混合一个坚固无比的小匣子。这个匣子是个电子功能的，它可以收录呢飞机失事前半个小时的声音，它始终保持录音的状态。那么我们说飞机失事之前半个小时足够这个声音能够解释飞机是因为什么遇难的。所以世界上几乎所有空难的原因都可以从黑匣子找到。所以后来呢费挺大劲呢把这个黑匣子找着了，这里应该有录音呢，可是打开之后发现坏了。这里有录音是有录音，太短，多长呢？180毫秒。有的朋友不知道，说毫秒什么概念？毫秒就是1/1000秒，180毫秒就是还不到1/5秒的，就你眨下眼睛都比这时间长。所以经过科技还原，就是这么短时间内什么声，结果就听到一个让你听起来感觉毛骨悚然声音，就这么一声。那么也就是说，一定飞机上发生了重大变故，先破坏了电力中枢系统，接下来经过调查呢，又发现了证据。这不我们说这个机舱在这个新月广场坠毁了，教堂附近有驾驶舱，驾驶舱里呢发现了4具尸体，驾驶员、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还有一个空警。这些人的尸体保存的相对完整，这驾驶员这手啊还紧紧地攥着操纵杆。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这个驾驶员曾经很努力地保持飞机平衡。那么这有时候奇怪了，说这正常来讲飞机上啊有应急反应系统，就出事了它先有个反应系统，比人的反应要快得多，居然这个反应系统没启动。那么这些证据加到一块说明什么？就说这个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它的电力中枢系统已经先被破坏了，所有这些都失灵了，然后出的事儿。再一看飞机里头这个情况，这个原因一点点的剥茧抽丝找出来了，就是里边有人引爆了炸弹，这个炸弹造成了整个飞机的电力中枢系统失灵，然后同时破坏了整个飞机的动力系统。这一爆炸，驾驶舱先弹出去了，然后这机舱接着往前飞又落下来，就说里头有人搞破坏。那这就说明什么问题？这次空难不是机械原因，不是一般的事故，它是一起地地道道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确定了这个方向，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也派了大量的人来调查，因为这里头死的人189人是美国人。那么明显这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既然有这个炸药做线索，调查吧。从这个飞机残骸发现呢，有个行李箱里头呢有一个婴儿的服装，
这个婴儿服装里头有大量的炸药。那么根据这个婴儿服装品牌一调查，找到了源头，找到了美国卖这家婴儿服装的店。这个老板就回忆起来了，根据这飞机起飞时间说，前2天有一个利比亚人到我这儿来买这个衣服，说当时天下着雨，他顺道还从我这儿买走了一把雨伞。这俩证据对到一块儿对上了，为什么呢？那个行李箱的残骸里头不仅有婴儿套装，还有一把雨伞。一比对，这雨伞虽然已经残破了，但一比对发现就是那家店卖出的。由此目标一点点就锁定到利比亚人身上。然后再经过调查呢，目标一点点缩小。有人说这个呀，十之八九是当时在美国曾经执行外交任务，后来秘密又留在美国的利比亚一个情报官，他可能是幕后的主使，就是直接操纵整个事件，策划整个事件。这个情报官呢叫麦格拉西，他当时有个副手叫费希迈，这2个人有重大的嫌疑，所以目标最后一点点锁定到他们2个人身上。那么在此之前呢，总共有3、4家所谓的极端势力组织，有伊朗的，有巴基斯坦的，承认啊这个事是我干的。其实我们也经常听说这事儿，比方说某个地方出现重大恐怖袭击了，马上有个组织跳出来，某组织宣布为此件事情负责。其实这干嘛呢？就是这些组织都是极端组织，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跟你对着干了，一有这事我先承认是我干的，扩大我的影响，吹呗。那么当时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在内，总共有4家极端势力组织站出来说是他干的。后来一调查，跟这4家都没关系，那么目标更进一步的锁定到利比亚上。那么为什么最终能确定这是利比亚人干的呢？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像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可能能鼓捣出这么大动静来。这是因为在1988年之前，美国跟利比亚的这个交往呢，达到了历史的冰点。当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曾经签发总统令，对这个利比亚实行了代号为黄金峡谷的轰炸行动，就在利比亚上空狂轰乱炸。轰炸这2个城市啊，咱们都非常熟悉。前呢，随着卡扎菲倒台啊，咱们对利比亚的地理都很了解了。一个是轰炸他的首都迪利波利，再一个是他重要的港口班加西。这次轰炸是突袭，结果呢，差点要了卡扎菲老命。虽然卡扎菲躲过去了，卡扎菲的养女在这次轰炸当中死了，卡扎菲2个儿子都受了伤了。所以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啊，这是利比亚有意识策划一次针对美国的报复行动。这么接着呢，国际舆论就开始给利比亚施压，但是卡扎菲不在乎那事儿，卡扎菲也不解释，所以这更加大家认定了这个事儿就是利比亚主使的。说你赶紧吧，把你那个2个犯罪嫌疑人给交出来，就我们说那情报官麦格拉西和他助手费希迈。但是卡扎菲呢，长期以来包庇这2个元凶，不往上交。后来联合国在1992年给利比亚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就说你要再不把他交出来接受国际法庭审判，我们就要对你制裁。结果是卡扎菲给联合国回了一句话，就是滚吧你联合国，就你上一边去呗，没人理你。你这还了得，公然蔑视国际的权威。所以联合国一看受不了了，何况是美国主导的嘛，开会决定对利比亚进行制裁。这个制裁呢，应该说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他首先就说，我们参加制裁的各方要保证利比亚无辜的平民不受伤害。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要对你展开军事行动。然后接下来呢，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这个禁飞区呢，在这2年利比亚的事件当中大家都熟悉了。禁飞区是什么概念？在利比亚上空不能有飞机出现，只有2种飞机可以出现。一种是人道主义援助，就你利比亚当地比方说缺食品了，缺药品了，我这飞机飞过来给你送食品药品，保证你平民不受伤害，这个飞机能进。再一个你完成任务他不得撤离吗？撤离就可以走。
除了这2样飞机以外，利比亚的飞机不能出现。就说利比亚的飞机飞也飞不出去，回也回不来。这种制裁连续持续了6年。你大伙想想，这6年利比亚经济得给封锁到什么程度？利比亚本来呢，在非洲呢算是比较富庶的国家，这6年的封闭，使利比亚的国内的重工业经济和一些这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几乎陷于崩溃。终于这个事儿持续了10年，到1999年，就是这个洛克比空难呢，已经过去了10周年了，卡扎菲扛不住了，因为再这么下去，他国内就完了。所以卡扎菲呢，在跟这个联合国交涉过程当中呢，联合国同意说你这样，你把那2个元凶交出来，我们不在美国审啊，这不就躲开了吗？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第三方国家，你看在美国恨死他了，那就往死了弄，哎，把他搁到苏格兰，不就这空难在这儿发生的吗？就在这个地方审。得了这种允许之后呢，这卡扎菲呢妥协了，把这个麦格拉西和费希迈2个人交出来。那么最后裁定的结果呢，一开始判这个麦格拉西是无期徒刑，后来又改判27年有期徒刑。等着费希迈呢，他有一些证据证明呢，他对这个事儿并不知情，把费希迈无罪释放了。这费希迈回到利比亚，得到英雄一般的待遇，好几千人上机场去接他。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儿呢，洛克比空难受害者的一些家属不干，说你这么大一个幕后策划主使，怎么可能就是这麦格拉西一个人呢？那得有多少人实施这个事儿？当然在空中放炸弹呢，也可能有他们自己人也给炸死了，那不用说了。说绝不止这一个人，怎么最后就他一个人顶罪了呢？很多人不甘心，可是不甘心的事还在后头。他进了监狱待了8年半左右，到2009年8月20号，突然间苏格兰当地的司法系统宣布把麦格拉西释放了。说不判27年吗？怎么8年半就释放了呢？他的理由是基于同情。这可把这些气坏了。你同情他，那我们这家属死了，谁同情我们呢？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到那去一调查一问才知道，人家还真合乎司法程序。因为苏格兰的法律规定呢，对于这种犯人呢，有个特赦条例，就是有明确的医学证明这个人呢，最多也就活3月了，就离死不到3月了。就我们常说谁得癌了就活3月，好，那这3个月你就别在监狱关着了，出于人道主义放回去，你跟家人团聚吧。说这麦格拉西活不到3月吗？哎，有3名苏格兰医生联合签署的证明，说这麦格拉西得晚期的前列腺癌，确定他活不过3月，所以出于人道主义，基于同情，这符合苏格兰司法程序，给他放出来。后来这个事很多人都不信，说不可能。说为什么呢？你看啊，签署这个报告的体检报告的3个医生不知道是谁，法院在颁布这个时候也没提这医生是谁，理由是什么呢？提出来你这空难家属都恨不得杀了这仨大夫，万一这危及人家性命呢？可是你不提出是谁，这就有可能司法造假呀，谁知道你怎么回事啊？而且最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事太蹊跷了，把他放出来这麦格拉西可不是就活3月，活了都快3年了，倒是2012年的5月20号这麦格拉西才死。你算算这是他些空难家属怎么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国际舆论几乎没有人相信说这是因为身体原因放的。什么原因呢？有人调查发现呢，所谓的国家利益是高于道德的，历史有时候是健忘的，为了眼前利益呢，可能很多以往的过往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当时利比亚呢正在跟英国谈个什么事儿呢？我们都知道利比亚这个石油资源很丰富，各个国家对它的石油资源垂涎三尺，都想在这分一杯羹。当时英国正跟利比亚在谈，你的石油我拥有多大的开采权，而利比亚这个时候就附加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我们这麦格拉西给放了。所以这个事儿拉锯式谈判到最后，英国对这个事情实在是觉得特看重，我非得获得这个石油开采权，就以这个为交换。当时英国的这个司法部长给苏格兰的这个司法法院的院长写信，就意思啊，你要把这事给我办圆满了。那以什么为理由呢？就以基于同情嘛，剩仨月了得放出来，以这一个合适的司法理由把麦格拉西给放了。所以这就我们常说的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你别以为这个国跟那个国打的人脑袋都出狗脑袋了，可能今天这么打，明天双方有利益交换，马上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就变成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个裤子铺一个褥子了，这都有可能。那么当然这个事情最受刺激的是美国，为啥？189人是美国人呢，死的，你这么就把麦格拉西给放了？当时2009年美国总统已经是新总统上任了，奥巴马就对这个苏格兰对英国昭告英国说，你们呢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把麦格拉西放了，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说英美两国是盟国，你这样伤害我们感情。可是英国人管那事儿，我缺石油，你美国也不白给我干嘛呀？所以英国人没理他这个，这奥巴马很没面子。接着奥巴马呢又照会给卡扎菲，说你这麦格拉西回去你们低调点，黑不提白不提就得了，你别弄得大张旗鼓的似的，你这不羞臊美国呢吗？结果没想到卡扎菲根本也没理他那事儿。这个麦格拉西回来，机场上又是好几千人去，然后这个卡扎菲他的二儿子赛义德直接到机场迎接，热烈拥抱。当天晚上卡扎菲接见他，把麦格拉西当成民族英雄。你说这不活生生打奥巴马一嘴巴？所以这个事情他的扑朔迷离还没有完事儿，因为有很多家属提出了新的疑义，就说麦格拉西有人私人侦探调查过，说他其实和这起空难呢没有直接关系，把他推出来无非是个替罪羊，是为了遮住背后真正的元凶。有人说真正元凶是卡扎菲的儿子，他的3儿子4儿子直接指使的这个事儿。当然这么大个事儿，咱们想一想，卡扎菲不点头默认怎么可能实现呢？所以国际舆论一致，当时很多人认可卡扎菲是真正的元凶，这是大恐怖主义的头子。当然了，这个事情呢，随着卡扎菲家族的溃灭，也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多档案没有解密，这个事情眼下就成为一个谜团，到底是不是卡扎菲点头甚至签字主使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呢，这个事儿卡扎菲本身是绝对脱不了干系。所以我就说，后来这个卡扎菲在利比亚遭遇到的被枪杀的这个下场，也算是罪有应得。所以咱们民间有句话嘛，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争早与来迟。晚了这20多年，卡扎菲也没躲过正义的制裁。曾经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走的13名中国大陆船员平安到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么这个时间呢，已经经过了19个月，整整570多天。那么在这个570多天期间呢，这些船员始终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有很多人呢写了遗书，甚至对于生还呢都不抱希望。所以这一次平安返回祖国大陆，应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虎口余生。那么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啊，还记得在2010年的12月25号，这批船员呢是跟随着台湾旭富渔业公司一条渔船叫旭富1号，来到了马达加斯加这片海域进行捕鱼。那么这个船上呢，总共有26名船员，其中13名来自咱们中国大陆，那这个船长呢是来自中国台湾，剩下12名船员呢是来自越南。那么他们是怎么被劫的呢？就在12月25号这一天，他们在这个海域里进行捕捞的时候呢，就发现不远处呢有一艘叫巴拿马号的渔船。从外形看起来呢，跟他们一样，都是捕鱼船。这个渔船始终离他们不远跟着呢，突然渔船上呢放下2艘游艇下来，然后这游艇快速的向这个旭富1号靠拢。
当时这个船长姓吴，台湾人，他就感觉不好，说赶紧全速脱离这片海域。可是他这个船是渔船，人家这个游艇呢，每小时60海里的速度，你根本跑不了，很快就追上了。这时候就看呢，游艇上面呢站着4、5个人，都是黑人，手里拿着枪，喊 stop stop。他们知道坏了，碰上海盗了。这时候再跑不了了，离着越来越近，人家鸣枪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船长下令停吧。结果这些海盗上了船了，拿着枪指着大伙脑门，站。当然语言不通，他们说英语都是简单的 stop 呀什么之类的。结果这些船员呢，为了保全自己性命，抱着脑袋蹲到船上了。很快又把藏在船舱里边的船员都找出来了。就这样，26名船员落入了索马里海盗的手里。毫无疑问，人家劫你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赎金。那么经过长达19个月艰苦的谈判，这事儿出来之后，索马里海盗马上就通知这个船的东家，就台湾巨富渔业公司，跟这边谈。开始这个海盗要多少钱呢？要600万美金的赎金。结果经过拉锯式谈判，最终确定呢交200万美金赎金。当然这钱也不少了。台湾旭富渔业公司呢拿出200万赎金，双方定好了今年7月17号这天放人。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长洲号海上的军舰执行了这次互救任务，来到了这边的港湾，然后跟海盗联系上之后呢，通过直升飞机把我们这个26名船员呢都运到了这个自己的军舰上，然后来到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港，短暂的休整之后呢，越南的船员回去了，然后剩下我们中国的船员呢，总共这10多人呢，搭乘着飞机来到北京。那么说，这些船员在落到海盗手里之后，有过哪些遭遇呢？这船员回来一讲啊，咱们一听，有点大开眼界。人以前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当时他们被抓住之后呢，马上都给塞到船舱里边。然后呢，这些海盗干嘛呢？把这个旭富1号也当成他们抢劫的一个母船，这本身就渔船嘛。然后他们在这个渔船再在海上溜达，再看着哪一个目标了，要抢劫目标了，再放游艇去打劫去。把这旭富1号当成抢劫的母船了。然后对这些船员呢，塞到船舱里呢，当然不能让他们随便出入。每天呢，给他们胡乱对付点东西，早晨晚上各一顿饭，吃的都是脏了吧唧的，那大米都是2头变黑发霉的大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要跟台湾那边谈判，这一谈呢，谈之前先得把几个船员叫出来，干嘛？毒打一顿。干啥？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说你要钱，不把赎金送来，拔手指甲，上老虎凳，反正就遭了罪了。他为什么打一顿呢？其实他们也知道，要600万美金。你说谁家里头富得流油，能冒着险出来当船员来？那都是家里很穷的，在这些船员家里是榨不出油水的。他打这些船员目的是什么呢？给他们的家属压力，让家属呢给这个台湾这个旭富渔业公司的压力，让他赶紧交赎金。所以谈判前打一顿，让你打电话施加压力。谈判之后呢，要心气儿不顺，没谈好，也会抓几个船员出去打一顿。反正咱们这船员有不少挨了毒打，一般身上都有伤，不是这个皮鞭抽的，就绳子勒的，绑时间长了手脚活动不灵的，还有的用这个上边刺刀扎的，把身上扎出血的，这都有。而这些人呢，海盗有的时候呢还跟咱们船员聊天，说我们吃的用的不少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不会把你们为难怎么样。等他心情不好了，他就拿你出气。所以这一路下来，受尽了苦，受尽了磨难，570个日日夜夜，总算把命保出来。有的船员登上咱们军舰的时候，那这19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
弄得胃肠都小了，多吃一点都不行了。有一个船员一看着鸡蛋、尖椒和肉，这吃了30盒米饭，大夫赶紧告诉你可千万小心点，完了平躺，因为没吃过一顿饱饭，这胃都小了，突然吃这么多，容易有危险。所以咱这船员遭了不少罪，但不管怎么说，把这条命是捡回来了。那么我说到这儿呢，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个现在世界各个海域好像早都没有海盗那说了，怎么索马里那海盗如此猖獗呢？这咱得给大伙说说，索马里这块为什么海盗如此猖獗，明目张胆呢？说政府就不管吗？他国家就不管吗？哎，坏就坏到索马里这个国家上。索马里呢，这非洲之角，在非洲一个角上，他这个国家1991年的时候发动动乱呢，把这个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长期以来，到现在是20年了，索马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他没有政府管，那就违法犯罪就没有王法了。所以这些海盗犯罪犯法，杀人越货、抢劫、勒索赎金，肆无忌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无政府，没有人管。再一个，当地呢老百姓穷得要死，这些海盗呢把这个船给劫来了，每一艘船要100美元、10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赎金，要了之后那不花天酒地挥霍，把其他人看这个眼馋，这是发财的好道。结果这些年间，索马里海盗的数量增加了10倍都不止，就是当地非常贫困，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再加上呢，我们看说是虽然联合国又批文，又是各个国家联合到亚丁湾护航，但是我们说一个是这个海域太大，再一个你很难分清渔船和海盗船的区别。索马里海盗总用这个渔船做掩护。另外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呢，你说你在这个陆地上，说是根源不在海上，在陆地上，在陆地上找索马里海盗老巢想剿灭他，你分不清楚索马里平民和海盗区别，穿的都破破烂烂的，看着都是就穷嗖的，你怎么分？所以有的时候考虑到人权问题，你还不能采用一些非常方式来对付。所以这么些年来，索马里海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说这个索马里海盗呢，应该说这些年在这个国际海洋领域之内呢，出现一个新现象。但是海盗这个词儿那可不是这2年才出现的。咱们有不少朋友啊对海盗不陌生，有的我看过《加勒比海盗》1、2、3这些电影，那是传奇色彩很浓的海盗。但是历史上海盗确实达到过这个辉煌，可以说自打有海洋运输业、有商船开始，就有海盗。因为这个商船在海上运输，你想想他出去干嘛？要么带着钱，要么就带着大宗值钱的货物，这就使一些不法分子啊开始觊觎这方面的财产，在海上打劫。往往在海上打劫比陆地上还容易，我把你的船弄住就行，四外边汪洋大海，哎，你是什么警察呀、军队呀，也管不着这儿。所以有明确记载呢，公元前1350年，在地中海那儿就有横行的海盗，主要是当时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哎，这2个部落的人都是航海的能手。那么到后来一点一点的呢，海盗被古罗马帝国呢军队呢就彻底镇压了。在古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的一段时间呢，海盗呢没有做得起来太大的事儿。但是海盗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是由北欧人创造。在这个公元后期，就是距今大约是1000多年前以前，北欧这边人呢，欧洲南边的人管他们叫 Northman， 就是北方来客。他们自己有个称呼，挪威、瑞典、丹麦合称叫维京人，维护的维，北京的京。为什么叫维京人呢？维京人有2个含义，一个是旅行的意思，一个就是掠夺的意思。我们可能有朋友还记得，瑞典的乒乓球名将瓦尔德内尔在北京三里屯曾经开过一个酒吧，名字叫维京瑞典。尖锐的锐，那个点击的点，瑞典这个呢谐音他的祖国瑞典，维京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北欧的传统。这些人维京人干嘛呢？当时主要对外干的就是当海盗，而且南到红海，
东到巴格达，当时西到北美，这么大面积海域，当时北欧人都到过。这些海盗是非常凶悍的。后来又说维京海盗，当时使整个欧洲在他们的这个铁蹄之下感到战栗不已。就这些人打仗不要命，狠。他们数量并不多，但是抢劫起来组织非常严密，下手特别狠，有长枪，有那个射出来的火箭小炮，然后还带着短斧子呀、一些匕首啊，反正只要是抢劫过程当中，手黑得很，一点不讲情面。而且他们这个海盗之间黑吃黑更狠，两个海盗船要碰上来，怎么办呢？啪，甲板一搭，不是说群殴上去大帮轰打仗，你出一个人，我出一个人，俩人通过这跳板走到对方甲板上，对着打，要么我把你杀死，要么我死了，我后边再上来一个，绝对的1对1单挑，那个场面是非常凶残的。你如果不敢了，跳到海里也没人理你，没人追逃兵。可是你当了逃兵了，跟死人没区别，你家属都看不上你。所以维京人骨子里那种血悍，那种凶猛，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所以当时维京海盗的名气那大的不得了，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当时英国他的一些北部的城邦就饱受维京海盗的困扰，而当地好多人迫无奈呢，选择什么？交赎金。所以这个后来瑞典和丹麦国内的税收那个词儿就等于赎金这词儿是一回事儿，给人感觉通过抢劫等于交税呢，收税去了。所以维京海盗经过了一段黄金时期，杀的欧洲人呢闻虎色变。那后来维京海盗怎么没落了呢？你看他很凶悍，他一点点接受了西欧南欧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他们开始信上基督教了，这样就把海盗凶悍的这种东西一点点没了，他等于被这种文化呢等于给同化了。所以维京海盗一天一天就没落下去了。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几乎再就没有维京人横行欧洲了。那么可是来到新航海时代，海盗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上来了。当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殖民者大量的来到了美洲，你比方到了加勒比海海域啊，到了这个巴拿马呀，来到这个北美洲啊，他们不仅从这儿呢运输大量的香料啊、烟草啊、黄金呐，同时呢还有不少西班牙人先到这儿嘛，进行种植园，这个直接用黑奴，产生了大量的利润。所以这样一来呢，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嫉妒。有些国家的商人算了，我也不搞航海了，我直接组织船队干啥？我干海盗，我直接抢你西班牙人。西班牙不有钱吗？所以当时有一大批人主动的去当海盗，他们往往都是航海家呀、罪犯呐，反正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主要打击目标是西班牙人。而那个时候欧洲很有意思，国家甚至给你发一种叫私掠许可证，就是准许你自个儿抢劫的许可证。你比方说荷兰，他有个商船让德国呢给劫了，这个荷兰商船呢不能通过合法的外交手段跟德国商量把我的损失补偿了，而是荷兰国王呢给你发一个私掠许可证，你自个儿组织武力，你可以再抢一艘德国船把你这损失弥补了。说这国家怎么这么干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些商人就用钱呢自己组织海上武装力量，这其实等于政府没有拿任何预算就组建了一支海军，能够为政府所用的海军。所以那个时期是海盗的黄金时期。那后来呢，随着现代海军呢兴旺发达，这个政府沿海巡逻这块都加强了，海盗一点一点就没落了，甚至销声匿迹了。但是在西方海盗兴盛的时候，在东方，在我们中国，海盗也盛极一时。这个中国这个海盗呢和他们有点不同。咱们平常总听说倭寇，就说日本人呢那时候侵犯我东南沿海。其实倭寇是干嘛的？倭寇就是海盗，他在海上劫掠。后来明清两朝呢实行禁海政策，片板不得下海，就一条这个帆板都不能让下海。不下海，海上没有商船，倭寇劫谁去？
没办法，就在咱们福建的、浙江啊、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进行骚扰，所以这才形成倭患。咱们知道中国有个大民族英雄叫郑成功啊，打走了荷兰鬼子、比利时鬼子，收服了这个台湾。郑成功他爸爸郑芝龙就是倭寇。这个郑芝龙呢，在日本九州学的武功，学的一些剑术，后来娶了一个日本人为妻，就郑成功他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这郑芝龙一开始呢，在海边做点走私生意，到后来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投靠的当时倭寇一个头子叫严思齐。这个严思齐也是中日混血，他爸爸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这是当时倭寇个大头子。郑芝龙等严思齐死了之后呢，把18家海盗的首领聚到一块儿，他成了老大。郑芝龙成了东南沿海一带最大的海盗，也就是说他是投靠了倭寇，后来成了海盗。但是他这海盗呢，对老百姓挺仁义，在东南沿海一带有时候比官府威望都高，一般不劫贫苦百姓。而且郑芝龙本身不姓郑，是因为他儿子郑成功出了名了，后来他儿子的时候，这武装力量呢，等于跟明朝合作，被官府招安了。明朝的皇帝呢，赐给他姓郑，所以后来一提郑成功，咱们看过《鹿鼎记》的小说，一提郑成功，国姓爷，国姓，明朝皇帝赐给他姓郑，所以他叫郑成功，给他爹立个牌位叫郑芝龙。他爹其实就是海盗，就是倭寇出身。皇上赐国姓，当时一般赐姓郑的多。你看那个郑和下西洋，三宝太监，郑和原来叫马三宝，明成祖朱棣赐他姓为郑，他改名叫郑和，后来才有7次下西洋的壮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郑芝龙活跃的时期呢，应该是17世纪，大致跟加勒比海盗是同期的。所以那个时代呢，也被称为世界航海史上一个黄金时代。那么到后来，经过这个各个国家的它的海军力量无限的壮大，海盗呢在海上作不起来了，基本上被政府的军队给压制了。所以在最近的这几个世纪以来呢，海盗基本上就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那么眼下索马里海盗这种猖獗，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任何一种犯罪现象，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什么是犯罪的根源？很多人说那道德滑坡怎么？其实犯罪最大的根源是贫穷，由贫穷而带来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掠夺，使一些穷困的人不甘心自己是这样一种命运，这个是世界范围之内犯罪现象造成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你要说要想消灭索马里海盗这种犯罪现象，首先我们要琢磨根治索马里这种贫穷，只有把贫穷根治了，可能海盗这种犯罪现象才会彻底的消失。否则的话呀，只要有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有贫穷存在于一天，那么在世界海域领域，恐怕海盗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会成为一种很现实的存在。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啊，咱们国内好多地方，尤其是地铁，你进里头呢，发现呢都多了些安检设施。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麻烦，说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你安检干嘛呀？这一趟尤其是上班高峰的时候，你一个个安检多耽误时间呢。很多人不耐烦，认为多此一举没有必要。但是你今天你要听我说完这个事儿，你可能就理解为什么咱们像地铁这样重要的交通设施咱们要安检，因为有时候不安检容易出大事儿。咱们今天就讲一个发生在日本东京的真事儿，就是日本东京地铁毒气案。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是1995年的3月20号，在日本东京。咱们有去过日本的朋友知道，这日本人呢，他生活节奏比我们快。现在咱们当然大城市也忙碌起来。95年的时候，你要到日本看，日本街上要么是快步走这人，要么是一溜小跑，着急上班干嘛？你感觉人的工作压力都挺大。那么当时日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呢，是地铁。我在日本东京我去过，就是你拿张这个地铁的图啊，
基本就够用。你比方咱们现在到北京、上海，肯定得全市交通图啊，又这趟街那趟街。东京、巴黎这俩城市不用，拿张地铁图就够。为什么？你不用在街面上走，你就在地底下就够。他那地铁四通八达。说那不行，那你到地铁口出来，你不还得上商店干什么？也得地面？不是，他所有的像商店呢，什么一些机构啊，他的地铁，他的整个电梯都延伸到地铁里头。就是我坐到站这出来，在地铁里边上电梯，直接就到办公室。所以地铁是日本东京最重要的交通。那么我刚才说95年3月20号这一天是礼拜一，你琢磨礼拜一早晨刚度完周末，大伙睡眼惺忪的上班。在这个乌泱泱的进地铁的人群当中，有这么5个男的。这5个男的呢，可不是说这5人在一块儿啊，他们在5条地铁线上，但是这5条地铁线呢，都共同的开向一个换乘站。这个换乘站叫霞关站。霞关站是个什么地方呢？这块的地面啊，有日本的这个皇宫，就天皇待的，首相府，还有政府部门的好多机关，都在这个霞关站附近。这5个人呢，你看穿着打扮呢，这5个男呢，跟平常日本人没区别，但是每个人呢，挎个包，拿把伞。你要细看呢，那个伞的伞尖啊，给磨得很锋利，这和一般伞不一样。那么这5个人在5条不同的地铁线里上来了，都奔霞关站这开。在离霞关站还有1站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站停下来，然后下一站就是霞关站。那么在这一站要下车之前，这5个人做了同样一件事，从背包里掏出个纸包，不知道包的什么东西，外报纸包的，扔到地上，然后用这伞尖啊，刚才我说磨得很锋利，捅几下就把纸包里的这东西给捅漏了。然后这几个人快速下车，这时候的时间呢，这伞8点，那么也就大概过了不到10分钟，没到8点10分呢，这地铁车厢里闻着这是什么味儿啊？一股芥末那种刺鼻的味儿。接着有人说不好，有人喊上了，怎么呢？眼睛疼，然后视线模糊，还有的人一片漆黑就失明了。接着有的人昏过去了，有的人不停的呕吐。这下坏了，这怎么回事？马上地铁上维持秩序的人就拉响这报警的了，一响，没等开到霞关站，这些地铁车都停下来了，因为这出事了。幸亏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夫，但这大夫没坐地铁里，在家早晨起来看电视呢。怎么回事？日本的电视台反应很迅速，一有这事之后，其他所有节目都停了，全程直播整个地铁这个骚乱事件。这个大夫很有经验，他看一眼这些人的反应，就看电视镜头里边，哎呀，他知道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吸入了一种毒气，叫沙林毒气。吸进了这毒气，人就这种反应，有的失明，有的昏厥过去，有的呕吐。他赶紧给相关政府机构打电话，一五一十就把他的这个经验说出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有人故意放这个沙林毒气，毒气杀人，死了12个人，其中受伤5500多人。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影响得多大？这影响太大了。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警方一调查，这就是针对东京地铁的一次恐怖袭击。就我刚才说那5个男的，就是恐怖分子。他们的包里头就是这沙林毒气的容器，伞尖把它刺漏了，毒气泄露出来，造成这么大伤害。有人说这5个恐怖分子是干嘛的呢？这5个人呢，是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有叫什么呢？有叫横山真一啊，这个广濑健一、丰田亨、林玉夫、林泰南，这么5个人。那这5个人凶神恶煞的，什么邪教分子，要在平常的社会角色里啊，有是硕士的，
有是老师的，有是医生的，都是文质彬彬的，你看着正常人。那么说这5个人怎么干出这个事儿来呢？这5个人是日本臭名昭著的邪教奥姆真理教的成员。说奥姆真理教干嘛的呢？咱们得给大伙儿解释解释。这奥姆真理教啊，是日本一个邪教组织，它的影响遍布全世界，全世界大概有4万多奥姆真理教的铁杆信徒，其中大多数在日本。奥姆真理教是1984年成立的，创始人呢叫松本智金夫，后来改名叫麻原彰晃。麻原彰晃不是日本的，麻原彰晃是梵语，就古印度语，什么意思？就王中王的意思。这个麻原彰晃呢，平常呢不怎么露面，一露面呢，你看就穿着长袍，头发多老长，胡子多老长。他在1984年创立了这个邪教奥姆真理教。说麻原彰晃原来是什么人？他小时候有那种局部失明症，就打小他上的是盲校，盲人学校。后来呢，视力恢复了一点之后呢，他进入正常的教育序列，考大学，怎么考也没考上。没考上呢，回到家结婚，跟媳妇2个人呢开个小药店。后来因为卖假药啊，让警察给收拾了，他就回到家也没事干呢。就在84年的时候，我说我开个什么店呢？叫奥姆神仙会，是啥？是个瑜伽馆。说这个呀，松本智君夫就后来的麻原彰晃，根本不教正经的，告诉大家打坐，打坐，打坐，在这打坐。说打坐干嘛？就听他在这讲啊，我呀。大伙看我啊，我能身体悬起来。你要想看我悬起来，你想知道将来啥样，我给你算命，我得是练习749天，采天地精气，聚日月精华，我这才能发功。啊，你这个社会也很复杂，什么样人都有。这咱们有那么句话说，这傻子要多，骗子就不够使了，还真就有傻子信他的。但是这样人毕竟少数。这麻原彰晃一看骗不了更多的人，他想个办法。这是84年的事儿吗？他呀找一个专家给他拍照片，但是那照片经过特殊处理的，现在简单了，用 PS 就行。那时候还得经过暗房里反复的洗，这招我们都试过，在暗房里洗出来。比方说我这手伸着一张照片，你这人在后头有张照片，最后2个用显影液、定影液不同时间一洗出来，显得你这人就站着我掌心似的。这我们在80年代学摄影的时候，自己在暗房里洗照片，经常玩这个。他当时这个麻原彰晃就玩了个这个，做了个什么图呢？自己真飘到空中，当然他身上一丝不挂啊，啥也没穿，一脸阶级斗争，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光着身子飘到空中打坐。他把这张照片呢发到全日本一个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上，大伙看看啊，这人真能浮起来，这真事儿。他借着这个照片啊，在杂志上发表的热乎劲儿，他又出了一本书，就说你看我这有超长的特异功能，我有，你们每个人都有，就你们不知道怎么开发，想开发出特异功能吗？跟我学呀，跟我麻原彰晃学，我教你呀。就这么着一下子把他在全日本给炒起来了。那杂志当时影响老大了，而且日本呢，咱说很多的这个家庭妇女在家里待，是家庭主妇，她也不怎么出去，跟外边信息也闭塞。有人看了杂志真就信了。你别笑话人日本人，中国人一样。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不是没这事儿。四川江油有个海灯法师，海灯法师什么？2指禅、1指禅，就2个手指头，这水泥地方一只，身体倒立，所有重量都在这手指头上。这照片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他2脚上拴2根绳蹬住了，然后悬起来了，最后把这绳从图片里修掉。那会儿海灯法师把中国人都骗傻了。所以当时你还记得80年代什么严新、张洪宝气功大师，特异功能怎么着，不也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吗？
就说呀，一个时代呀，他这骗子如果要是抓不准你心里头一些想的东西，他不会骗成功。所以麻原彰晃在一定程度来讲，半个心理学家，他也抓住你的心态，就这么着一炒作。哎呀，这麻原彰晃了不起，很多人都跟他学，他甚至在自己崇拜者里挑出一个摇滚乐队，专门全国各地巡演，不为挣钱，就宣传麻原彰晃。结果这一下子到他这儿来拜师的人多了，他就把这瑜伽馆不叫奥姆神仙会吗？改成奥姆真理教。说他这个创办这个他有什么好处？有好处，他告诉大家，他散布世界末日论，说这世界要完了，你早晚就得完蛋了，谁也跑不了啊！你只有信我这教。我自己就是诺亚方舟，哪天的那一天真来了，就我能救你们走，剩下人都得死。说你加入我这教派就有这好处，说什么条件呢？2条，第一个无条件的信我的，我说什么你们干什么。第二个呢，把你们兜里钱都拿出来，把你们财产都交给我，表示你们和这个万恶的世界彻底决裂，就信我了。咱们冷静考虑考虑，这不就糊弄钱呢？就这么着，这麻原彰晃啊，骗了很多人的钱，也有很多人跟着他信他的势力一天一天就壮大起来。那么说他这个势力壮大，这怎么还用毒气害人呢？这个麻原彰晃跟这5个人说呀，你们这么干，在地铁里放着毒气，是为了拯救全人类。这人呢太愚昧了，麻木不仁，你不刺激他不行。你们5个就干这个事儿，说白了，他用邪教思维给这5个人洗脑。其实在这时候，这5个人呢，也不是说死心塌地一定愿意干。你看其中有个叫广濑健一的，他在地铁里要放着毒气之前呢，紧张的要命，这事儿行吗？这事儿行吗？甚至提前一站他都下车了，不想干了。但又一想，我只有信麻原彰晃才能得永生，他告诉我这没错，转过头又上车了，又干这事。有的人说这个麻原彰晃是不是他自己就信呢？这么干是拯救全人类，拯救世界呢？不是。他为什么要在地铁里放着沙林毒气呢？他是为了转移视线。什么叫转移视线呢？以前呢，他干过放沙林毒气这个事儿。那是什么时候呢？94年。他这个麻原彰晃的老巢在松本市，他在松本市有个总部。这个总部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怎么获得的建筑资格许可证呢？就是他说我这用途这，比方说我这是这个民居建商品房，你既然已经申报这用途了，你假如盖这房子，你要改成建商住的，或者就做生意，这不可以。就是申报什么用途批地就什么用途，这是个常识。可是他当时用别的用途申报下这个地，改成他奥姆真理教一个宣传基地了，这不涉嫌建筑用地的非法使用吗？人家一查，果然你建筑用地非法使用，就这么着打上官司了。打上官司，麻原彰晃一看这个事儿自己胜算不大，很有可能这地给收回去。哪个法官要判呢？好，咱就冲他使劲。一直到95年，这才发现地铁这个沙林毒气是麻原彰晃放的，捎带着把前面的事解决了，把那犯罪嫌疑人才放出来。所以就麻原彰晃以前干过这个事儿，他干嘛呢？通过放毒气呢，达到个人目的。这次放毒气为什么？为转移视线。因为麻原彰晃呢，通过内部的消息得知日本警方老早就瞄上奥姆真理教了，所以麻原彰晃一看呢，这个时候要收拾自己了，他想个办法，我制造一起恐怖事件，转移一下警方注意力。警方一忙活那个，他不就顾不上这个了吗？我不就暂时解脱了吗？所以他在东京地铁里释放沙林毒气，是为了转移这个注意视线。但是说到这儿，咱得给大伙补一笔，这沙林毒气到底是什么东西？沙林毒气呢，是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发明的一种杀虫剂，就作物上有这虫子，一喷它就死。可是这个东西毒性太大，所以发明了之后发现呢，虫子是死了，
人要闻着有不少都活不了，拉倒，这不能使，禁用了。这个时候二战呢，德国法医司发现呢，这沙林毒气厉害，你要如果把它高度提纯的话，无色无味，你闻不到，这杀人于无形。就有人跟希特勒建议咱使这种化学武器，希特勒琢磨挺长时间没敢用，为啥？那毕竟世界范围之内有个约定俗成规矩，你要打仗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玩意儿都使，那盟军要凶狠的反扑你也很厉害，所以希特勒后来就没敢使。再以后呢，有人就控告这萨达姆，说萨达姆当年在伊拉克犯了一个滔天罪行，什么罪行？用这个沙林毒气对付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说对付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萨达姆用了沙林毒气，造成几千无辜平民的死亡。所以这沙林毒气呢，应该算得上是也跟奥姆真理教一样臭名昭著。说不，它无色无味吗？怎么有人还闻着芥末的味道？没提纯，提纯之后它是无色无味的，没提纯之前是有刺鼻气味。所以它这么大的杀伤力，弄死了12个人，受伤的5500多人，这多大个事儿！这回他想转移视线，转移不了了。警方很快追查，顺藤摸瓜就查出这是奥姆真理教邪教的恐怖袭击，根儿在麻原彰晃这呢，把他不少信徒给抓起来，没抓着麻原彰晃。日本警方不干呢，全日本范围之内通缉搜捕，终于在1995年5月份把麻原彰晃绳之以法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就审判嘛，你想他犯了这么多罪过，判死刑。日本是有死刑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边呢，美国有死刑，其他很多国家已经废除死刑。那么抓住他之后，按日本规定呢，判死刑。但是日本这个死刑是那样，虽然有，但是使的不多，有时候1年到头全日本判死刑不过就10几例。日本的死刑多数是什么？保留绞刑，就当年绞死战犯东条英机他们上绞刑架。但是日本国内呢，一直对于是否要废除死刑激烈争论。再加上这麻原彰晃呢，你是判我死刑，我不认罪，我不认为这我犯的罪，还真有很多支持他的呢，在庭审上激烈的辩论。所以虽然最后判了麻原彰晃死刑，一直到现在，这已经10多年过去了，麻原彰晃没被执行死刑，还在监狱里待着呢。当然咱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从这角度来看，麻原彰晃恐怕后半辈子呀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只能在监狱里待着了。所以我们说呀，麻原彰晃的下场就证明了那些阴谋要危害他人的人，你早晚不得好下场。这也是中国一句古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争早与来迟。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观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年4月11号，就在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第7部上映之前的一天，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同路的隧道内上演了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尽管没有人员死亡，但是车祸现场非常惨烈，2辆车基本接近报废。而且受到媒体关注的是呢，这2辆车不是普通的车，一辆是红色的法拉利跑车，一辆是绿色的兰博基尼跑车，2辆车加在一起达到1000万人民币，称得上千万级别的大品状。什么原因造成的车祸？飙车。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这场车祸的报道。4月11号晚上22点左右，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隧道北沙滩段，一辆红色法拉利牌小客车和一辆绿色兰博基尼牌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到出口处时，撞坏隧道内长16米、宽4.8米的防火板，路面上100余米长的隔离栏被全部夷平，造成路面污染150平方米，以及墙内骨架、电缆线损坏。在事故中，红色法拉利轿车的车身骨架虽没有遭到破坏，但整车伤痕累累，右侧的车门已经完全脱落，而绿色兰博基尼的车身前部已经完全损毁，右侧轮胎脱体而出，在隧道近2米内，破损的零件散落一地。但万幸的是，
两车的驾驶室都在事故中得以保全。事故造成兰博基尼车上的一名女乘客轻伤。那么事后呢，警方经过调查呢，这2辆跑车上开车的司机都是年轻人，一个是来自长春的这个20岁的于某人，另外一个是北京人21岁的唐某人。这2个人呢都没有固定的职业。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是下了雨了，地上有水打滑，结果前面这兰博基尼就侧翻了，把这隧道也给刮了，这护栏也给趟平了。结果掉下这些东西什么啥，后边这个法拉利跑车这个司机看不清楚了。但是警察实际上一调查发现呢，这个隧道里的限速呢是60公里每小时，可是这2人开到多快呢？达到160公里每小时。这是地道的超速行驶，而且后来有补充的证据，在旁边经过的司机呢，用这个车载摄像头呢，拍下了之前的现场一个画面，就是现场不止这2辆跑车，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玛莎拉蒂一些跑车，还有一些人站在旁边围观。而这2个人玩的特别危险的是什么呢？其中这兰博基尼呢，在这个路上呢玩高速的倒车。我们说在这种高速路上你不能随便倒车，他玩高速倒车。而他对面呢，这个法拉利跑车呢追着他走，说白了这法拉利跑车跟他对着开什么？你玩高速倒车，他是逆行的。就说白2人干嘛呢？在这玩高技术的。就我们看的《速度与激情》里边，包括以前什么《头文字 D》里边，这样电影里边，在那个高速路上2人玩这种飙车技巧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朝阳区大同路隧道里边，这是公共场所，2个年轻人居然玩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人说，这不仅是自个儿作死这也是不拿公共安全当回事你这虽然说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可是毕竟还有不少社会车辆从隧道里经过呢，你这么玩，这也太危险了。所以这被人称为说这是地地道道的不良飙车。那么有的人呢，一听说飙车就感到不理解，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说这开车咱都知道开得快是作死那等于你车祸我们都知道，80%以上的车祸，尤其造成人员伤亡的车祸，都是由于速度快造成的。你说这人怎么如此？说你不在乎别人命，你还不自己不怕死吗？为什么他还居然敢这么干呢？咱们说这种不良飙车，其实在心理上是种病。飙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大速度，感受一下飞翔，自己觉得过瘾。他得到的刺激从心理上讲是什么呢？就说你比方说你速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这时候一快了，人对死亡就会产生恐惧，这么快这么作死的了。可是当你战胜这种死亡恐惧的时候，你甚至你感觉你驾驭速度超越死亡的时候，你不在乎它了，或者说我能驾驭住的时候，你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这是飙车人心理满足的重要特征，这是飙车非常危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呢，他得到的刺激不光这个，我看到很多不良飙车的人呢，改了车以后呢，把排气那个管的口径加大了，所以一加速时声音特别大。我说在车上装点这五光十色的，他经常在车上放些摇滚乐，就这种综合的音响效果对他的肾上腺刺激的非常强烈，他觉得特满足。所以说这种飙车的感觉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吸毒上瘾上网上瘾的人，是一种绝对的不良嗜好，是心理上有问题的。在国外呢，有时候对这种不良飙车者治疗呢，那不光是强制性的，说是限制他自由或者限制他什么，更主要一点，从心理上要进行疏导他。有的人说的是说，那你飙车，咱们也看不少车友会，还有赛车手什么，人家也玩的生死时速那都是不良的。咱们说任何一种爱好，你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都需要规范。问题是能不能恰当的引导。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打架不好吧？可是呢，你通过训练，像拳击跆拳道空手道你可以做周世明，也可以做阿里，最后成为拳王。这就是一种恰当的引导。飙车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正常的飙车和非正常飙车。
我们刚才说这是非正常飙车现象，正常的飙车指什么呢？你看有很多人练着练着练成赛车手了。咱们说当年舒马赫呀，包括这些世界著名的赛车手，开始都是飙车爱好者，经过正确的疏导，人家跑到正规的场地了，跑到赛道里边了。这种生死时速，我们说第一个是它正规，第二个有保护。咱们看这个赛车比赛 F1， 你会发现经常的车都撞出轮胎都开，人没事，为啥？他那个驾驶室啊，包括选手自身有严格的保护，他是把风险降低到最低，变成了一种竞技运动。还有的我了解的，你像宝马车友会、保时捷车友会、奔驰车友会，经常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到赛道里大家去玩去。咱们说漂移，这在公路上很危险，可是呢，有些车友会组织在沙漠里漂移，在这个北方的冰面上漂移，没风险，玩的也不亦乐乎。就说经过正确引导的飙车是可以以这样的形式来达到为爱好者宣泄情绪的这个方面的。我们说这种不良飙车是指什么呢？没有这些赛道正确的这种场地也保护，反而是跑到哪儿呢？就是说普通的公共道路，不要是后半夜人少，跑到这个公共道路上，你像北京的四环环外啊，某个地方啊，高架桥上哪块儿，或者隧道里车少的地方啊，像刚才我们说朝阳区大屯路这个隧道，它就是在北京的北四环、北五环之间，就奥运村那一带，那依然属于公共道路，涉及危害的依然是公共安全，这就进入了不良飙车的范围。说不良飙车都哪些人呢？咱们前些年知道在杭州这王二西路上发生一起惨烈的车祸，就是有个年轻人飙车嘛，结果把一个大学生给撞死了。再我们想到这飙车往往都和年轻啊、冲动啊、富裕啊和这个相关。你看北京要说飙车很有名的，可能现在有不少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还记着，有个二环13郎。他说的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呢，北京有个飞车高手，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姓陈，叫陈震。他2005年的时候呢，曾经在北京二环上呢，在晚上90点钟，就是正常车流量的时候，他曾经用13分钟把一圈二环跑下来了。二环一圈是多少？32.7公里。他用了13分钟，所以人称他二环13郎。据说这记录这些年有人在后半夜超越他了，达到了2环8分钟，变成了2环8郎。2006年2月份，他有个对手，俩人都好开飞车，两人在二环上就开始飙车了，是晚上90点钟这个时候。你想晚上90点钟，北京这道上车还不少的，有人就跟这个交警队汇报说坏了，说差点没把我撞着，是怎么的？在朝阳门这块由北往南，二环上面有俩车飙车，不断的并线，不断的超车，嗖，就这个速度，基本1分钟得超差不多200辆车，多危险！那时候车流量挺大的，这时候交警赶紧追踪，可这俩车速度太快了，已经由朝阳门往南，一点点到广渠门这儿了，就基本上兜了半个二环了。说这下面就到复兴门了，赶紧拦。结果交警拦都没拦住，这俩人车技高超，蹭来回窜，说眼看就要干到这个西直门那儿了。这个时候呢，交警队说赶紧也别管那个，把4个路口全给我封住，一定把他们拦下去。这出车祸怎么办？于是到底把这两人拦住了，最后给了他们刑事处罚。这多少年以后，现在陈震呢，他有不少粉丝呢。为啥？他改邪归正了。现在呢，真正当一个赛车手，经常点评一些车呀什么的。他自己回忆当年说：“我那是年少无知。”那么说飙车到底都哪些人呢？我们说这个不良飙车呀，往往是一些那个对车非常爱好的人，希望通过这车彰显个性。还有大量的一些小明星啊、富二代啊，尤其是富二代，一天闲的没事家里有多事钱，爹妈还惯着。你像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于某人和唐某人，有人说他们富二代，有人说什么他母亲尤其副总啊，但总之这家庭条件差了，他不可能开得起这样的车。而且他这个年岁开这样的车，毫无疑问不是他自个儿钱，所以娇生惯养的富二代是不良飙车当中的主力军。而且这些人年岁是多大呢？往往飙车是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但是这种往死了玩飙车的不要命的方式，经常是20出头的20到23之间的小伙子，
因为你过到25、6、27、8，人大一点都知道了，这玩命不值得。所以这个飙车不良飙车里边，这个岁数的孩子最多，往往大多数都是富二代，而这些孩子经常以这为荣。你看我胆儿多大，你看我开着好车，到哪儿都显摆，你看我怎么样，往往身边还得带个漂亮女孩。所以这富二代里头有相当多的人来干这飙车的事儿，不良飙车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可恨还可怜。谁造成的？不是孩子本身怎么样，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这和他爹妈教育有直接关系。哎呀，我们吃苦了，可不能让孩子吃苦。我们挣钱给谁花呀？不就是孩子吗？过日子不就过孩子吗？惯子如杀子，最后形成这局面。而且这些孩子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蔑视现有的一些法律规范。你比方说咱说飙车，他们开的车里头分成2类，一类是豪车飙车的，一类是普通车型升级以后飙车的。往往这2类人不在一块玩，因为有一些真正的飙车爱好者呢，他把普通车做改装，当然改装价格不便宜，最少都几万块钱，有的甚至呢是原来车价格的2倍。就普通型的车，你比方说一些像奥迪啊，甚至过去的什么夏利呀、捷达的车都能改装，改装以后它的性能已经跟一些跑车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有很多飙车爱好者喜欢玩这个。但是这些豪车飙车爱好者，他们往往不是改装，有的改装了之后呢，也是在外表的5颜6色、花里胡哨上下文章，甚至呢为了躲避这监控头监控呢，一整车牌给你后边翻滚式车牌或者遮挡车牌等等等等，玩这个事儿。所以豪车飙车这一种和普通型改装之后飙车它不是一回事，但是双方有个共同特点在哪儿呢？这方面都是违背法律的。你包括改装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法规定的，任何的车除了说你能前后加上这个防撞击的装置以外呢，你不能私自改装。西方国家有的地方允许改装车，但改装车必须得是到交通部门去申请备案去。你像这个香港就规定，所有车要改装必须是原厂的工程师给你改装，你其他人不能私自改装车。而且改装的车有范围，你只能在特定的赛道上你去玩，不能在这个公共道路上玩。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飙车一族呢，把改装的车拿到公共道路上去玩去，这就带来了非常大的隐患。那么像我们看到大屯路这起飙车案怎么处理呢？它其实呢有一点，双方一开始这种状态叫追逐竞驶，就你追我，我追你，来比速度。只要是到这种程度，他就涉嫌危险驾驶罪。这个危险驾驶罪再升级呢，由于在公共道路上，你不光危害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还危害到公共，危害到其他人的安全，所以这个又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当然呢，这次这于某人和唐某人呢，飙车的最后结果是2辆车基本撞报废了，说要修好了都得花好几百万。而兰博基尼这个车上面还有个女乘客受了点轻伤，没有人死，这是万幸，这驾驶室最后没出问题。但这个如果涉嫌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这些年中国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我们说像酒驾入刑啊，包括刑诉法第8次修正案里头呢，对这个危险驾驶呢，都进行了非常严苛的规定，就是现在中国这车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的驾驶文明没有形成，有很多人买了好车了，我好车往往家有钱，那就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这些人你不狠狠治理他，这驾驶文明根本提升不上来。因为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富裕了，可富裕之后呢，怎么驾驭财富是个很大的问题。一下子暴富了，买好车怎么着，更多的富人还停留在我消费我奢侈这个层面上。如果他的家庭对孩子这个年龄加强教育，让他们多干点正事，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怎么可能不负责任的让他们开这样豪华的车，然后还不约束他们的行为，然后肆无忌惮的在公共场合去进行不良飙车呢？这不可能的。易经里有句话嘛，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什么呢？你只有你的德行达到一定的高度了，你才配得上你拥有这些物质，你才能够正确的驾驭自己的财富。
使财富不至于呢成为把你拖下水的一种累赘。所以你看，小小的这么一起你看起来的飙车事故，说也没有人死亡，其实你仔细追究起来，它其实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大家不能把这样的事情等闲视之，当做一个奇葩，看完就拉倒了。应该深入反思一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社会财富和我们的道德水准真正的匹配起来。